沈月娇在现代觉醒了雷系异能和查询空间，在末世求生3天，却没想到在练习异能的过程中，一个雷把自己劈死了。死的时候可只有18岁呀！再次醒来就发现周围乱哄哄的，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是身着古装。沈甜甜找你们借的钱，你们去找他要啊！他已经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了。钱是你家养女沈甜甜借的，担保是你儿子沈阔做的。我们不找你沈家，还能找谁啊？我家小叔子没在家，谁知道你们说的是真是假？别废话，拿不出钱，就用这个小丫头抵债。沈月娇接收记忆之后，瞬间感觉自己浑身无力，检查了一下自己的雷系异能和空间都在，这才松了口气。都愣着干什么？一起上！今天必须带走这个小丫头。她不算我们家的人，你们不能牵连无辜。别以为老子不知道，这是你家被送回来的亲闺女，瞧着细皮嫩肉的，定能卖个好价钱，用来抵债正合适。妈的，真恶心！小布，帮我查查，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我要吓死这个狗东西！好的，主人，查询结果已发送。小布是他空间里的灵宠，可以查到所有人的生平。没想到闺女脾气这么暴躁，还有闺女口中的小布是谁？要怎么查？为什么没看到闺女张嘴就能听见闺女的声音？哼，没想到还是个渣男。赵达25岁，大河村人，3天前丧妻。你说这个干什么？你对外宣称妻子是难产而死，实则你妻子的死是你设计的。你个死丫头，休要胡说！都愣着干嘛？赶紧把人给我带走！赵达听到这句话，下定决心一定不会让沈月娇活过今天。沈月娇安抚地拍了拍沈母的手，上前一步直视赵达，一字一顿道：你当真以为能瞒天过海吗？你真以为王寡妇怀的孩子是你的吗？你什么意思？你都知道什么？王寡妇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还能是谁的？那女人敢骗我不成？哼，你为了王寡妇杀害自己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只是你不知道，其实王寡妇肚子里根本就不是你的孩子。赵达，杀人是要偿命的，做坏事是要遭雷劈的。沈月娇一声暴喝，而后悄悄地催动异能，众人只看见一道天雷从天而降，直接劈到赵达身上。哎呀，真的被雷劈了，这是遭报应了呀！哎呦，这沈家刚接回来的闺女这么厉害吗？能使唤得动老天爷呀！哎呦，什么能使唤动老天爷？一个丫头片子哪里有这么厉害？这是坏事做多了，遭报应了吧？沈家这小丫头这说的是真的吧？要不然这赵达也不能真被雷劈啊！哎呀，天神显灵了，天神显灵了！闺女儿为什么会知道这些？这道雷不会是我闺女儿整出来的吧？娘，你放心，小妹不会有事的。你看，那畜生已经遭报应了。你到底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知道你们所有人的过往和未来。哎呀，可惜异能运用不熟练，要不然一定把这狗东西劈成焦炭。求仙子救我，我知道错了，我知错了。那就先把你来此的目的从实说来。必须要让赵达在我娘面前揭穿女主沈甜甜的真面目，不然万一我娘还把沈甜甜当自己的女儿看待，那我不就变成了纯纯的大冤种吗？听见自己闺女心声的沈清表示疑惑，沈甜甜的真面目
既然他已经决定离开了，他的真面目是什么样，跟他们自然没有什么关系了。毕竟以后恐怕也不会见面了。好，我说，沈甜甜和沈阔确实借了我们的印子钱，不过只有5两银子是沈阔签的，剩下的45两是沈甜甜自己签的。但是我们老大知道沈甜甜去京城认亲了，又觉得京城太远，过去要债不容易，所以这就把主意打到沈阔身上，想让沈家把钱都还了。老大说，毕竟沈甜甜也是沈家养女，沈家替她还钱也是天经地义。沈大嫂是个直性子，她赤红着眼拉过沈月娇。沈甜甜早就已经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了，她把我们害成这样，我们不会再帮她还钱，这才是我们家的小姑子。沈甜甜跟我们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她欠你们的钱，你们去京城找她去。沈月娇安抚地对他笑笑，而后又转过头对赵达道：我大嫂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回去跟你们老大说，我三哥欠的5两银子3天后可以来收，至于沈甜甜欠你们的，就需要你们去京城要了。赵达现在哪还管得了什么印子钱，他现在只想活命而已。是，那我至于你，就只能去你妻子坟前跪着，请求她原谅了。只这样就行了？难道那个女人原谅我，上天就不会降下天罚了吗？可是那个女人已经死了，我要怎么才知道自己有没有被原谅啊？行不行？我说了可不算，这要看你是不是真心悔过，所以赶快回去吧。沈月娇笑得意味深长，赵达听了他的话，跌跌撞撞地往外跑，根本顾不上呆愣在原地的小弟们。几个小喽啰对视一眼，哆哆嗦嗦地说了句：加上这些天的利息，沈过自己欠的不止5两银子，我们老大一定不会放过你的。一句话撂下，就跟着沈达后面跑了。娘，大嫂，我们进屋吧。对，娇娇，快进屋。沈母拉着他往主屋里走，沈大嫂把看热闹的人都打发走，也关上院门跟着进屋，还不忘好奇地问沈月娇：小妹，你怎么知道赵达杀了自己媳妇啊？大嫂，我会些看相的本事。小妹可真厉害，那赵达的媳妇真能原谅他吗？那不就太便宜他了？要我说，刚才老天放的那个雷就应该劈死他。大嫂别生气，坏人啊总会受到惩罚的。哎呀，他妻子会不会原谅他我不知道，但是他岳父一家一定不会原谅他，所以等死吧，渣男。主人，赵达还没到他妻子坟前，在半路直接被他大舅哥带走了。哼，活该，这种人死的也太轻松了，那都是便宜了他。哎，不过现在不是关心死渣男的时候。小布，你快帮我查一下我外公在哪儿呢？我记得外公是今天从山上掉下来的，就是不知道我现在过去能不能救外公一命。第一次听见沈月娇心声的沈大嫂愣在原地。怎么？哎，我这是幻听了？这是小姑子在和谁说话呢？怎么没看到小姑子张嘴，就听见声音？她张嘴想问问怎么回事，可是嗓子突然就失了声音，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惊疑不定地看向四周，正好对上自家婆母同样惊慌的眼神，两人就明白了，他们都能够听到那个声音。沈母急得直冒冷汗，他知道自家老爹上山捡柴了，娇娇刚才说他会从山上掉下来，他想问问怎么回事，但是同样发不出声音。这才知道，原来关于听见自家闺女心声这件事好像不能言传。不过没让他们着急多久，那道童音就给出了答案。主人，你外公沈良上山砍柴从山上掉下来的事发生在1个时辰以后，
地点已经发送到空间屏幕上了。还好时间充足，我先看看位置在哪儿。沈月娇意念沉进空间，发现小布发送的地点距离他们家并不是很远，这才放下心来。还好，外祖父的位置离我家不远，但是我要找个什么理由出门呢？沈大嫂看他小小年纪皱紧眉头思考的样子，觉得煞是可爱，笑着主动给他找理由。娇娇，你想不想去山上转转？对，正好你外公和哥哥们都去山上了。娇娇若是想去，那我们一起。啊，好啊，我正想出去转转，多了解一下村子。出门后，沈月娇直接拉着他们往沈良出事的地方走，两人没有任何意见的跟着。走在路上有些无聊，沈月娇开始回忆剧情里发生在沈家的大事。哎，小布，我记得在原书中沈家人的结局是不是都不太好啊？主任，你记错了，沈家人没有结局不太好，沈家没有一个人走到结局，没超过100章就被女主害得家破人亡了。你嘴别这么损，既然他们都成了我的家人，那我肯定不会让沈甜甜伤害他们的。剧情而已，也不是不可逆的，毕竟现在原主的死结不就已经过去了，那其他人的一定也可以。哎，算了，不说这些。哎，有没有我不知道的事情？说来听听吧。还真有。主人，你知道本来是青瓦镇富商的沈家，为什么现在会是李家村最穷的人家吗？为什么？因为你爹周云庆，一切都是他设计的，因为他不想让你娘和你的哥哥们有机会离开青瓦镇。我爹不是早死了吗？难道他死前还做了什么伤害沈家的事情？这就要从头说起了。沈良只有你娘沈清这一个女儿，所以决定在他及笄之后给他招婿。周云庆就是他在众多青年才俊中选出来的那个。两人成亲后感情还算可以，只是在周云庆进京赶考之后全都变了。哎呀，别墨迹，赶紧说，难道我爹其实没死，只是失忆了？没有失忆，他只是在京城攀附权贵，娶了别人而已。什么？专心吃瓜的沈大嫂忍不住惊声出呼，她转头看向自家婆母，已经面色苍白，嘴唇都在颤抖。不知道是气的还是因为被伤了心，沈月娇被她突然的尖叫吸引了视线，疑惑地看她。怎么了，大嫂？没事，我刚才看到一只虫子。啊？那我们离草丛远一点。沈月娇看着自家娘亲面色苍白的样子，也没有怀疑大嫂说的话。沈大嫂松了口气，轻声安慰沈清：娘，你放宽心，可能有什么误会呢？沈清没说话，只是微不可察地摇摇头。她很快就让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啊，小布，你是说我爹是大越国的陈世美？这怎么没在剧情里提到过啊？那我爹在京城攀上了谁啊？因为沈家人戏份不多，所以讲得不详细。周云庆娶的是沈甜甜的姨母，丞相府体女高明雅。竟然是她，那恐怕接下来的日子周云庆会重新关注我们了。再加上女主的暗算，以后的日子可就艰难了。就是这里了吧？我只要在这里等外祖父就可以了。哎，走了这么点路，还怪累的嘞。这身体啊，真是太弱了。娘亲，大嫂，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吧。走了这么远，都有些累了。沈清知道他是想等着救人，心里一暖，慈爱地看着他点点头。沈大嫂突然想起3天后他们要拿出5两银子还债的问题。娇娇，你跟那些人说我们3天后还钱，是因为你算出来我们3天后能有5两银子吗？沈月娇愣了一下。大嫂，别担心，我有办法拿出5两银子的。这钱呐，是你哥哥借的，到时候让你三哥还你。他一个当哥哥的，
怎么好意思用妹妹的私房钱？娘，您想什么呢？尚书府怎么会允许我带东西回来？他们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善良。我说的是，我有办法挣到银子，到时候我还需要娘和大嫂帮忙呢。沈清宠溺地摸着他的头，试探地问道：好好好，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跟娘说。他们对你不好吗？他们在知道我不是他们亲生女儿，而他们的亲生女儿在乡下代替我受了10年的苦之后，想替亲生女儿小小的报复我一下。沈娇娇正想得出神，突然被一个苍老的声音打断：你们怎么都在这里坐着？娇娇好些了吗？外公，小心脚下！爹，小心！沈大嫂不知怎么移动的，几乎瞬间就来到了沈良面前，把人扶住。哎呀，这可真是老了，还好你们年轻人反应快，我这老胳膊老腿的从山上滚下去，定是非死即残了。哇，我大嫂原来不是弱女子啊，她是怎么到外公面前的？这是不是传说中的轻功啊？沈大嫂娘家是开镖局的，从小跟着师兄弟们一起习武，会些功夫很正常吧？古代习武的女子很少啊。啊，我大嫂可真飒，哼，爱了爱了。说起来，沈大嫂的命运也不怎么好。沈良更是疑惑地看向沈月娇的方向，不明白他这是在跟谁说话，怎么没看到外孙女开口？难道他家外孙女儿还会腹语？沈清观察自家老爹的表情，自然也看出他的心中所想，不着痕迹地拉拉他的衣角，投过去一个稍安勿躁的眼神儿，表示等会儿回去再说。哎，怎么回事啊？有多不好？沈大嫂名叫李玉婷，从小跟你大哥沈琛定了娃娃亲。他父亲为人正直憨厚，人守信用，并没有因为沈家落魄而不承认这桩婚事。李玉婷1年前与你大哥成亲，两人的生活也算恩爱。可是在你大哥被陷害的时候，他去娘家求助的路上，被沈甜甜安排的人打断4肢，强暴致死。又是沈甜甜啊，她就不能安分点儿？哪个女主像她这么恶毒的？书中把她美化的有点过分了吧？郭主人，你只要救下沈琛，那后面李玉婷的事情自然不会发生了。那女主肯定还会想其他办法对付沈家人吧？唉，还是得自己强大起来才行。沈清见儿媳妇脸色难看，赶紧开口打断女儿的思绪。好了，天色不早了，我们先回家，明天再带娇娇熟悉村子吧。对，先回家，有什么事儿回去再说。回去的路上，沈月娇并没有跟小布聊天，她默默地跟在自家娘亲身边，实际上脑海中都在努力回忆书中对沈家的描述和事情发生的大概时间。晚饭时，沈琛带着弟弟打猎回来，就发现自己家人今天都恍恍惚惚的。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李玉婷看了眼外面坐着的沈月娇，轻轻摇头。等会儿晚饭后一起说。饭菜端上桌，沈月娇乖巧地开始吃饭。哇，这天然的饭菜就是香啊！我大嫂的厨艺太好了，好香，吃饭停不下来。沈琛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沈月娇，知道内情的三人本就在观察兄弟两个的表情，见两人现在的反应，还有什么不明白了？他们同样能听见娇娇的心声。你们两个今天收获怎么样？沈琛对上他娘的眼神，似乎猜到了什么，但是感觉有些不敢置信。难道这是小妹的心声？而且大家都能听得到，不然怎么解释小妹也没有张嘴，我们却能听到她的声音呢？他拉了一把自家还没反应过来的弟弟一把，跟着自家老娘的话往下说。打了1头野猪，3只兔子，总共卖了1两银子。沈月娇惊讶地抬起头，眼神里满是崇拜地看着沈琛。哇，我大哥就是牛皮，
竟然能打到野猪啊！不愧是镖局的女婿，跟我大嫂简直配一脸。主人的大哥天生神力，而且学过武，如果不是被周云清刻意为难，恐怕现在也有所成就了。我那爹真的是渣得很，为了攀附权贵，不被人发现他做下的无耻行径，竟然屡屡为难自己的亲儿子。其实主人的哥哥都是人中龙凤，之所以现在这么寸步难行，都是因为周云庆买通的人从中捣乱，他们才会落到如此地步。他买通的是谁啊？沈琛听着突然出现的童音，心里更是感到震撼，不明白对方说的什么意思，为什么会和他爹扯上关系呢？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了？他把视线重新转到妹妹身上，是给沈家传回周云庆死亡消息的那个同春杨准，还有镇上放印子钱的头目王大头。饭桌上的所有人，包括沈月娇在内，都把这两个名字记在心里。饭后，沈月娇和众人打了招呼，便回了自己的房间。其他人则是在他离开之后进了沈良的房间。我们听到的声音是娇娇心中所想，那个童音又是什么？我们听到的应该是娇娇的心声没错了。至于那个童声，娇娇称呼他为小布。今日隔壁村的赵达带人来要债，见我们拿不出银子，就想把娇娇带走。我和娘不一样，我是从那帮人离开以后，进屋里才听到那个声音的。三个男人听见他们的讲述，脸上表情极其复杂。沈括神色难过，求助似的看向自己大哥。原来我们这些年发生的事都是爹安排人做的吗？娇娇的消息也不一定准吧，具体还要从长计议。不过你也不需要对我们那位父亲抱太大希望。外公，能不能找人打听一下京城那边的情况啊？沈良看了他一眼，点头。我会找人打听一下，不过你们也要做好准备。你当初科举之路艰难，这次难保不会有人从中作梗啊。沈琛知道外公这是在提醒他，今年乡试，京城肯定还会有动作。沈琛面色严肃，点头表示自己会多加防范。以后谁和娇娇在一起的时候都要多注意一下，除了我们，是不是还有其他人能听到那个声音？沈琛点头。听娇娇的意思，我们未来的命运不会太好，而那些会跟沈甜甜有关，所以我们还是得多加提防，不要感情用事。次日早饭后，按照计划，沈清带着沈月娇去镇上找沈烨。娇娇，累不累？昨天你大哥他们打猎挣了钱，我们去前面坐牛车去。不累的，娘。牛车到镇上的时候已经是1个时辰以后了。沈清直接带着他去了书院。白山书院门口，沈月娇一眼就认出正在跟同窗说话的那个人是沈烨。哇，这就是我二哥了吧？不愧是双胞胎啊，简直跟三哥长得一模一样。不过两人的气质差别有点大了吧？二哥那双幽暗深邃的眸子简直超带感，这不就是腹黑男主必备形象吗？正在和同窗说话的沈烨听见声音，打量着周围，不知道是谁在说话。一回头正对上他娘的眼神，跟几个同窗低声说了几句，才向他们走过来。娘，您怎么来了？哎呀，你好久没回家了，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正好今天呀，带你妹妹来镇上看看你。沈烨疑惑地看了眼沈月娇。妹妹？我妹妹不是沈甜甜吗？怎么这几天就跟换了个人？不过小丫头眼神澄澈，看起来比沈甜甜好一些，至少不会满心算计，自私自利。沈甜甜和你妹妹小时候被报错了，她去京城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了。这是你妹妹沈月娇，3天前才回家。娇娇啊，这就是你二哥了。二哥好。
我二哥最近学习一定很辛苦啊，都有黑眼圈了。主人，你二哥为了抄书赚银子，已经2天没合眼了。大家都在努力赚银子，替沈括还债呢。哎，大家都太辛苦了，我得想办法赚钱。等会儿就去转转，看看有什么门路可以赚到钱。是他在说话，只是另一个声音是谁呢？妹妹回来就好，下次回家我给妹妹准备礼物。沈烨眼眸深邃，若有所思地看着沈月娇，对上自己母亲的眼神，沈烨也瞬间明白了这次带妹妹过来见他的目的。看来家里人都能听到那个声音，我这个妹妹不简单呢。这是你大哥让我带给你的。沈清从袖子里拿出一张折叠的纸，沈烨微愣，接过纸。娘放心，过2天我回家一趟。好，那我带娇娇去买些东西。心里不由得松了口气。沈月娇跟着自家娘亲告别沈烨之后，又去买了盐。她能明显地感觉出来，他娘在从书院离开之后，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沈月娇并没有多深究，她现在脑子里只有赚钱这一件事。她记得之前看的小说里，女主穿越不是做美食就是做绣品，但是她可没有这些技能啊。这么想着，她心里更郁闷了，整个人都显得蔫蔫的。沈清见她打不起精神的样子，以为她是逛得太久累了。娇娇啊，累了吗？要不你去前面等着，娘自己去买些其他东西，等会儿再去接你。好，那我去牛车那边等着娘。那行，你别乱跑啊，娘很快就回来。一直到看不见自家娘亲之后，沈月娇这才向相反的方向走去。她得找个药铺，把空间里的人参拿出来卖。没有太多时间，她也没打算瞎逛，只按照小布给的地图直奔药铺而去。本来还想着要找个借口回家之后把钱拿出来，没想到半路就遇到了官府贴的告示。告示一贴出来，还没等官差离开，就有不少人围了过去。哟，这写的什么呀？我们也看不懂啊。张秀才，快给大家读一下，这上面写的什么呀？是发生了什么事啊？这可是衙门贴的告示啊！沈月娇看上面的字，都是繁体字，看起来有些费劲。正在沈月娇小眉头越皱越紧时，被点名的张秀才终于开始读起了告示上的内容。有关张府丫头接连失踪案，本已抓到凶手，但因衙役看管不当，导致凶手逃脱。现已将城门戒严，凡想出城者，需在城门口接受检查。另逃犯乃城南打铁铺张球，凡能提供逃犯信息，帮助官府捉拿逃犯者，奖50两白银。沈月娇眼神瞬间亮如星辰，这不就是给他送钱来了吗？这会儿他也不再纠结找药铺的问题了，直接找了个小巷子停下，一点也没注意到后面跟着的人。小布，查查城南打铁铺张球的信息，筛选一些重要消息，都给我说一下。好的，主人。张球是张员外家的远房亲戚，因为和张员外的关系，经常出入张府。最近张球赌博在外面欠了印子钱，又正巧听到消息青瓦镇来了一伙专门买卖年轻女子的人，所以打起张府丫鬟的主意。本来只需要卖3-5个丫鬟就可以还清负债，这样还不会轻易被张府的人发现追究。但是张球见钱眼开，越来越贪心，甚至在10天前拐卖了张员外那个不受宠的庶子。嚯，这个张球这么厉害啊，竟然能够神不知鬼不觉的从别人府上随便把人带出来吗？张球本来很得张员外看重，府上很多丫鬟都想攀附他，希望可以被张球看上，脱离奴籍。对于这样的事，张府的管家早已见怪不怪了。但是错就错在张球这次居然心大的打起来张员外那个小庶子的主意，虽然不受宠，但也是人家的儿子。
儿子丢了，张员外自然要去报官。沈月娇了然。张球现在在哪里？就在自己家打铁铺的地窖里。他认为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更何况他家地窖极为隐蔽，很难被人找到。那我如果自己去衙门提供消息，是不是有点不妥当啊？毕竟我一个10多岁的小姑娘，很难有说服力啊。万一人家问起我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我怎么回答？我总不能再用雷系异能装神弄鬼吧？暗处把他的心理活动听了个仔细的沈烨，嘴角露出连自己都没察觉到的微笑。见前面的小丫头眉毛都要打成结了，他无奈地走出来。娇娇。沈月娇被突然出现的声音吓了一跳，转头才发现是自家二哥，眼睛突然一亮，露出一个乖巧的笑。哎呀，救星这不就来了吗？二哥，你怎么在这里啊？路过，怎么就你一个人？沈烨眼里闪过笑意，也没揭穿他。沈月娇眼珠咕噜噜地转，想着要怎么把话题引到张球的事情上去。二哥，你刚才过来看过街上贴的告示吗？我刚才听到2个人还在谈论张球的去向呢。沈烨顿时感觉好笑，到底还是个孩子，就算是有些奇遇，也没让心思变得成熟。看着面前藏不住事儿的小姑娘，沈烨配合道：是吗？娇娇都听到什么了？他们说张球就藏在自家的铁匠铺子里，铺子里有个隐蔽的地窖。二哥，我们去举报他吧。他眼睛里布满星辰，好像已经看见50两银子向他飞奔而来。好，不过这件事情我去就可以了，你得回去找娘，不然她该担心了。好哦，那我先回牛车那里等娘亲。二哥，你记得领奖励啊，50两银子哦。有了这笔银子，不但能还债，还能吃肉呢。哎呀，感觉自己好虚呀，我想吃肉肉，我想吃肉肉。我太聪明了，没想到我二哥看起来冷冰冰的，这么好说话。这小丫头面上看着乖巧，没想到心理活动这么多，真能招。而且我哪里冷冰冰了？我只是不爱说话而已，至少面对家人还算温和。沈烨无奈地笑着，把人送到停牛车的地方。此时牛车旁边还没有什么人，只能把小姑娘托付给赶牛车的阿伯。沈月娇无语地听着自己高冷的二哥一遍又一遍地叮嘱自己不要乱跑，一定要等娘回来。二哥，你就放心吧，我保证不乱跑，乖乖的在这里等娘回来。好，我不说了，你乖乖等着娘。沈烨无奈扶额，他也不想墨迹，但是这丫头心理活动实在太过活跃，一看就是待不住的性子，他总感觉不放心。我知道了，二哥，你快去吧，小心别人捷足先登了。沈烨在他的催促下终于离开。沈月娇在他离开之后总算是松了口气，终于不再听二哥的碎碎念了。二哥真是人设崩塌的厉害。沈清并不知道这兄妹2人做的事情，待他回来的时候，牛车上已经坐满了人。见自家女儿乖巧地坐在马车上，他会心一笑。娇娇是不是等急了？娘给你买了包子，来，你先吃一些。见车上的其他人也都拿着馒头或者玉米饼子在吃，沈清也把包子拿出来递给自家女儿。谢谢娘，你也吃。娘刚才吃过了，这是给你留的。哎呀，太多了，我吃不完。娘，您替我吃一些。沈月娇自然不会相信他的话，就他家现在这个条件，他娘肯定不舍得给自己买包子吃的。他把包子往前又递了递。娘快拿着，娘不吃，我也不吃了。旁边一起坐车的人看见母女2人吃包子这么谦让，小姑娘这么懂事，还知道照顾自家娘亲，
都心生羡慕。人家养的闺女儿怎么就这么懂事呢？哟，小丫头真懂事儿，吃东西还知道顾着长辈呀。这就是妹子你找回来的亲闺女吧？不愧是在官家养大的。哎呦，和我们村里长得就是不一样啊。是我闺女娇娇。阿翠这是去走亲戚了。沈月娇听见声音，抬头望去，就见对面一个长相富态的妇人正满脸堆笑地看着她。哎呀，大婶儿，你瞅到我了！恶灵退散，恶灵退散！不会笑就不要笑，笑得跟个狼外婆一样。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从哪儿来的人贩子呢。主人，你还真猜对了，这人就是人贩子，而且手上还染过人命哦。其实我也只是随便说一下而已啊。啊，什么意思？怎么又扯到人贩子了？他的眼神不由自主看向旁边笑得和善的妇人，难以相信这人真的是人贩子。说起来，这个人回村子也是为了躲避府城那边的搜查，跟张球联系的那伙人贩子的上线就是他。哎，那我现在去一趟官府举报这个人，会不会再给我奖励10两银子啊？不会，他之所以能躲到村里，是因为这边官府里当差的有熟人，只要主人你前脚去报官，后脚就会有人过来给他报信。沈清后背发凉，动了动身子，挡住妇人看向沈月娇的眼神。沈月娇没察觉到自家娘亲的动作，蔫蔫地靠在娘亲怀里休息。啊，没钱拿啊？哎，那可真是太可惜了。官府竟然和人贩子有勾结，那为什么还会通缉张球？那我二哥不会有危险吧？放心主人，跟人贩子勾结的只是一个小衙役而已，这里的太守还是个好官。沈月娇心中暗暗点头，二哥没事就好。妇人见沈月娇母女不理自己，脸色沉了下来。要不是看这小姑娘细皮嫩肉的，能卖个好价钱，她可不会搭理这两个穷鬼。沈月娇和自家娘亲到家的时候，就看到自家三哥在院子里劈柴，看起来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在。沈括听见动静，抬起头来：“娘，娇娇，你们回来了。”“我带娇娇去找你二哥了，跟他说了一下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沈清随口应着，心里还在想着牛车上沈月娇的心声。沈括大大咧咧，并没有看出他的心不在焉。“我等一下劈完这些柴上山一趟，娘和娇娇先去休息。”“三哥，我跟你一起上山。”沈月娇听说他要上山，眼睛一亮，只要到了山上，他空间里的宝物可就都能拿出来了。“哎，你就别添乱了，我和大哥昨天在山上下了套子，说不定会有猎物，可没时间照顾你啊。”沈括语气里都是对小孩子的嫌弃，他说话一向都是肆无忌惮的，话说出口就有些后悔了，尴尬的挠挠头解释：“娇娇，我不是嫌你麻烦，我是要进深山，可能没时间照顾你，你还是跟娘在家吧。”“哎呀，你这个解释还不如不解释。娘，我想上山。”“让我上山，让我上山！我要挖人参，我要赚银子。”听见心声的两人纳闷儿，他们在村里住了这么久，怎么不知道这山上的人参这么好挖的？他们怎么看着我不说话呀？是不是我表现得太乖了？他们这些做家长的就不把我的想法当回事儿了？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可就要闹了。沈括眼睛猛地睁大，盯着沈月娇，想看看他怎么闹。难道是像以前的沈甜甜一样撒泼打滚儿？话说京城里的小姐也喜欢这么闹？沈清轻咳一声，掩饰着嘴角的笑意。山上太危险了，娇娇想要转转，可以去山外围看看。那好，那三哥我跟你一起去，你去深山，我在外围转转。沈清和沈括等了一会儿，
没听到他的心声，纷纷松了口气，放下心来。1刻钟的时间，沈括把柴劈好，码放整齐，带着装着1两乖巧实则满眼兴奋的沈月娇上山。一路上看见人，沈括都会停下来打招呼。沈三郎又上山打猎啊？婶子也上山啊？哎呦，这就是沈家刚找回来的亲闺女吧？哎呦，这白白净净的，长得可真漂亮。对，刘婶子，这是我妹妹，亲的。两人走到一棵野山楂树下，沈括停住脚步。娇娇，你就在这附近自己玩一会儿，我去看看陷阱里有没有猎物，很快就回来。好，三哥，你不用担心我，我会乖乖在这里等你回来的。沈月娇乖乖点头，周围还有几个挖野菜的婶子，确定不会有危险。沈括看了装乖的妹妹一眼，转头离开。等沈括走出一段距离之后，沈月娇才悄悄地跟上去。沈月娇紧紧跟着前面的人，一步也不敢落下，一直到沈括来到自己设下的陷阱前，沈月娇才把空间里的人参移植出来，把现场伪装一下，确定看不出来异常，才松了口气。哎呀，我可真是太难了，这人参若是卖不出高价，那就太对不起我付出的努力了。沈月娇没忍住在心里吐槽，却把不远处的沈括惊了一跳。惊讶之后就是恼怒，沈括忍不住怒喝一声：沈月娇，给我出来！啊，三哥！沈月娇被吓了一跳，搞不明白为什么刚才自己在后面跟着的时候都没有被发现，这会儿倒是被发现了。沈括3步并作2步来到他的面前，满脸都是怒气。不是让你在外围等着，为什么要跟过来啊？沈月娇心虚地转过头，不敢和他对视。三哥，我找到了人参。沈括刚才只听到他的心声，只顾着生气，没在意人参的事情。现在听见他重新提起，不由一愣，向他所指的方向看去。他不认识什么人参，不过好在注意力全被吸引了过去。啊，哪个是人参啊？沈月娇蹲下指给他看。就是这个了，三哥，我们赶紧把人参挖出来吧。这是人参？原来人参长这样啊！娇娇，你在一旁看着就好，我来挖。沈月娇笑嘻嘻地在旁边指挥。三哥，你注意些，别把人参须子弄坏了，不完整的人参可就不值钱了。放心，交给三哥。沈括小心翼翼地挖着，他都不知道平日里神经大条的自己是怎么磨叽了2刻钟才把人参挖出来。沈月娇装出惊喜的样子。哇，这人参至少也得有100年了吧？三哥，我们终于有钱了，明天就去把印子钱还了。沈括听他这么说，突然愣在原地。他没想到沈月娇有了银子，第一件事情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帮他还债。谢谢娇娇。哎呀，三哥客气什么？我们是一家人呀。你和大哥的陷阱里有猎物吗？有，你在这里等我，我去把东西拿来，我们就回家。好，那三哥你小心点儿。沈月娇眉眼弯弯，她的目的达到了，开心。沈括点头，笑得灿烂，眼神里比之前更多了些柔光。陷阱里猎物不多，只有2只兔子，1只野鸡。沈括很快就把它们从陷阱里拎了出来。他欢喜转头，却被自己所看到的一幕惊出了一身冷汗。娇娇，别动。此时的沈月娇确实如他所答应的一般，站在原地乖乖等着沈括。可他没看到的是，他的身后正潜伏着一条蟒蛇，正伺机而动。听见自家三哥颤抖的声音，沈月娇就知道自己身后肯定有什么东西。他心下有些害怕，但也没忘记自己还有金手指。小布，我后面是什么？主人，后面有条黑曼巴蛇，
这种蛇剧毒，被蛇咬伤，毒性扩散很快。沈月娇没听懂小布语气里的担忧，但是知道身后是条蛇的时候，感觉松了口气。小布，你说我的雷系异能能不能把身后的那条蛇给劈死啊？主人别冲动，你现在运用异能还不熟练，你难道忘了自己是怎么把自己劈死的了吗？我真是谢谢你提醒我。沈括听着自家妹妹和小布的对话，心里满是疑惑和担忧。虽然不知道什么是雷系异能，但是听起来不太靠谱的样子啊。他紧张地看着沈月娇身后的蛇，正想着怎么能让妹妹逃脱危险，就听见一声轰鸣，而后一道白光劈到蟒蛇的身上。声音倒不至于山崩地裂，却也震得沈括头脑发懵，惊在原地。沈括惊讶地睁大双眼，此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难道这就是娇娇说的雷系异能？妹妹怕不是天上的神仙？沈月娇转身看了一眼，而后惊讶地捂着嘴：哇，三哥你看，毒蛇被雷劈死了！哼，这害人的东西，老天爷都看不过眼了吧？小布，怎么样？我不看都能劈中目标，是不是很厉害？那也改变不了主人你自己把自己劈死的事实。我那是不想继续末世求生，反正我也没有家人，来这个世界也挺好。沈月娇强词夺理，懒得再搭理不会说话的小布。沈括听着他的心声，再看他一副神仙显灵的样子，轻咳一声：你高兴就好。又是被自家妹妹惊到的一天，看来之前担心小丫头上山会有危险，那都多余了。两人收获满满的往山下走，此时外围挖野菜的婶子还没离开。两人从深山出来，自然引起了婶子们的注意。沈括手里拎着的猎物更是引起有心人的嫉妒。哎呦呦，沈家三郎收获不少啊，这么多你们也吃不完，不如跟婶子家送些。婶子怎么天还没黑就开始做梦了？想吃兔子，让你家儿子上山给你打呗。你个小畜！赵杏花正打算跳起来骂人，就被沈月娇出声打断了。哥哥，你怎么能跟婶子这么说话呢？沈月娇拉着沈括的衣袖，丝毫没在意他紧皱的眉头。婶子想要吃肉，那我们就把这兔子让给婶子吧，反正我们也有很多呢。赵杏花听到这话，心中一喜，昂着下巴得意道：呵呵，还是京城来的小姐懂事儿啊，小丫头说的对。沈三郎，你怎么还不如一个小丫头大方？沈括无奈地看着沈月娇，以为她是还不知道现在的处境，只顾着发善心同情别人，张口正要纠正他的想法，却再次被他打断。沈月娇眼睛弯成月牙儿，笑得有些不好意思。婶子快别夸我了，我们家自己留一只兔子就行，剩下的您都可以选。那我也要一只兔子，这瘦巴巴的野鸡你们留着还能吃一顿。赵杏花说着就要伸手去沈括手里抢，沈月娇笑得越发单纯无害，顺手拉着沈括躲了一下。婶子别着急，我和三哥给你送到家里去，这一只兔子至少也得10斤重呢，到镇上酒楼能卖50文，我看婶子面善，就给您个优惠，就收您45文好了。周围看热闹的人，包括沈括自己，都被这转折给惊呆了。他们都以为沈月娇是让赵杏花给忽悠了，却没想到小丫头还打算收钱。不过他们可是最了解赵杏花了，这可是只会占便宜，一毛不会往外拔的铁公鸡呀！沈家小丫头估计要失望喽。什么？你还想收我的钱？婶子，您这话说的什么意思啊？不会是想白得了这兔子吧？不会吧，我听说婶子的儿子马上就要考秀才了，秀才老爷不会连45文钱都拿不出来吧？
沈月娇表现得比他还要惊讶，眼睛瞪得大大的，小嘴不可思议地张着，见自己被一个小丫头瞧不起，脸色跟着沉了下来。哼，当然能拿出来，45文算什么？我儿子呀，马上就要考秀才了，到时候每月都能领1两银子呢。沈月娇做出一副松了口气的样子，脸上重新挂上了乖巧的笑。我就说婶子不是那种人，您怎么可能不舍得拿出45文钱给自家人买只兔子吃呢？您可是准秀才的娘呢，别说村里了，就算是在镇上，那都是让人们羡慕的对象。那是当然。赵杏花被他夸得心花怒放，好像他儿子已经是秀才了。还是你这小丫头会说话。那婶子，我们给你把兔子送到家里去，京城的夫人们可不会自己拿东西的。沈月娇说着，还不忘给自家三哥一个眼神，让他别愣着，赶紧往赵杏花家走啊。我三哥怎么还在发呆啊？赶紧带路去赵杏花家呀，要不然怎么拿钱？让别人占便宜是万万不能的。沈括听见自家妹妹的心声，这才回过神来，脸上瞬间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好嘞，婶子，我们给你送回家。周围有爱看热闹的人跟在他们不远处，毕竟只要不是傻子都看明白了，沈家小丫头这是想坑赵杏花的钱，也就是她自己被沈家丫头夸得找不着北了。婶子一看就是会享受的，京城里的酒楼一碗兔肉可得卖好几两银子呢。哈，你说真的？当然是真的，京城的夫人小姐最喜欢这些野味了，她们更喜欢买给自己的相公或者兄长弟弟，预示着大展宏图。哎呦，这京城的官夫人就是不一样啊，这说话一套一套的，吃个兔子都有这么多说法。杏花，你可是要当秀才娘的人，那吃的肯定不能比别人差呀。没有多远就到了赵杏花家，沈月娇笑眯眯地看着她。婶子，给你送到家里来了，您给我们45文就好了。不愧是秀才娘，买东西就是痛快，拿钱也不磨叽。那当然，我可不是那些穷鬼，这么点钱都拿不出来。赵杏花被他一句一个秀才娘说的嘴都合不拢，转身就要进屋里拿钱。赵杏花拿钱出来递给沈月娇。叔叔，可别到时候说我欺负你一个小丫头片子。见他真的给了钱，看热闹的村民都惊呆了，谁也没想到铁公鸡今天竟然遇到对手了。哎呀，不用数，我信得过婶子，您可是要做秀才娘的人，不可能会贪这点小便宜。正想挥手告别，就听见身后传来疑惑的声音。哎，你们都堵在这里干什么呀？沈括看清来人后，礼貌地打招呼。阿翠姑姑。哎，沈家小子，快回家去，你家里又来了要债的人呐。今天来的可不是一般人，遇到难处你们可以来找我啊。沈月娇面上笑嘻嘻，心中忍不住唾沫横飞，开始骂人。呸！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我可不敢找人贩子帮忙。我的傻三哥可别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不过又来要债了啊！原来今天就是我三哥被打死的日子啊！哎呀，小布你怎么都没提醒我？你说我能不能拦得住三哥啊？多谢阿翠姑姑，我们这就回去。沈括眼神一凛，急匆匆地往家走，还不忘拉了一把身旁的妹妹。这个时候娘自己在家，恐怕没法对付那些地痞，没有心情关注沈月娇口中的人贩子是怎么回事。沈括只顾着闷头往前走。主人，你并没有让小布提醒哦。你越来越不智能了，以前你都会主动提醒我吃瓜的，现在别人都打上门了，你还不提醒？哎，三哥，你……娇娇，三哥得赶回去，现在娘一个人在家呢，娘不会捂，会被那些人欺负的。
沈括既然已经听见了妹妹的心声，自然知道她想说什么。沈月娇双唇紧抿，两人步伐匆匆，还没到家，就看见门前已经站满了人。挤开人群，就见院子中间一个男人正大刀阔斧地坐在椅子上，后面站着6、7个壮汉，面前还有个皮肤黝黑的男子，看样子是想伸手抓人。住手！敢动我娘，我宰了你们！一愣神的功夫，沈括已经冲过去，把沈清面前的男子踹出老远。娘，别怕，我们回来了。嚯，我三哥这么厉害，为什么会被这群要债的给打死啊？怕不是这些人用了什么阴谋诡计吧？阿阔会被这群人打死？他忍不住紧紧攥着沈括的胳膊，张口想说什么，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只能无意识地摇头。娘放心，我会小心的，儿子定不会有事。王大头此时还在打量着沈月娇，昨天他手下过来要债却被天雷劈了的事情他已经听说了，打量了沈月娇几眼，也没发现他和别人有什么不同之处。既然你回来了，那就拿出银子来还债吧。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没有钱就用人抵。王大头说着用人抵债，眼神还不忘在沈月娇身上打量。沈括咬牙，把娘亲和妹妹挡在身后。不是说好3日后来取，这满打满算也才过去1天而已。我可没跟你们说好，别耽误时间。既然拿不出钱，兄弟们就要把这小丫头带走了。他一挥手，眼看着沈括和他们动起手来，沈月娇有些着急。妈的，这么多人围攻一个人，以多欺少，不要脸！哎，三哥小心，后面有人偷袭！哎，偷！哇，牛逼！我三哥躲过去了。我靠，怪不得我三哥会被他们给打死，那胖子有暗器，小人只会背后捅刀子。哎，哼，伤我三哥，我劈死那个不要脸的！劈！沈月娇吐槽的同时，不忘催动异能，几道雷同时劈到围攻沈括的几人身上，直接把人劈晕过去。又是一阵惊呆众人的操作，连看热闹的村民也被吓得脸色苍白，都以为这是触怒了神明啊！哎呀，怎么又降天雷了？这是上天在保护沈家呀！哎呦，这怕不是沈家老祖宗看不得别人欺负自己的子孙，开始显灵了吧？哼，沈家老祖宗当真要显灵，就不会让沈家小辈儿落到这步田地。怕不是这沈家小丫头身上有古怪，以前我们村里可没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啊。对于天雷的事情，大家众说纷纭。王大头脸色有些难堪，之前虽听手下说了赵达被天罚的事情，没想到今天会看到这幅场景。难道真像这些人这么说，沈家老祖宗看不得自家孙辈被欺负？其实他更愿意相信是沈家刚找回来的那个小丫头有些特殊本领。不管是什么原因，刚才那幅场景他都不想再经历一次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也不是故意为难你们的。沈括拳头紧了又松，松了又紧，才压抑住心中的暴躁。沈月娇看了看天色，主动开口道：我跟你们一起去镇上，卖了手里的药材，就把银子还你。沈括眼前一亮，对，去趟镇上，我们还钱。娘，娇娇在山上找到了人参，我们去镇上换了银子还债。王大头也不敢再说什么，听到他们要去镇上，也只能点头表示同意。沈括兄妹一起跟着王大头的马车去镇上。大越皇宫，中年帝王一身明黄色龙袍，端坐在龙椅上，看着下手慈眉善目的方丈，眉宇间都是疑惑。这是朕第一次感受到梦里神女的方位，现下可是方丈说过的时机。护国寺方丈玄冥大师身着一身杏黄色僧衣，
外披红色袈裟，躬身行礼。时机已至，景星苏醒。好，朕这就派人去向西南方寻找，势必找到神女，救我大越国。皇帝龙颜大悦，待玄冥离开后，立刻安排人按照自己梦中所提取到的信息去寻找神女。他从1个月前开始重复梦到同一个场景，荒凉的战场只剩下残破的城墙和烧焦的树木，断裂的剑矢和残破的盾牌散落在地上，诉说着曾经的惨烈战斗。沈月娇两人到镇上，直奔最大的医馆而去。王大头一路上都坐在马车的角落。沈月娇主动打破沉默：我知道你的秘密。他瞳孔放大，惊疑不定地看向沈月娇。什么？什么秘密啊？比如你今天来找我们的目的。你应该知道我的实力哦，我劝你从实招来。王大头眼神闪烁，依然保持闭口不言的态度。毕竟他还不知道面前小姑娘的能力，万一自己不打自招了，那不就中计了。沈月娇像是猜到他心中所想，趁着马车摇晃的间隙凑近他，用只有2人才能听到的声音说：打算给周云庆传信吗？那你想好自己怎么死了吗？还不想承认？是有的能力？看焦爷不吓死你！我没有。现在到镇上还有一段距离，你不妨试着说一些我想听的。沈括不动声色地看着2人的互动，心里已经有个小人在给你自己妹妹摇旗呐喊了。妹妹真是太厉害了，几句话就把王大头这种混子头子吓得浑身发抖。我说，原来周云清当年考中状元之后，还隐瞒身份回来过，而他回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收买2个知情人，王大头和杨准。因为他们2人当年在京城目睹了周云清攀附权贵、抛妻弃子的全过程，周云清不放心2人，而且沈家人也需要让人盯着，否则让他们找到京城去，自己也没有好果子吃。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了人在沈家的生意上动手脚，让他们成为彻彻底底的穷人，并且吩咐2人盯着沈家人，让他们没有机会离开青瓦镇。小布，他说的是不是真的？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是真的，主人。周云庆今天还给王大头送了信，只是信的内容他还没来得及看。你确定全部都说了？不要存有侥幸心理哦。我知道的，都说了。那我提醒你，昨天信。王大头听见信字，这才想起，来不及多想，从袖子里拿出一个信封递过去。是小的愚钝，确实收到了信，还没来得及看过，被小的忘记了，小姐别见怪。沈月娇揭开信打开，信封里装着5000两银票，信封上却只有3个字：沈家杀。他看过之后递给沈括：主人，你现在身体虚，情绪不宜大起大落哦。我情绪还算稳定，只是有点担心我这可怜的三哥，怕把他幼小的心灵刺激黑化了。不过我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周云庆现在才想起来杀沈家人呢？因为周云庆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其他孩子，他不能让自己的儿子死掉。曾经他还想把你的哥哥们接到京城，说是族里过继的孩子，只不过这件事一提出来就被他妻子拒绝了。那现在怎么想开了？难道他不怕自己断子绝孙了？周云庆从自家妻子口中得知沈甜甜的来历，而且尚书府也派人来过李家村，所以怕事情暴露，只能出此下策。还有让他最终下定决心的一点就是周云庆有一个小妾怀孕了，高明雅答应把小妾生的孩子抱到身边亲自养。一声重物的撞击声，
把正在和小布交流的沈月娇吓了一个哆嗦。沈括双目赤红，牙齿被咬得咯咯作响。沈月娇在心里无奈地叹了口气，伸手拉了拉他的衣袖。三哥，别生气，这件事儿还要从长计议，我们先解决眼下的问题。沈括这时候才反应过来，用力闭了闭眼睛，深吸一口气，才让自己冷静下来。娇娇别怕，三哥不是对你生气。我不怕三哥的，我三哥到底是怎么看出来我在害怕的呀？还想着慢慢在家人面前暴露出本性的，结果三哥一点都不理解我，我装乖装得好累啊！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你什么时候才装乖了？不会以为抿着嘴笑一下就是乖了吧？沈括听着妹妹跳脱的心声，心情也跟着好了不少，无奈拍了拍旁边左右摇晃的小脑袋。娇娇定是上天派来拯救我们的小仙女，若不是有娇娇，我都不知道自家未来会是什么命运。在几人各怀心事中，马车晃晃悠悠地停在医馆门口。此刻医馆里没有病人，沈月娇两人走进有些简陋的医馆，就看见朱红色的药柜前有一小童正在整理药材。似是听见身后有动静，小童转身问道：几位谁看病？哪里不舒服？请问小大夫，这里可收药材，我能否见见你们掌柜的？小童看了眼他后面的背篓，以为只是普通药材。熬制好的药材可以收，交给我就好。沈括虽没卖过药材，但也知道人参的珍贵，看了眼小童，有些犹豫，不知道他能不能做得了主。犹豫了一下，也就把人参拿了出来。用布裹着的人参被放到桌面上，小童顿时睁大眼睛，激动的声音都变了调：师傅，师傅！干什么？什么毛病这么着急？你这娃子越来越不稳重了。师傅，人参啊！人参？我看看。老大夫拿起人参端详片刻，面上也是难掩的激动。还真是人参，看这颜色和纹路，年份怎么也有500年以上了。沈括是个耐不住性子的，见老大夫只顾着拿人参看，他有些着急。大夫，这人参能卖多少银子啊？这参我给你200两，怎么样？老大夫这才把人参放下，神色瞬间正经。沈括这一下还真被问住了，怎么样？他哪知道怎么样？那还得问他妹妹呀。沈月娇对上他投过来的眼神，无奈的笑笑。可以的，三哥。其实他也不大了解这个时候的物价。拿了银子，沈月娇再次上了王大头的马车。沈月娇把银子递过去。这些钱是我三哥欠你的，不过沈甜甜欠你的钱，你得去京城自己讨。欠条给我。是。王大头这会儿也不敢多说其他，从兜里掏出欠条就给他递过去，动作那叫一个恭敬。沈月娇拿了欠条交给沈括，临走还不忘强调：记得早点去京城要债。沈甜甜现在可是户部尚书沈大人家的嫡女，不会差了你们银子的。王大头不知道有没有听明白他的意思，只是惶恐的一个劲儿点头。我让那些人去京城找沈甜甜，三哥会不会有其他想法呀？怎么会啊？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沈甜甜自己欠下的债，我们没有义务帮她还啊。还好三哥是个拎得清的，若是我三哥被沈甜甜骗得这么惨，以后还对她抱有幻想，那我可就真得考虑断舍离了。我这辈子誓死不做冤大头。三哥，我们去酒楼卖野味，然后买些好吃的带回去吧。哎，小布，你说张乔有没有被抓到呀？还有村里的那个人贩子，我得想办法报官才行。人贩子必须是被千刀万剐的存在，一个都不能放过。主人，半个时辰前，张乔已经被捉拿归案，
你二哥已经收到了50两银子的奖金。那就好。哎，你说这里的衙门收不收匿名举报信啊？那个李二翠还留在李家村呢，他一日不除，我这心里不得劲儿啊。张球是谁？村里的人贩子是李二妹，二哥拿什么奖金？妈的，人贩子就应该断子绝孙，那女人得破坏了多少家庭，赚了多少黑心的银子，自己吃的跟个猪站起来似的。第一，你可知刚才是谁在说话？是谁在说人贩子？属下没听见有人在说人贩子。你没听见？一个跳蚤的女生，你没听见？大人是不是太累了？最近您只顾着破案，几乎没有时间休息啊。三哥，我想吃叫花鸡。哎呀，这也太香了吧！这就是传说中的叫花鸡吗？哎呀，好想吃一口啊！主人，你快擦擦口水，大庭广众的，注意形象啊！我不要形象，我要叫花鸡。我长这么大都没吃过叫花鸡，哎呦，我可太惨了，我可真是白活这么多年了，嘿！小布啊，你除了查询还有什么功能啊？比如能帮我给官府送个信儿什么的。李二妹是府城那边通缉的对象，我们举报到镇上，不知道有没有用啊？小布在空间里没忍住翻了个白眼儿。主人，帮忙抓捕李二妹，府城的官府不给奖励。主人，你不是说没有奖金懒得管吗？可是李二妹藏得深啊，还和镇上的衙役有勾结，府城官府看起来能力又不太行的样子。如果没有人举报，李二妹还不知道又会破坏多少个家庭，不知道有多少个小孩成为孤儿呢。沈括无奈地看了自家妹妹一眼，不忍心看她满脸愁绪的样子，叹了口气道：娇娇，我们去书院看看二哥吧，顺便告诉二哥我们有银子了。他二哥那人心思最多了，一定能不着痕迹地帮妹妹解决问题，而且还能不被人怀疑。沈月娇乖巧地应了一声：好啊。哎呀，我可真是猪脑子，怎么把二哥给忘了呢？我自己在这儿瞻前顾后的，还不如让他去趟官府。二哥以后是要走仕途的，肯定要多和官府打交道嘛，就应该把这样的机会都留给二哥才对嘛。那先去书院一趟，再去买东西回家。沈括嘴角微抽，暗道这小丫头内心戏还挺多。时间有点晚，两人加快脚步走向书院，让门口的小厮帮忙把沈烨叫出来。这边沈烨听说自己的妹妹和弟弟找来了，还以为家里出了什么事情，着急忙慌的就往外走，一直到书院门口，看见自家弟妹安然无恙的站在门口，看上去也不像家里有事的样子，这才松了口气。沈括看了眼旁边眼睛咕噜咕噜转的沈月娇，笑着开口道：阿阔、娇娇，你们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今天上山，娇娇找到了人参，我卖了银子把债还清了，就想着过来告诉二哥一声。沈烨挑眉，这么点事还需要特意来找他一趟？像是感觉到什么，沈烨皱眉地看向他们身后，看了一会儿没发现什么不对，才对两人道：正好我跟先生告了假，我跟你们一起回去一趟。哎呀，三哥，我们在酒楼里买的叫花鸡忘记拿了，你回去拿一下吧，我好累啊，就不和你一起去了。我和二哥在这里等你，如果找不到，你就再买一只吧。啊，我这都是说了些什么？是找的什么破借口？三哥不会以为我在胡言乱语吧？哎，不行，我得赶紧把叫花鸡藏起来。不管了，先把叫花鸡收起来。三哥就算怀疑也没有用了，反正我就是打死不承认，必须把三哥支开，才能跟二哥说李二翠的问题。否则
找借口就会被三哥戳破。那阿阔，你回去看看，我和娇娇在这里等你。沈阔无奈地和二哥对视一眼，只能给妹妹留出发挥的空间。行，那我去酒楼看看，如果没有就重新给你买一份。好，三哥最好了。眼看着小姑娘的三哥向自己这个方向走了过来，若是让他走到巷子口，自己肯定要暴露了。端木林只能自己主动站出来打招呼。沈小公子，好巧啊。沈烨正等着听听自家妹妹想说什么，就看见刚才还在太守府见过的端木大人向自己这边走了过来，心中虽有疑惑，但还是规矩的躬身行礼。见过端木大人。端木大人？谁啊？这帅大叔长得还怪好看啊。这是镇上官府里的人吗？那我是不是和二哥说话有些不方便啊？他怎么打了招呼就不说话了？帅大叔怎么还不走啊？主人，这是炮灰反派端木林，就是和男主作对的永安王府世子，现在是在青州府的知府。你想举报李二翠的事，正好可以和他说。啊，就是那个被外放到青州，然后被男主设计害死的小炮灰吗？唉，怪就怪这帅大叔在皇权争夺中选错了派系呀。不过也不能怪他，谁能想到最后坐上皇位的会是男主那个小可怜呢？娇娇累了吗？跟二哥进书院休息一会儿。好啊。沈公子不介意多本官一个吧？当然，大人请。二哥，你那50两银子的奖励拿到没有啊？拿到了。沈烨挑眉，从袖子里拿出一个小香囊袋子给他看。嘿嘿，二哥真厉害。沈烨嘴角含笑宠溺地看着自家妹妹。我们来找二哥的路上遇到有人讨论人贩子呢，有人说府城那边在通缉一伙人贩子。二哥，你听说了吗？没听人说过。他看了眼端木林，并没有配合沈烨交往下说。小姑娘还听说了什么？可知道若是能提供捉拿人贩子的有效线索，官府会给奖励。啊？什么奖励？有银子吗？小布，你不是说没有奖励吗？我都做好了让这位帅大叔白嫖我消息的打算了，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开心。主人，小布这里确实没有查询到府城那边有发布悬赏。端木林就看到面前的小丫头满脸期待的等着自己回答，贪财的小模样让人看了只觉好笑。若真能助官府抓获人贩子，奖励1200银；若只提供消息，也可奖励500两。好，那我先跟我二哥说几句话。沈月娇眼里掩饰不住的兴奋，拉着沈烨往旁边走了几步。二哥，我今天和三哥进山打猎的时候遇到了人贩子。那你们没受伤吧？你三哥有没有保护好你啊？人贩子没有发现我们，不过我听见人贩子的谈话，他们拐卖了不少人呢。我认出来其中一个人就是我们村里的李二翠。二哥，你快去告诉那位大人吧，说不定他们就是要通缉的对象呢。沈烨拍拍他的头，声音温和。好，二哥知道了。还有其他的吗？小布，除了李二翠之外的人贩子，他们都藏在哪里啊？在永乐街31号，里面还有7个孩子等着解救。我还听到李二翠的同伙藏在永乐街31号，他们手里还有被拐的孩子呢。好，二哥去跟端木大人说，娇娇去那边坐会儿。沈公子请坐，不必紧张，本官不会让令妹陷入危险中。多谢大人。想必大人也能猜到刚才娇娇跟我说了什么，那伙人贩子。该说的沈烨一点都没落下。端木林在他说完之后皱眉思虑片刻，便做出决定。本官先回去捉拿人贩子，待到本案结了案，本官亲自去给小丫头送个赏银。娇娇，可休息好了。好了，二哥，
我们可以回家了。那走吧，先去找你三哥。只是现在太晚了，恐怕赶不上回村的牛车。沈月娇微微弯起的嘴角瞬间耷了下来，低头看了眼自己的小短腿，忍不住开口：二哥，回去太晚了，娘该担心了。我们雇马车回去吧。好，那我们去找马车。两人走到书院门口，正巧沈阔背着竹篓回来了，他手里还拎着一个油纸包，看起来心情很好，走路都带风。沈阔扬了扬手中的油纸包：娇娇，看三哥给你买了些什么？三哥带了什么？我知道肯定是好吃的。刚才路过糕点铺子，给你买了云片糕啊。哇，我三哥真是太懂我了吧，他是不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这就是兄妹间的心有灵犀吗？ Oh my god， 三哥对我最好了。谢谢三哥，娇娇正巧想吃云片糕呢。沈烨眼神凉凉的扫了沈阔一眼，笑得跟个大傻子似的。不就是买个云片糕，那还不用妹妹自己赚钱去买的，有什么好得意的？跟三哥还客气什么？正巧赶上云片糕减价处理。很好，傻子就是傻子。哼，这是什么直男发言啊？难道是因为打折才给我买的吗？我在三哥心里就不配吃正价的云片糕吗？我不是你最喜欢的妹妹了吗？你难道不是对我最好的三哥了吗？沈月娇瞬间给他表演了一个笑容消失术，沈阔得意的表情瞬间僵在脸上。沈月娇瞬间给他表演了一个笑容消失术，沈阔得意的表情瞬间僵在脸上。他只是随便找了个借口，不然怎么解释自己突然会买云片糕这样的事儿呢？手足无措的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求助的眼神看向自家二哥。沈烨嘴角不自觉地噙着一抹笑意，手握成拳抵在嘴边。阿库怎么买减价的云片糕？是不是手里没银子了？二哥昨天抄书挣了些银子，我们去给娇娇买些新鲜的糕点吧。还是我二哥最好了。二哥舍得为我花钱，书上说舍得为你花钱的人不一定爱你，但是不舍得为你花钱的人一定不爱你。三哥一定不爱我，三哥再也不是对我最好的人了。怎么感觉二哥越帮越忙了？什么正经书上能说这些？你都看了些什么书啊？卖人参的钱都在三哥那里了，他怎么可能连个云片糕都买不起？真是太伤我的心了。也不知道这云片糕是不是像二哥说的不新鲜了？肯定不新鲜了吧？只有不新鲜的云片糕才会打折出售。沈烨眼里掩饰不住的笑，面上却对弟弟做出一个爱莫能助的表情。没办法，谁让你不会说话？我也替你解释过了，可是娇娇就是不听呢。我吃减价的云片糕就好了，不新鲜的也好吃。二哥抄书这么辛苦，就不要把银票浪费在这上面了。等下次再来镇上，我请二哥吃新鲜的云片糕。这云片糕是新鲜的，娇娇你尝尝看，那家糕点铺子口碑还不错，每次都是当天做出来全部卖完，不会留着过夜的。沈月娇看他这么着急，为了维持自己温婉礼貌的形象，便打开油包纸尝了一块。口感细腻，甜而不腻，很好吃。哥哥们也尝尝。味道真的很不错，不过还是没有院长妈妈那个味道。看来以后只能回味了，再也找不到原来的味道了。沈月娇不会知道自己心里的吐槽被两个哥哥记在心里，两人以后不管走到哪里，只要有云片糕都会给他带上一份。三人来到车坊雇了马车，又在镇上转了一圈，买了些米面油盐，反正就是平时家里不舍得买的东西都被沈月娇要了个遍。今天多亏了娇娇，家里才能赚到这么多银子。娇娇选些自己喜欢的，
就当是补偿见面礼了。沈月娇揭开窗帘，正巧看见街上有个卖糖葫芦的摊子。三哥已经给我买了糕点，不如二哥就送我一串糖葫芦吧。好，二哥去买。沈烨点头，下了马车，很快拿着串糖葫芦回来。沈月娇接过糖葫芦，咬了一口，笑得眉眼弯弯。谢谢二哥。纯天然无污染的糖葫芦，酸酸甜甜就是好吃，和打折的云片糕不相上下。其实打折只是借口，但是我有苦说不出啊。哎呀，这马车就是舒服。等过2天，我再拿颗人参出来换点钱，一定要换辆马车。不对，我过几天还能领一笔奖金呢。说起来，府城就是不一样的，连奖金都比镇上多那么多，那可是100倍呀，100倍！哎，都是炮灰，贫富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王府世子就高人一等呗。沈括惊愕地看着自家二哥，眼神询问：怎么回事？什么奖金啊？沈烨淡漠地看了他一眼，别开眼神，假装没看懂他的意思。反正回去都会一起说。在沈月娇的碎碎念中，马车停在沈家门口，沈清已经在门口等得望眼欲穿了。娇娇，没事吧？那些人有没有为难你们？娘，我和哥哥都没事儿。您看，我们这不是好好的吗？外公和大哥他们回来了吗？走，先进屋。你大嫂还在厨房做饭，你外公和大哥去拜访朋友了，得天黑才能赶回来。那我们进屋吧。大嫂在做什么好吃的呀？我去帮忙。母女二人进屋，留下沈烨两兄弟无奈地对视一眼，他们都被遗忘了。青瓦镇永乐客栈，林一把昏迷不醒的李二翠丢在地上。大人，李二翠抓来了。李二翠自7年前出嫁之后便再也没有回过李家村，半月前却突然回村投奔兄嫂。据村里人说，李二翠回村之后3天2头去镇上，听说在镇子上有夫家那边的亲戚。属下和灵儿到李家村之后，把李二翠的相貌和疑犯画像做了对比，确认了一下，李二翠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伙人贩子在青州府的联络人。端木林坐在太师椅上，眉头轻皱，眼神幽深，手指有节奏地点着桌面。准备一下，立刻动身回府城，传信给林武，让他们集合所有人，亥时去永安街36号抓人。是，属下这就安排。夜幕降临，天边的晚霞渐渐隐去，一轮明月挂在了夜空中。沈良带着沈琛回来的时候，饭菜都已经热了2次。两人风尘仆仆，一看就是没赶上牛车从镇上走回来的。爹，你们回来了，一切可还顺利？沈清见人回来，赶紧起身迎了上去。沈良摆摆手没说话，他实在是太累了，这老胳膊老腿的可经不起折腾了。沈琛见母亲担心，主动安慰道：娘放心，一切顺利，我们只是没赶上牛车回村，从镇子上走回来，外公有些累了。哦，顺利就好，顺利就好。你们先整理一下，我去把饭菜热一下。李玉婷起身跟了上去。娘，您歇着，饭菜我去热就好。我帮娘和大嫂一起。沈琛疑惑地看向自己二弟。怎么今天就回来了？沈烨摇头。遇到些事情，觉得还是回来跟大家一起商量一下比较好。什么事儿？又有人给你使绊子了？沈琛皱眉，能让自家二弟找人商量解决的事情，恐怕不是小事。是关于娇娇，事情有些复杂，晚一点一起说比较好。好啊。哎，今日王大头带人来了。沈琛没继续问，转头看向沈括，沈括满脸与有容焉。是啊，不过被娇娇给解决了。阿叶啊，你刚才说的是什么事情？
今日娘带娇娇从书院离开之后，我又在镇上碰到了娇娇，那时候她正在看官府贴的告示。沈烨仔仔细细把今天所发生的事情讲了一遍，在知道除自家人以外还有其他人能听见沈月娇的心声，沈家所有人都皱紧了眉头。那阿叶，你觉得这位知府大人相对于我们是敌是友啊？是敌是友现在还未可知，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知府大人现在有求于娇娇，至少在他自己危机解除之前，娇娇是安全的。其实娇娇比我们想象的要厉害得多啊，她真的能请动天雷。天雷？你是说昨日那雷不是巧合？昨日的天雷我没看到，不过今日的2次我都亲眼所见。下午我和娇娇在山上遇到了蟒蛇，那蛇潜伏在娇娇身后得有1人多高，就算大哥在场也不一定能救下娇娇。当时我都吓傻了，可娇娇只是问了蟒蛇的位置，便出现一道天雷把蟒蛇给劈死了。还有王大头带人来要债的时候，我通过娇娇的心声避开多次偷袭，最后也是娇娇抢了天雷把那群人劈晕的。沈括手舞足蹈地讲述了全过程，包括沈月娇忽略赵杏花的那段和在马车里审问王大头的事情。说起周云京曾经在暗处给他们使绊子，暗害他们兄弟和沈清的时候，所有人的脸色都不好看。没想到我们那位父亲藏得这么深，既然现在已经不需要我们几个儿子了，那恐怕之后还会安排别人来取我们的性命。大哥和阿阔都要小心一些。看来我们要给那位好父亲找点事儿做，省得他总把心思放在不该放的位置。周云京当年进京赶考后便再没有出现过，周家族亲都还不知道他在京城做官吧。沈烨手指有节奏地敲击着桌面，眼神幽深如墨。他从小没有父母，能有今日成就都是周家族亲的功劳，如今功成名就，怎么能不帮衬自家亲族兄弟呢？我会让人把消息传给周家族老，看来我们也不用托人去京城打听消息了，娇娇说的都是真的。沈琛面沉如水，既然父不辞，那就别怪他们不孝了，这也只是他们向周云京宣战的开始而已。此时空间里睡得正香的沈月娇被小布喊醒，迷迷糊糊的在空间里洗了把脸，随便披上一件外袍便出了门。小布，快把王大头所在位置发给我，速战速决，我们回去还能再睡会儿。好的，主人，位置已发送至空间屏幕。沈月娇根据位置显示操控着空间移动，大概一盏茶的时间便到了王大头镇上的宅子。此时王大头睡得正香，沈月娇直接一盆冷水把人浇醒，方法简单明了。啊，什么人？哪个龟孙子？睁大你的狗眼，看看你姑奶奶是谁！他娘的，沈仙子，姑奶奶，您怎么来了？我说你听着，你明日就启程去往京城，不但要去找沈甜甜要债，还要去找周云庆。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把这2个人对我沈家做下的事传得人尽皆知。我想5000两够你运作了吧？就用他自己的脏钱凭自己的脏事儿吧。可是，你以为你不去京城，周云庆就会放过你吗？你别忘了，你知道他这么多年隐藏的秘密，如今他要灭口我们沈家，你以为你还能安然无恙的活着？你若按照我说的做了，或许还能在他们手里拿到跑路的盘缠，若不按我说的做，你便见不到明日的太阳。你自己选。是，小的天一亮就动身。不要想着阳奉阴违，你知道我的手段的。若是半个月后消息没在京城传开，那你小心自己的小命。到时候，不管你躲到哪里，我定能让你求死不能。沈月娇眼神悠悠地盯着他，一直到把人吓得浑身发抖，才闪身进入空间，操控着空间离开。
在王大头看来，那就是他使用仙术凭空消失了。知道他有这样的能力，王大头更不敢违背他的话，心里决定自己一定要按照仙子说的话做。沈清妹子在家嘛，有官府的人来你家了。今天家里只有沈月娇和沈阔两人，所以听见声音赶紧迎了出去。哎呦，你们兄妹两个在家呢，快，你们家来贵人了。贵人？婶子说的什么贵人？赶紧出去看看不就知道了。那贵人可是点名要找沈叶公子呢。你二哥不在家啊？二哥昨日已经回书院了。沈阔话音刚落下，就见那车上下来一个30多岁的儒雅男子。哇，原来是帅大叔给我送银子来了，果然是贵人，这个婶子没说错。帅大叔送银子，什么情况？端木林听到沈月娇的心声，一个踉跄，差点没当场表演个平地摔。怎么又是帅大叔？能不能有个正常的称呼？哎，这帅大叔怎么腿脚不好的样子啊？差点就摔了这张英俊的脸。小丫头，又见面了。本官说到做到，亲自给你送赏银来了。大人是不是弄错了？那线索是我二哥提供的，银子可以是我的，但是功劳一定要是二哥的。我又不入世，就不凑热闹了。大人请里面坐，二哥去书院之前说起过那件事。端木林闻言眉头轻皱，虽然还是不理解为什么沈阔也会把功劳归结到沈叶身上，但也还是点头，顺着他的意思进了屋。沈阔说了几句场面话，让看热闹的村民离开。两人进屋之后，对着坐在上首的端木林行了一礼。草民沈阔，见过知府大人。见过知府大人。哎呀，这动不动就下跪行礼，搞得我都想做个跪的容易了。哎，还好我见官的时候不多。端木林嘴角忍不住抽动，暗道这小丫头当真是心口不一的厉害，表面看来端庄得体，内心跳脱活跃的紧呢。不必多礼，今日我只是给小丫头送赏钱，顺便还有事情要问一问你。谢大人。沈月娇站起身，疑惑地看向端木林。大人有什么问题请讲。还有啥问题？难道人贩子还没抓到？我不是已经提供地址了吗？这都抓不到人，那府城的官兵也太废了吧。你可以测算过去，预知未来。大人怎么会这么问？他不会调查过我吧？我不就是给他提供了个消息，我何能让知府大人浪费资源调查我的过往啊？哎呀，帅大叔滤镜随地。我需要确定你的消息是否属实和来源，所以让人调查了你的过往。据我所知，你是前不久才被尚书府从京城送回来，那么你是如何知道赵达谋杀自己妻子的呢？当官的果然没有一个心思简单的角色，果然我还是以貌取人了。帅大叔也不是个省油的灯，竟然还搞暗中调查这一套。大人说笑了，小女哪有那么大的能力，只是会些看相算卦罢了。那帮本官算算可好？大人想算什么？小女也只是懂些皮毛而已。就算算未来的命运吧。我要怎么告诉他活不过1年呢？我要怎么告诉他站错了阵营呢？不过真算起来，端木林也不算站错队，毕竟永安王府忠于皇帝，那么辅佐太子就是应该的呀。坏就坏在太子是个病秧子，自身难保，更别说保住自己的幕僚了。所以太子一派最终没有一个好结果。不过这个永安王世子死得最早。沈月娇心里吐槽不停，面上却不显。沈阔在一旁听着两人的谈话，沉默不发一言。算了，
看在他是个好人的份上，还是帮一帮他吧。哎，都是炮灰，同为可怜人呢。端木大人本应该一生贵不可言，只是命中犯小人，一遭小人算计，若不小心防范，恐有性命之忧。可不就是命犯小人吗？不但被男主算计，自己府里还被安插了各方势力的眼线。若不是你妻子暗中防范，永安王府早就倒了。哎，可惜了，你总是误会自己的妻子心机深沉，误把别人安插的眼线当成救命恩人，还真是眼盲心瞎了。端木林瞳孔微缩，他府上被安插了各方势力的眼线，一直被自己当成救命恩人的表妹是别人的眼线。难道我认错了救命恩人？可是什么人能够在20多年前就在我府上安插眼线呢？那时候表妹薛柔只有5岁吧？可否能详细说说这小人是谁？沈月娇心里的白眼都快翻上天了，面上还得保持端庄得体的形象，努力让自己笑得不那么僵硬。大人今日可是要从京城接什么人来青州？妈耶，小人是谁你问我？你当算命的是神仙呢？连小人名字都能给你算出来。哼，咋想的？当官不带脑瓜子呀？哎，还好我知道那些眼线都有谁，不然还真就被你给问住了。是，家里表妹近来心情不好，想来青州散散心。端木林双拳紧握，掩饰自己内心起伏，心里也忍不住吐槽：你心口不一，你高尚，就你有脑袋瓜子，你是祖宗，行了吗？那大人您可要当心了，您这位表妹可不是简单的人物哦。哈哈，以前经常看到小说里认错救命恩人的梗，都觉得脑残极了，没想到今天这脑残就被我给遇上了。快让我看看这脑残和我们普通人有什么不同之处啊！端木林还没开口，身后站着的林一却忍不住了：不可能，表小姐可是我们世子的救命恩人，她的身份绝对不会有问题，谁会伤害世子？表小姐都不会。啊，你很了解你们这位表小姐？当然，表小姐从小住在府上，和我们世子可以说是从小一起长大，怎么可能会是你口中的小人？你这小丫头不要信口开河。林一，闭嘴！你的意思是我这表妹就是你口中的小人？她可是有什么不妥之处？听这丫头的意思，我身边的眼线恐怕不止这一个，不知道薛柔牵扯的是哪方势力，得让她多透露些消息。大人，这位表妹冒领了你妻子的功劳，具体还需要您自己去查探，说不定还会有意外收获呢。沈月娇端起旁边的茶抿了一口，眼里闪过戏谑的笑。哼，还未有什么不妥之处，给你下绝育药算不算不妥啊？他觊觎你的身体，想和你春宵一度算不算不妥啊？他在外面养了7、8个肌肉猛男，算不算不妥啊？坐在一旁默不作声吃瓜的沈括听到这里，刚入口的茶没忍住直接喷了出来。端木林更是面色突变，差点没被自己的口水呛死。沈月娇被两人突如其来的咳嗽弄得不明所以，不知道这是受了什么刺激啊。他起身走到沈括旁边，抬手轻轻地在他后背拍着。哎呀，三哥，你这是怎么了？林一也是满脸懵的看着两人。大人，您没事吧？你看我像是没事的样子吗？两人咳得那是满脸通红啊，都用一种特别惊悚的眼神看着沈月娇。这两个人什么毛病啊？这么看着我是要干什么？我说错什么话了吗？我刚才说了什么？哦，对了，我告诉帅大叔他表妹抢了他妻子的功劳。那这两人为什么咳成这样？
难道他们……感谢沈小姐，我会回去调查薛柔。端木灵见他想法又开始天马行空，赶紧出声打断他的思绪。好的，那端木大人遇到什么问题可以来问我。那轻声细语、知书达理的样子，简直跟刚才疯狂吐槽的新生判若两人呢。好，那本官今日就先告辞了，日后恐怕还要来讨扰沈小姐。端木灵到门口时，像是想起什么，突然停住脚步，从袖中拿出一块玉牌，递给沈月娇。日后有什么用得到本官的，可以拿此玉牌去府衙或府城的永盛当铺。多谢大人。沈月娇略一犹豫，便伸手接了过来。恭送大人。端木灵点头离开，跟在后面的灵一满脸都是震惊。那块玉佩是可以代表他们世子身份的牌子。难道这个小丫头真有什么过人之处？她真的会算命看相啊？三哥，你看，我们的启动资金到了，现在只剩让外公和娘同意我们去府城了。确实够了，这都是娇娇的功劳。自从娇娇回家之后，我们家也算转运了啊。那三哥，你先去找人做这个烧烤架子吧，做出来之后就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行，等做好了给娇娇拿过来。沈括拿着图纸兴冲冲地离开，家里只剩下沈月娇一个人，他便打算出去走走。这个时候村里的孩子都在外面玩，突然被一阵呼救声叫醒。哥哥，狗蛋掉河里了！哎呀，快去喊李寡妇呀！柱子叔，快救救狗蛋！狗蛋，快抓住，抓棍子！沈月娇看着河里的人越来越往下沉，也顾不上再想其他，扑通一声跳进水里，终于把人拉上岸。沈月娇这才松了口气。狗蛋儿，我的狗蛋儿！哎呦，我的儿子呀，怎么就掉到水里了？哎呀，狗蛋儿怎么躺着不动啊？这是淹死了！哎呀，婶子，别哭了，先救人要紧，我先给他做急救，大家让一下。几人听见他这么说，才反应过来，赶紧把位置让出来。看着眼前的小姑娘在自家儿子心口处不停地按压，不知道是在捣鼓什么，但是看起来不像是要救人的样子啊。哎呀，死丫头，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要害死我儿子吗？杀千刀的，你这小小年纪就这么狠心呀！哎呀，这是在做什么呀？这狗蛋这是死了？这小娃子哪里来的？狗蛋死了他都不放过。是这小丫头把人拉上来的？看着浑身湿的，这姑娘清白呀，算是完喽。这沈家刚找回来亲闺女吧，小年纪怎么就不学好呢？这大庭广众的男人。小姑娘是为了救人，是沈家小丫头把狗蛋从河里拉上来的。哟，拉上来怎么还在人家心口乱摸啊？我活这么大岁数，没见过这种救人的法子。就在众人议论中，终于沈月娇手下的少年吐出一口水，接着就是一阵剧烈的咳嗽，人也醒了过来，只是看起来有些呆呆的。哎呦，娘的狗蛋儿啊！哎呦，幸好你没事儿，你要是有个好歹，娘可怎么活呀？哎呀，狗蛋儿醒了，真的把水吐出来了。沈家小姑娘还能救人？京城里的大小姐这学的就是多呀！啊，这李寡妇刚才还骂人家呢，真是好心没好报，就是这么对待救命人的。人醒了，你们把她带回去吧，最好找个大夫看看。沈月娇留下一句话，直接起身离开。沈月娇回家换了身衣服，也没有了在村里继续逛的兴致，索性直接关上门进了空间。一进空间就听见小布激动的声音：主人，空间能量增加了。真的？小布，你做的什么啊？
不是小布做了什么，而是主人你自己收获了功德，而功德转化成了空间能量。功德？你是说我刚才在河边救人，所以得到了功德？那我现在能修炼异能了吗？现在能量还不足以支撑主人修炼，想要修炼，主人还需要继续赚功德才可以。还需要赚功德？哪有那么多人等着我去救啊？今天也是碰巧而已，更何况我又不会医术，想救人可不容易啊。主人想学医吗？小布可以教你，空间里有医术传承。小布声音落下，空间屏幕上便显示了所谓医术传承的介绍。第一任主人，这空间还有好几任主人。哎，那小布，你能跟我说说空间的历任主人都是什么人吗？小布没有见过前几位空间的拥有者，每位空间的主人都拥有自己的空间灵宠，而且每个空间灵宠所拥有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小布虽然能看懂所有人的生平，但是不包括空间的历任主人。沈月娇也不在意这些，只是点头表示知道了，然后在空间屏幕上接受医术传承考核几个字上轻点了下，屏幕上的字瞬间射出刺眼的光芒，之后沈月娇一瞬间的眩晕。啊，我这是又穿回来了，怎么这么突然啊，小布？沈月娇有些懵，忍不住用意识联系小布，但是这次没有听到小布的回答。沈月娇皱眉，总感觉有些不对劲儿，但是又说不上来哪里有问题。正恍惚间，就感觉车子突然晃动，而后便听见了车子的撞击声。哎，我们得赶紧把后面的人弄下去，否则等会儿车爆炸了就麻烦了。不知道谁喊了一声，然后车上还清醒的人便开始有了动作。沈月娇没有动，她此刻只有一个念头：受伤的人不能轻易挪动，否则会造成2次伤害。嘿，姑娘你别愣着呀，快点过来帮忙。沈月娇没有听他的，而是阻止众人挪动受伤最严重的司机。重新回到了空间里，他面前站着一只满眼担忧的小白狼。啊，小布，我刚才是怎么回事？主人刚才怎么晕倒了？我晕。沈月娇想说什么，却被一阵突如其来的头痛打断了，像无数根针扎进了自己的脑袋，疼得他脸色苍白，额头渗出冷汗。一个漫长的过程，脑海中的思绪慢慢清晰起来。主人，你接受了医术传承，主人真厉害。你怎么知道啊？刚才不是还不知道我为什么晕倒吗？第一任空间拥有者的玉牌碎了，主人的玉牌上多了一个医学标志，小布第一时间就注意到了。玉牌？什么玉牌啊？小布可以看到历任空间拥有者的玉牌，每块玉牌上都有可以传承的文化。啊，竟然还能这样！那以后是不是他想学什么都可以了？空间的历任拥有者都来自不同的世界，所以他们所学的知识不一样。主人以后用得上的，小布都会做出提醒。这次主人接受了医学传承，还需要多加练习才能熟练运用哟。可是我要怎么练习啊？总不能直接用别人做小白鼠吧？这是可以用来练习医术的工具，主人可以随意使用。小布声音落下，沈月娇面前便出现了一堆的医学工具，有银针、穴位图、医书、手抄本，就连人体模型做的极其逼真。嚯，这模型脉搏跳得跟真人一样啊！模型上的脉搏1刻钟变化一次，主人可以见识到多种病症，小到风寒，大到各种疑难杂症都会出现哦。这么神奇啊！那我去练习了。小布，帮我关注一下空间外面的动静，有人来了记得喊我一声。沈月娇趁热打铁，直接拿着工具找地方练习去了。沈月娇沉醉于练习医术，一直到午时，李玉婷敲门喊她吃饭，这才揉着眼睛出了空间。啊，来了，大嫂。
娇娇昨个夜里没有休息好吗？还是有哪里不舒服呀？睡得很好，大嫂。哎呀，我一向睡眠质量杠杠的，更何况昨天晚上小布说王大头已经赶往京城了，这也算是解决了大麻烦。知道这个消息，睡得更加香甜。正准备吃饭的沈家人听到心声，纷纷朝着门口看了过来。青瓦镇到京城最快也需要10天时间吧？哎，只是可惜了，不能亲眼看到周云庆和沈甜甜倒霉。准备吃饭的沈家人听得满脑袋问号，这跟周云京什么关系？所有人都把视线投向这几天一直跟沈月娇待在一起的沈括，只可惜在对方那里同样没得到答案。今日那些镇上要债的没来家里找麻烦吧？沈月娇见自家三哥没有要回答的意思，便信誓旦旦地开口保证：大哥放心，我们都已经把银子还了，他们以后不会来找麻烦的。切，他们哪有时间来找麻烦？王大头还得带人去京城宣传周云庆和沈甜甜所做下的糟心事儿呢。哎呀，我这也算是小小的报复一下了吧。至于周云庆他们要怎么对付王大头，就不需要我担心了。我可太喜欢看狗咬狗了。家里其他人终于也猜出怎么回事了，只是不知道沈月娇是什么时候又安排了王大头做这些事情。他们已经听说了，周家族人也已经在去往京城的路上了。饭后，沈括拿出自己做好的烧烤架子给沈月娇看。娇娇，你看这是不是你要的东西？这是什么？娇娇让你做的？娇娇要这个做什么？没错，三哥，就是这样做的，这是做吃食用的。不如我们今天晚上就吃烧烤吧，我让外公和娘亲还有哥哥嫂嫂都尝尝我的手艺。行，那就听娇娇的。既然准备晚上吃烧烤，那当然就要去镇上买肉。这种出门凑热闹的事情，定然是不能少了沈月娇的。在他一顿撒娇卖萌之后，沈清终于答应让他跟着2个哥哥去镇上。娇娇啊，可得跟紧你大哥，今天镇上赶集，人太多，容易有拐子。娘，你放心吧，我一定拉着大哥不撒手。沈家这边相处温馨，李寡妇家里有人正在给他出主意。妹子，你别嫌我说话难听，就狗蛋这样的，恐怕一辈子都找不到媳妇了。你可得抓住这次机会啊！可是沈清能同意吗？毕竟他儿子因为风寒发热烧坏了脑袋，如今16岁的年纪，也只有3、4岁的智力。沈家丫头可是从水里把狗蛋抱上来的，这大热天穿的又少，和狗蛋湿着身子搂搂抱抱，她不嫁给狗蛋还能嫁给谁？名声都没了，谁还敢娶她？可是狗蛋和那小丫头还都没到成婚的时候，而且沈家丫头救人的时候，河边也有不少人看着呢。那就先定亲，等过2年再成亲。只要定下来，这丫头还不就是你家的？妹子，你明天就请媒婆去提亲，这事儿一准能成。行，那我听嫂子你的。为了自家儿子，他觉得自己可以试一试，成了最好，就算不成，他也不会亏什么。2人又嘀嘀咕咕一顿，见李寡妇是真的听进去了，赵杏花这才满脸得意地离开。沈琛安排沈括去买马车，自己则是陪着沈月娇到处乱逛，买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据说都是做吃食需要用的。差不多了，大哥，我们再去一趟医馆吧，我想买些药材给娘调理身体。娇娇还懂医理？以前学过，我给娘把脉，发现娘有些体虚，想给娘买些补药。哎呀，也不知道大哥能不能相信我，实在不行，我就开出药方给大夫看看。医馆的大夫证明之后，大哥肯定就相信了吧？
大哥相信娇娇，走吧，我们去给娘抓药。沈月娇见自家大哥毫不犹豫地相信自己，心里忍不住的高兴。哎呀，我大哥毫不犹豫相信我的样子真的好上头啊！大哥放心，就冲你这份信任，我一定会保护好全家，不让你们炮灰掉。沈琛带他来到一家医馆，并不是上次卖人参的那家。这家医馆的杨大夫曾经给娘调理过身体，以前娘身体很不好，已经到了经常晕倒的地步，调理了半年才变成现在这样。阿琛，怎么来我这里了？你外公和你娘还好吗？杨爷爷放心，家里一切都好，我和妹妹来给我娘抓些调理身体的药。哎，都好就好就好。不是有人病了就好，他那老友家里可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也不知道是得罪了哪路神仙，这些年沈家不管做什么都不顺利。我听大哥说，娘以前身体虚弱，多亏了杨爷爷一直帮忙调理，劳烦您帮我看看这个方子，可适合我娘的身体。沈家小丫头怎么变了副样貌啊？不过现在比以前好得多，至少看起来有礼貌多了，比之前讨人喜欢。杨大夫疑惑地看着沈月娇，沈琛看出他的疑惑，简单几句话便把抱错孩子的事情解释了一遍。杨大夫听了只觉得稀奇，怎么什么事儿都被沈家遇上了呢？小丫头回来就好，我来给你看看方子。哦，这方子是哪儿来的呀？杨大夫笑眯眯地接过药方。丫头，你这药方是哪儿来的？是在书上看到的。这药方是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没问题。这方子妙啊。你是从小学医的？差不多吧。可没有什么从小就学，尚书夫人那是一心把自家闺女培养成第一才女的人，怎么可能让自家闺女学医啊？我只是昨天刚刚接受了前辈的传承而已，现在只能开个药方，还得多加练习呢。哎，大哥，你这是什么眼神啊？是不是被妹妹的聪明才智惊艳到了？嘿嘿，小意思啊！再等我练几天，那必须得是天下第一神医才行啊！这小丫头不止跳脱，还自恋。那娇娇丫头可要来我这医馆坐诊呢？谢谢杨爷爷的赏识，不过娇娇才回家，对这边的环境还有些不适应，就先不给杨爷爷添麻烦了。杨爷爷放心，家里情况现在好多了，这还要多亏了娇娇在山上捡到了人参。哇，三哥买的这马好威风啊！娇娇喜欢吗？这可是三哥费了好大劲儿才选出来的，听说是退下来的战马呢。想骑！果然这个世界是不同的，不但马匹能随便买，竟然还能买到退役的战马。娇娇，我们先回家把车卸了，然后三哥找地方带你骑马。三哥小时候可是学过骑马的，虽然不如大哥骑得好，但是比我二哥可强多了啊。好啊，大哥三哥，我们快回家。好吃，没想到羊肉还可以做得这么美味。娇娇，你这厨艺真是绝了呀！好吃是吧？我保证这烧烤，整个大越国就没有人能做的比我更好吃了。怪不得说你想开那个烧烤店呢，这店开起来，这肯定生意火爆啊！娇娇想从商？外公、娘亲，我想和三哥去府城开烧烤店。你们觉得怎么样啊？不行，你一个女子不适合抛头露面。娘亲放心，我不会自己经营店铺的，可以让大哥和三哥经营。此事还需要从长计议，不如就过几天再说吧。
啊，李嫂子怎么过来了？狗蛋儿可好些了？嗨，这不是为了昨日娇娇丫头救了我家狗蛋儿的事情吗？娇娇丫头昨天没动着吧？这些呀，给娇娇丫头补补身体。哎，昨天二蛋能活下来，可多亏了她呢。李嫂子太客气了，也是碰巧啊，娇娇会水，才能把狗蛋儿拽上来。娇娇这孩子皮实，这些东西呀，嫂子还是拿回去给狗蛋儿补补，毕竟孩子还小。嗨，也不小了，村里像他们这个年纪都有的订婚了。哈哈，咱家呀也不在乎这些吃食，以后娇娇想吃什么的都给您买。是，这也是缘分啦。哎呦，以后定了亲都是一家人，你们呀也别这么客气。什么定亲？嫂子，这位是？啊，这是春来妹子，这可是咱们镇子上有名的媒婆。今天呐，我专门请了春来妹子一起过来提亲呐。嫂子可别乱说话了，怎么说娇娇也算是对你家有恩，没道理还遭到别人的恩将仇报了。这怎么能叫恩将仇报呢？我这不是看娇娇丫头因为救狗蛋儿毁了名声，就想着让两个孩子定下来，也能让外人少说些不好听的话。毕竟昨日娇娇和我们狗蛋儿可是抱着上来的，村里人都知道。我也是想着让两人在一起，正好堵上村里人的嘴。李嫂子可别乱说话，娇娇只是把人拽到岸边而已。李嫂子要是这样恩将仇报，也不怕以后狗蛋儿再掉到河里没人救了。毕竟谁也不想救人，直接把自己再搭进去。哎呀，妹子，你这是怎么说话呢？我上门提亲也是为了你闺女的名声着想啊，这怎么还好心没好报了？我家娇娇名声好着呢，她善良可爱，一心只想着救人一命，只是不知道救来的是条毒蛇，根本不值得人可怜。若是知道你们家这么忘恩负义，昨日我就拉着娇娇不让她救，就应该站在岸边看着你儿子淹死。哎，沈清你怎么说话呢？你闺女那跟我儿子搂搂抱抱的，不嫁我儿子还能嫁给谁？我能让你闺女进门就不错了，你还挑肥拣瘦了。哎呀，怪不得我娘这么生气呢，原来狗蛋是个傻子呀。怪不得昨天救上来之后就看着呆呆的，我还以为是被吓到了。还不是个单纯的傻子，狗蛋是小时候偷看小媳妇洗澡被人打傻的，这件事就连李寡妇都不知道，她到现在还以为自己的儿子是被烧傻的。哇，这李寡妇也是可怜呐，不过她能想到为了自家儿子讹上我，看来也不是什么好人呐。哼，这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吧。确实不是什么好人，不过李寡妇这次也是被人当枪使了而已。这件事是赵杏花给她出的主意，李寡妇刚开始也觉得不好，但是耐不住赵杏花能说到她心里啊，所以最终还是没忍住为自己儿子找媳妇的诱惑。赵杏花就是那个买我家野兔的人？是的，主人，赵杏花因为你跟他买野兔的事情恨上你了，他认为你让他在村里人面前丢了脸，所以想报复你一下。什么叫我坑他？是他自己想要吃兔肉，我也没有强买啊。这女人也太恶毒了吧，就为了这点事儿竟然想要毁我名声啊。还好我想得开，这要是个土著女人还不得上吊自杀了。滚！你给我滚出去！我家娇娇就是一辈子不嫁人，也不会嫁给个傻子。李嫂子，
你明明知道我不会把娇娇嫁给你，为什么今天还要过来自取其辱呢？你儿子什么情况你自己知道吧？还有，最近村里都在传娇娇的能力，你以为是假的吗？倘若你强娶回去，那可就是害了狗蛋儿啊！我知道李嫂子是个聪明人，不会做傻事的，一定是被谁给骗了，才来找我们娇娇的麻烦。这个人可真恶毒，这是想害死狗蛋儿啊！好吧，你个赵兴华，自己不敢得罪沈家丫头，竟然算计老娘替你出头，你看我不死你！李寡妇，你发什么疯？这臭不要脸，这整天想着算计人，一点不怕遭雷劈！我靠，这啥情况啊？这俩人怎么还打起来了？李寡妇这是突然开窍了，知道自己被赵杏花给算计了。不对呀，哎，我娘刚才是不是跟李寡妇说了什么？哎呦呦，什么是我这个亲闺女不能听的？怎么我娘还和李寡妇说上悄悄话了呢？嘿，不过我娘的战斗力还真的可以啊！刚才骂李寡妇骂的那叫一个痛快，气势直接压倒李寡妇，我娘牛逼！你们两个怎么回事？怎么在沈家门口打起来了？哎呦，村长喽，你可得为我做主啊！这李寡妇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打人，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得罪她了。放你娘个狗屁！你个狗娘养的，自己不敢得罪沈家丫头，想拿老娘当道士！哎呀，劝我来沈家提亲，让我得罪人！你这是想害死我家狗蛋儿啊！你个毒妇！我也是为了你们两家好，既然都是浑身湿透的，一起从河里出来，那就应该成亲，否则传出去对你们都不好。怎么不好？沈家丫头那是救人，她能把我家狗蛋从河里拉上来，那是对我家有大恩。怎么被你这老娼妇一说就变了味儿了？这李寡妇怎么心不黑了？她还懂得感恩了？为什么前后变化这么大？她不会也被穿了吧？主人，你脑洞不要这么大，这世界上不会出现第二个穿越者的。嘿，那她怎么变化这么大呀？刚才不是还说我毁了清白，必须嫁给他儿子吗？那是因为前几天主人用雷系异能吓唬人，已经在周围村子传开了。李寡妇知道了主人的厉害，所以害怕了。哼，那我这是声名在外了。要说被人从河里救上来就得成亲，那赵杏花去年你不小心掉进河里，还是二赖子和村里几个小伙子把你救上来的呢。那你的说法，你怎么不在这些人里选一个嫁了？对呀，赵杏花，你想嫁给谁呀？赵杏花，你快选一个，否则你可就没有名声啦。哈哈，她想嫁，人家几个年轻后生还不一定乐意呢。行了，没你们事儿都回去吧，也不是什么大事儿，都这么大年纪人了，别让人看笑话。村长说的轻巧，这可不是小事，这关乎到女儿家的名声。今天赵杏花得向娇娇道歉，并且跟大家解释清楚才行，让好人背负骂名，可是要天打雷劈的。这沈家丫头邪乎的很呢，听说有神仙庇护的。怎么样啊，小布？我和我娘配合的是不是特别好？你看这些人的脸色，这次之后，这些人就不敢胡乱编排人了吧？主人果然厉害，异能运用又熟练了。呵呵，那是必须的。等我再攒些功德，就可以继续修炼异能了。到时候至少能有个自保的能力。村长现在还觉得
这是小事吗？袁斌媳妇儿，道歉。神仙哪有时间管这种小村子里的事情？这沈月娇指不定什么妖魔鬼怪来祸害咱们村子的。对，就是妖魔鬼怪。他是妖怪，是妖怪，什么雷神都是瞎说。你们都被这死丫头骗了。神仙哪有只保一个人的？那得护着我们整个村子的，那才叫神。护着他一个小丫头，那算怎么回事？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村长，你赶紧让人把沈月娇抓起来，不能让她继续祸害我们村子了呀！你休要胡言乱语！我家娇娇心地单纯善良，乐得对别人伸出援手，不计较个人得失，哪有精怪能做到这些？村民都怀疑这丫头是精怪，我也没办法，只能放火烧一下。若是精怪，就会显出原形；若不是精怪，也能让大家放心。到时候便让袁明家给你们道歉。不行，你这是罔顾人命。正常人哪个被架在火上烤还能完好的？不是说你家闺女是被雷神庇护的吗？那她当然不能跟我们普通人相提并论了。现在怎么让你们烤个火，你们就心虚了？哼，我心虚你个锤子！你个老登，仗着自家儿子要参加科考，就以为他能考中秀才，殊不知就你这在村里蹭吃蹭喝占人便宜的做态，就是在给你家儿子拖后腿。就因为你上次想白拿我家的野兔，我没给你占便宜，就想害死我。我告诉你，参加科举是要查3代履历的，有你这么个品行不端的亲娘，算他倒霉。上次知府大人还来我家找我二哥了，明日我就让二哥去找知府大人说说你家情况，看到时候谁还敢给你儿子做保。没人做保，考个屁的科举！你想当秀才娘，那都是白人做梦。大家都围在我家门口做什么呀？外公，村长和赵杏花说我是精怪，要用火烧死我。精怪？村长和赵婶子这么说的依据是什么呀？总不能你们说谁是精怪谁就是吧？这是大家都怀疑的事儿，毕竟普通人哪里能随意释放天雷呢？这件事儿你们可有解释？村长也说了，普通人哪里能随便释放天雷啊？村长怎么证明这天雷是悄悄引来的呀？这些日子每次你家沈家遇到事儿，不管阴天还是艳阳高照的天气，总会引来天雷劈晕对沈家不利的人。你敢说这天雷不是你沈家小丫头引来的？哎，小布，这村长好像对我们有莫名其妙的敌意呀，这是怎么了？尚书府送你回来的那2个婆子收了沈甜甜的吩咐，买通村长除掉你。村长收了他们的银子，这会儿正在完成对方交代的任务。怎么又是沈甜甜啊？这件事原著里边怎么没交代啊？你给我查查村长以前做过的事儿。你说那雷是我引来的，倒也没错。娇娇，最近总有一位仙风道骨的白胡子老爷爷进我的梦里，老爷爷教会我看相算命，老爷爷还说我是大气运者，可以利用自己所学到的技能惩恶扬善。我想这些日子大家也都能看得清楚，虽然会有人倒霉遭雷劈，但那都是做过坏事的人，他们是罪有应得。村长既然这么好奇天雷到底跟我有没有关系，那我就来给村长算一卦，证明一下我自己。狗东西，看我今天不把你算进监狱，我就不姓沈。不行，不能冒险，绝对不能让这丫头胡说。你可不要胡言乱语啊，说话可要找证据的。这丫头不管是不是真的会看相，都不能留。来几个人把她给我按住，今天必须烧了这精怪，不能让她继续危害我们李家村。村长，你心虚什么呀？让我来看看。啊，这些年你都做了些什么？哦，前年你勾结土匪，抢了全村的粮食和钱，还做出一副自己家也被土匪掏空的假象。
有村民想去报官，你却直接通知土匪拦截在半路，直接把人给杀了，只留了一个活口回村报信，告诉村民不要妄想报官，否则他们直接屠了村子。你们不要听他胡说，李家村的都是族亲，打完骨头还连着筋呢，我怎么可能联合外人害自家人啊？我相信村长不会做这样的事儿。我也相信，山上的土匪凶神恶煞的，村长怎么会帮着土匪抢我们的东西呢？哎，对，村长不是那种里外不分的人。哼，因为你拿到了好处啊，因为你想替你的赌鬼儿子还债呀。大家想想，前年7月份，村长家儿子是不是在外欠了赌债？那时候闹得人尽皆知啊。后来村里被土匪洗劫一空，是不是村长家的债突然就还完了？他用来还债的银子，那可都是大家的呀。那是我家银子藏得好，没有被土匪找到。这不能证明我和土匪有勾结啊！你以为谁会相信你的说辞？我既然能算出你做过的事，那自然就能提供证据。三哥，快去报官！这种人就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村长痛得大叫出声。风飘呀飘，大家想知道我家娇娇算的是否属实，便等着官府查证后的结果。若是谁还不相信娇娇是受神仙点拨，会看相算命，那不妨就站出来，让他给你算算。我们知道沈仙子的厉害，沈仙子是得到神仙点拨的人呐。对，我们相信沈仙子。沈仙子心地善良，最是乐于助人，我们都知道，不会相信小人的言论。哎呦，他们叫我沈仙子啊，不管有几分真心，但是姑奶奶听着可舒服啊。这些人我记住了，以后找我看病免费。主人，你别高兴得太早，村长勾结土匪的事情可不好查，毕竟山上的土匪可不是好相与的，你装神弄鬼那一套不一定能对付得了土匪。哎，小布，你说话注意点儿，什么叫装神弄鬼啊？我这是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惩恶扬善，维护正义。当然了，这其中也少不了你的功劳。不过我又没打算跟土匪相与，我只要剿匪就好了嘛。那主人怎么证明村长和土匪有勾结？嘿嘿，山人自有妙计。半个时辰后，沈括带着官兵回来了。村民此时已经走了大半，留下来的都是喜欢看热闹传闲话的妇人。你说哪个勾结土匪啊？向大哥，他就是我们村长，也是和土匪有勾结的人，可有证据证明？有证据哦，证据就在猛虎山上。我冤枉啊，我没有勾结土匪啊。那土匪可不会这么听话给你们证明，更何况几年前的事情，土匪说不定早就忘了。猛虎山的土匪横行霸道惯了，官府一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已经惊动了上面的人。现在可不只是青瓦镇的事了，若是青瓦镇的官府再不做出反应，那到时候上面的人下来查办，第一个用来开刀的还不是你们这些最底层啊？相捕头觉得我说的可对。你能对付山上的土匪？小女只是一介弱女子，哪有对付土匪的能力啊？但是我可以给大人提供信息，助大人剿匪。哦，那你说来听听，什么信息啊？嘿嘿，我要是不说，谁能知道这猛虎山上有2伙土匪呢？说起来，这2伙土匪都好收拾，但是那土匪里面有大嫂家亲戚呀。说起来，大嫂的弟弟也是个可怜人，他是被土匪捡回到山上的，因为失忆，整天懵懵懂懂，并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儿，还整天被土匪奴役。怎么不能跟我说？当然不是，我只是在考虑从哪里说起。
这里人多嘴杂，大人不如进屋喝杯茶呀。沈家人带着象捕头进了堂屋，沈月娇表情认真，将自己从小布那里得到的消息娓娓道来。象捕头震惊地看着沈月娇，有些不相信，在他们眼皮子底下竟然又多了一伙新的土匪。你说的这些可有证据啊？象捕头派人去猛虎山附近一探便知，杨刚那伙人每天都会下山为非作歹，而徐丽那伙人不对平头百姓动手，最是看不惯杨刚的所作所为，最近正打算找机会把人赶下山。这件事儿我会禀明太守大人，等有了结果，我就会告知阿叶。只是门外两人恐怕短时间内无法定罪。哼，赵春杏会有自己的报应，但是村长做下的孽可不止这一桩。村长家院子里埋着一具尸体，那是他远房表侄女。象捕头现在就可以去一探究竟。当真？当真。这个时候尸体应该还没有开始腐烂呢。走，去看看。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往村长家走，沈月娇还提议带上村长本人，他要让对方没有辩解的机会。哎，说起来，村长这位表侄女也是可怜人，明明是来投奔亲戚的，却不想这亲戚竟然是人面兽心，遇到村长醉酒想要老牛吃嫩草强暴他，挣扎的过程中被打死。沈良和沈阔听了，不由得在心里暗骂一句：畜生！一进村长家院子，沈月娇便伸手指了指墙角处种着的石榴树，示意象捕头让人挖那里。去找工具，把那里挖开。是。村长此时已经满脸灰白，眼神空洞，跌坐在地上。头，这里有尸体，都带回去，禀报给太守大人审理。赵杏花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事情之后，对沈月娇的恐惧达到了顶点，所以在沈清再次提起让他当着村里人的面给沈月娇道歉认错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甚至还磕了几个响头。都是我的错，都是我乱传谣言坏人名声。沈月娇昨天救人没有搂搂抱抱，狗蛋是他从水里拽出来的。我错了，我该死。我家娇娇救人这件事，以后希望各位不要多加议论，毕竟害人名声是损阴德的事儿，希望各位管好自己的嘴。沈家妹子放心，我们都知道娇娇丫头是个好的，可不会像那些狼心狗肺的人说话不顾小姑娘的名声。就是有些人自己名声就不好，竟然还妄想拉着别人给他垫背。沈清这才算松了口气，拉着沈月娇回了家。青瓦镇，沈烨在书院宿舍里迎来了来自府城的客人。沈小姐那日的话全部对上了，本官还有些疑惑，想请她解答。本打算今日便去李家村去寻她，又想到和你一起去才最合适，便先来了书院。是，那我陪大人走一趟，只是今日家里发生的一些事情，还不知如今情况如何。哦，发生了何事？是与那小丫头有关？沈烨将今日家里发生的事情讲给端木灵听，只不过他听到的只是沈括当时说的一部分，所以两人现在还不知道李家失忆的小儿子也在土匪窝里，而沈括已经去了府城，没有意外的话，李家今晚会上山救人。这边不明情况的沈烨和书院先生告假之后，便和端木灵一起回了李家村。两人到李家村的时候，沈月娇午睡都醒了，她正在纠结自己的烧烤店什么时候才能开。唉，我娘不想让我去府城开烧烤店，是不想我抛头露面呀。看来烧烤店得让三哥负责，反正我的目的只是为了挣钱而已。也不知道到时候我和三哥5-5分，他能不能接受啊？沈烨和端木灵一进沈家大门，听到的就是这么一句话。沈烨无奈一笑，对端木灵做了个请的手势。端木灵面上看不出什么，实际上却对沈月娇想去府城开店这件事上了心。哎，二哥，
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见过端木大人。沈小姐不必多礼，今日是我找沈公子陪我过来，还有些事情想请教你。后沈良听见动静也从屋里出来，众人又是一阵寒暄过后才开始说起正事。这些天我在查关于薛柔冒充我救命恩人的事的时候，还查出了一些其他内容。端木大人但说无妨，或许你自己查到的已经很全面了。快说来听听，你都查到了啥？让我看看这古代暗卫的能力。我的救命恩人的确不是薛柔，而是另有其人，只是在查薛柔的过程中还查到了我永安王府中被人安插的一些暗线。哈，所以现在你们府中的眼线都已经被除掉了？啊，古代人就是牛逼啊！这才几天时间，竟然查到了这么多。要知道男主可不比其他皇子，男主的人都是经过特殊培训过的呀，那隐藏的能力那都是杠杠的。没想到这么快就被端木林给端了，哎，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清除干净呀。端木林难道没有查到自己的救命恩人就是他妻子吗？还是查到了不好意思说？目前只清除了一部分，留了几个让他们放松警惕，省得让他们再安插新人。啊，那端木大人今日过来是有什么疑惑需要我解答吗？难道是听说青瓦镇要剿匪了？不能吧，像骨头的执行力这么高，把知府都找来了。我与夫人成婚多年，一直未有子嗣。近日与夫人通信，夫人得知沈小姐如此神通，想请沈小姐算算。端木林紧张地攥紧拳头，眼神乱飘，不知落在何处。没发现沈良和沈烨看着他复杂的眼神，两人对视一眼，皆是不明白为什么端木林能问小姑娘关于子嗣的问题，是发生了他们不知道的事情吗？沈月娇看着端木林的目光也是无语。不是，这事儿你不应该找大夫吗？不孕不育找我这个没及地的姑娘家，他真的合适吗？哎，小布，我记得这个时候端木林应该还没有被自家白莲花表妹下绝育药吧？是的，主人，他们之所以没有孩子，可能是因为同房次数少吧。小布语出惊人呐！小布，你以后说话可注意点儿，我还是个宝宝，听这些话耳朵会长针眼的。小女略懂医术，可否给大人诊个脉？当然，有劳沈小姐。脉象缓和有力，跳动均匀。不错呀，端木大人不虚啊。如果他妻子身体健康的话，他们这么多年没有孩子，那肯定就是同房少了。哎呀，这次数得少到什么程度才能10多年都没有孩子啊？也就3次而已，毕竟端木大人以前心系白月光，文艺和妻子同房也能理解。1个月3次啊，这也还可以吧？那这么多年没怀孕，他们的运气也太差了吧？一共3次，都是在端木林醉酒之后。虽然，但是我要夸他好男人，为白月光守身如玉吗？怎么，沈小姐可诊出了什么？端木大人脉象平稳，身体很健康。您或许可以尝试把夫人接到身边，若是没有特殊情况，同房次数多了，孩子就来了。娇娇是真不把自己名声当回事儿啊！一个姑娘连同房都说出来了，也不怕被人听了去，传出去哪还有名声？不过我家娇娇情况特殊，和其他女子并不一样，名声恐怕不用放在第一位。沈小姐说的是，还有件事需要请教沈小姐。大人请讲。你哪儿来那么多问题啊？你是10万个为什么吗？给你算命又不收钱，净耽误本小姐时间。当朝太子一直体弱多病，近几年更是到了卧床不起的地步。朝堂上纷争暗涌，沈小姐会医术又懂占卜之术，可能算出我大越国未来。这端木林到底什么心思啊？总感觉我这点可怜的智商不太适合这个烧脑的世界了。按照剧情，太子还有半年可活，
毕竟一直在吃慢性毒药嘛。三皇子会在春闱结束之后陷害护国将军通敌卖国，让太子没有母族支持之后，加大药量毒死太子。其实这一切都被六皇子看在眼里，甚至太子身边的管事太监都是六皇子安排的。在三皇子下毒的时候，那太监还助了他们一臂之力。那这件事儿，我到底要不要告诉段木灵呢？沈小姐放心，本官绝不会让今日之事给你带来危险。带出了沈家门，本官定将今日之事忘得一干二净。其实我自己倒是无所谓啊，毕竟我有空间嘛，遇到危险还能躲起来。更何况我还有雷系异能，总不会让自己没有反击的能力。不过，我不想让家人陷入危险之中啊。万一我真的说了，岂不是妄议朝政？那可是杀头的大罪。不说别人，就是暗中害太子的那几个，都得杀了我吧。到时候不就给家里带来危险了？沈月娇陷入纠结，但是端木灵倒是很有耐心，他在等着沈月娇做出选择是否成为他们这一方的人。他这样知道沈月娇这个人值不值得他们信任，毕竟沈月娇的能力能成就他们，也能让他们一败涂地。当前局势未明，为大越国选一位明君才是重中之重。太子德才兼备，高瞻远瞩，被百姓所敬仰，是位明主。只是未看清身边人，容易将自己陷入危险之中，重则危及生命。哎呦，这么说他应该能听懂吧？只要让人一查太子身边的人，肯定能揪出那个管事太监，到时候就能救太子一命。只是多年累积的毒素清除可没那么容易，少说也得2个月才能完全解毒。生在皇家哪有什么良善之辈，手足相残实属正常。只是这男主属实不算是个明君，在他当了皇帝之后，只顾着和女主谈恋爱，嫌国事太过繁琐，竟然想把大越国交给自己的舅舅，可把大越国百姓害惨了。所以为了这天下百姓，还是让这倒霉太子活着比较好。多谢沈小姐，我会快马加鞭把消息送到京城。端木大人不必客气，我也没帮上什么忙，事情还是需要你们自己查。沈小姐莫要自谦，这些事多亏了你，日后本宫必将准备厚礼，登门拜谢。沈月娇淡淡一笑，一副不惊不伐的样子，实际上心里已经打起了主意。不知道我能不能向端木灵提要求，到时候猛虎山剿匪之后，把大嫂的弟弟给保下来啊。也就一个人而已，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吧。毕竟李治并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啊，而且这些年就算失忆了被捡回土匪窝，也依然出淤泥而不染呢。端木灵挑眉看向沈烨，你怎么没提土匪里面还有你家亲戚？沈烨也是满脸疑惑，把视线投向自家外公，就见对方微微摇头，示意他待会儿出去说。听闻李家村村长与猛虎山土匪有勾结，沈小姐可能驻官府剿匪。是，说起来猛虎山这2年闹得厉害，也是因为……沈月娇又重新讲了一遍从小布那里看到的消息。不知猛虎山剿匪，城府官府可会支援啊？若是青瓦镇太守上报，府衙自然会调兵支援。那可不可以带我一个？到时候肯定有我能帮上忙的地方。娇娇，不可，别胡闹。沈月娇被2人严厉的声音吓了一跳，有些难以置信。为什么不行？外公和二哥不是知道我的能力吗？什么情况啊？这端木灵还不知道能不能答应我的要求呢，怎么还出来2个拖后腿的？我应该问问他们剿匪的时间，自己偷偷去，然后惊呆所有人，看你们还瞧不起我。二哥知道你想帮忙，但是猛虎山太危险了，先不说我们是否同意，就是娘也不会放心你去的。你忍心看着娘每日忧心吗？我二哥是不是开始 PUA 了？我不忍心让娘伤心，
那到时候不要告诉娘不就行了？实在遇到危险，我就躲到空间里，反正不会让自己受伤就对了。虽然想救人，可我自己安全肯定得排第一啊。虽然不知道娇娇说的啥意思，但也还是有一种好心当成驴肝肺的感觉。外公、二哥，你们放心，我就躲在一旁看热闹，绝对不会给端木大人带来麻烦。娘那里我也可以自己去说，好吗？哎呀，求求了，娇娇保证安全回来。不可以。沈良脸上带着宠溺的笑，一句话也不说，摆明了也是不可能同意他去猛虎山的。猛虎山的确危险，沈小姐想了解剿匪的过程，那不如让沈公子跟着一起去，回来之后把发生的事情讲述给你。那好吧，那就听端木大人的。那你们几时动身啊？那要等青瓦镇官府上报之后，怎么也得3天后了。端木林起身准备告辞。若是青瓦镇太守收到消息立刻上报，估计有1晚时间准备就好，明日就可动身剿匪。此事宜早不宜迟。马车上，沈烨沉着应对着端木林的试探，让他有些不明所以的是，这位端木大人好似对妹妹去府城做生意的事很积极。可能官府也只是个开始，令妹定不会只在青州府活动。你们有没有想过，她得了这非凡的能力，就有自己的使命？使命？小民不知，还请大人指教。你既知道我的身份，那便不绕弯子了。京中传言，近日皇上差人往西南方向找寻一名10多岁、有着特殊能力的少女。怎么会？这才几日功夫，村里发生的事不应该传到京城才对。或许皇上要找的人也未必是娇娇。小丫头与皇上所描述的内容能力极其吻合，所以你们还要早做准备。你们想保护家人的心思，我能理解，但是现在是环境不允许那小丫头躲着。还请大人帮我们瞒些时日，沈烨感激不尽。自然，本官不会主动上报。大人可是要去找太守大人，你想说什么？以猛虎山土匪近年来的作为，新来的那伙土匪主事者杨刚是个非常谨慎的人。青瓦镇的官兵今日去查探，恐怕会引起土匪的注意。山上地势复杂，在土匪没有准备的时候，更容易将其拿下。若是等他们有了准备，那剿匪的过程恐怕会难上加难。那你说该如何？如今土匪确实没有准备，但官府也同样是没有准备。大人忘了，我们山上有熟人。我大哥的岳父是开镖局的，他常年走镖，什么道路都走过，即使到了不熟悉的山路上，也有一套属于自己探查道路的办法。感情你小子还有自己的私心。确实，世人都有私心，小民自然无法避免。大人近日来，不是也有自己的考量？端木林定定地看了他一会儿，似是猜透了他的想法，而后便笑了。两人默契的没有继续说下去，重新讨论起剿匪的事情。端木林最终还是接受了沈烨的建议，和李家镖局合作。晚上先派几个暗卫和他们一起把李治救回来。了解清楚地势之后，再出兵剿匪。两人商议好，直接驾着马车去了府城。到达府城后，端木林回去安排剿匪的事宜，沈烨则是直接去了李家镖局找自家大哥。果然如他们所料，李贵在听到有自家小儿子的消息之后，根本就等不了一点，就要去猛虎山救人。听到沈烨来的消息，大厅正在商议着营救计划的众人皆是一喜。沈琛迎到门口，更是满脸疑惑。阿叶，你怎么来了？大哥，我今日和端木大人去找娇娇，听到了一些事情，所以便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沈烨边跟着自家大哥往里走，边解释。走到客厅，大家又是一阵寒暄之后，才重新说起猛虎山的事。李贵情绪还有些激动。你们谁也别为难了老子，猛虎山我今日去定了，你们有谁不想去的，就在镖局看家就好。没错，师弟消失了这么久，如今有了消息，那肯定是得用最快的速度救人呐。岳父，师兄莫急，此事还需从长计议，如今没有丝毫准备，贸贸然上山只会把自己陷入危险。
阿琛，你这是什么意思？再耽误下去，师弟那里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土匪窝哪里是那么好住的？多待一天就多一天的危险呢。李伯父可否听我一句？阿叶，你可有什么主意啊？今日我与知府大人得知事情起因，在谈起猛虎山剿匪一事时，知道山上地势复杂，平常人进山容易惊动土匪。二哥，你想让我跟李三哥做内应，可我如今联系不上他呀。你是说让知府大人帮助我们救阿志？可若需要探查地形，知府大人为何不让自己的人去？何必多此一举帮忙救人？我们已经有阿志所住的方位，所以打算今夜便出发救人。不如李伯父安排2个可靠的人同去，最好是武艺高、性子稳重之人。好，这事让阿叶费心了，把阿志救出来，伯父定当重谢。哈，李伯父客气了，我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跟您这些年帮过我们那些的事比起来，也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已。你们兄弟几个先说会儿话，我去安排人。等厅里只剩下沈家3兄弟后，沈烨才开口，把端木林在马车上说的话重新讲给自家大哥听。那位是怎么知道娇娇存在的？难道娇娇在京城的时候就已经暴露自己的能力了？依我看，那位不像是知道娇娇的存在，而像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听人说了一个能人，所以才会指向一个方向去寻找，而不是直接想到某个地点。那阿叶现如今是想借助知府大人隐瞒娇娇的身份。知府大人应当是不会特意隐瞒娇娇的身份，但是他也不会主动去上报娇娇的身份，这就足够了。再过几日我要来学府报道，不如就依照娇娇的意思，我们居家搬到府城。我回去会跟外公和娘亲说，但是跟端木大人接触的事情，你自己要有个考量。那我回去之后再上山一趟，打些猎物换些银子，到时候我们来知府租个院子。事情聊得差不多了，沈琛才去找了自己岳父，沈烨也去了端木林的府里，告知对方他们这边一切都准备好了。子时一到，准备去猛虎山上的人都聚在一起，共有9人。除了沈琛和沈烨兄弟2个之外，还有李家镖局的大师兄周维清和2师兄巩春，其余都是01代的暗卫。出发之前，端木林和李贵都交代自己人，这次上山全部听从沈烨安排。一队人骑马去往猛虎山，在到达青瓦镇附近的时候，众人才下马，开始施展轻功前行。从之前沈月交的心声得知了2个土匪窝分别在什么位置，沈烨让人分2路出发，01带2个人去徐里那边探查路况，记录信息，剩下人跟着自己去阳刚那伙人的居住方向。沈烨再次叮嘱众人，大家要记住，今日只是探查，尽最大可能不要惊动任何人，若是不小心被人发现，那便将人直接处理干净。周师兄和龚师兄跟着我们走便好，我这里有阿志的位置，切记不要走散。众人都点头称是，沈烨这才松了口气，一挥手让众人出发，同时自己也施展轻功，带着身后几人向杨刚他们所在的位置而去。正是夜深人静的时候，除了几个被安排值夜的人，其余人都在睡觉。沈烨并没有带人直接去找李治，而是和几个暗卫分头行动，一个南一个北，最后在中间位置集合。沈烨带人转了一圈之后，记住大概布局，这才去了最破的茅草屋，那便是这里地位最低下的人所住之地。摆手让众人停下，对着茅草屋的方向指了指，示意人在里面。沈琛愣了一下，集中精力听里面的动静。里面人少了不少，周师兄和大哥进去找人，我们在这里把守。沈琛2人进去大概1盏茶的时间，出来的时候一人背上背了1个人。沈烨挑眉看了一眼，在这种地方也来不及多问，只能跟着已经出去老远的2人去约定的地点集合。行动还算顺利，回到李府的时候，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沈琛怕多生事端，所以在茅草屋直接把李治2人敲晕才带回来的。终于回来了，这怎么带回来2个人？先进去再说，遇到了熟人便一起带回来。二弟是不是看着眼熟？这是
周家跟我一年参加科举那个，好像是叫周思安。是了，确实看着面熟，只是多年蹉跎，一时间认不出了。大哥把他带回来是，我找阿志的时候他醒了，似乎还认出了我，两人睡觉的位置正好离得不远，我便将他一起带了回来。次日一早，李治醒来后看到自己身处陌生环境，顿时感到很是慌张。李贵父女解释了半天，证明自己真的是他家人，才让他情绪稳定下来。这也让两人感觉李治的不对劲，这好像不只是失忆这么简单，似乎还有些精神失常。找来大夫看了之后，才确定是惊吓造成的，并没有什么大问题，只要静养些日子，不受刺激就好。这个状态自然不能给他们提供什么线索了。不过幸好还多带回来一个周思安，脑袋还算清醒，把山上的情况仔细给众人讲了一遍。端木林已经决定把沈烨当成自己的盟友，上山剿匪的事情竟然也拉着他一起商议，最终时间定在当天夜里。众人一致决定速战速决，免得夜长梦多。京城，王大头带人敲开户部尚书沈旭东家大门，指明要见沈甜甜。沈家刚找回来的沈大小姐沈甜甜欠了我的印子钱，如今已经过了期限，请尽快归还70两白银。沈管家，沈管家，大事不好了，门口来了要债的。混账东西，说的什么话？哪个不长眼的敢来我们尚书府要债？是真的，沈管家，门口有人说大小姐欠了他的印子钱已经到期了，让大小姐赶紧还他们70两银子。先把人带进来，我去找老爷问问。管家转身就想去找沈旭东汇报此事，只是恰巧他们老爷不在府中。让我们进去？我可不敢进去，尚书府的门槛高，我们担心进去了可就出不来了。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们老爷好心请你进去说话，你还不领情？你说我们大小姐欠你银子，你有什么证据？就你这穷酸样，怎么看也不像能借给别人200两银子的人吧？这可是白字黑字写的明明白白，你们大小姐签字画押的，你们不承认，我便去官府告了。沈月娇还不知道王大头在努力完成自己交代的任务，更不知道上山剿匪的时间已经定下来，他现在正在和小布闲扯。哎，你说这空间升级就升级嘛，为什么还把空间变成了荒地呢？这空间里的生物影响升级的质量啊！再过半个时辰，空间升级就结束了。主人，您再耐心等等吧。娘，娇娇，我回来了。沈月娇正想得出神，就听见外面传来李玉婷中气十足的声音：“哎，大嫂，你可终于回来了！我自己在家可无聊死了。”娇娇等急了吧？大嫂给你带了桃花酥。谢谢大嫂。怎么大哥没有一起回来呀？哥哥怎么放心让我这如花似玉的大嫂自己走这么远的路呢？哼，你这丫头净会胡说。你大哥还有些事要处理，所以我就自己回来了。怎么了？你就自己在家，娘和外公呢？哎呦，娘去镇上了，外公去山上捡柴了，他们不让我跟着，娘不让我出门，交代我必须在家等着你和大哥回来。听到小布的提醒声，他跟自家嫂子打了声招呼，便转身躲到自己屋子，进了空间。还是那个种植空间，他转了一圈没找到任何变化，只是自己种下的水果和药材都已经可以采摘了。感受了一下空间里的气息，似乎能感受到周围的空间中有什么在波动。小布，升级之后的空间就是这样的，我也没感觉出有什么变化呀。主人，你感到的波动就是可以用来修炼异能的空间能量，以后主人便能通过感知能量减少或者增加来修炼异能了。除此之外，以后主人再想查谁的信息，就会出现相对应的画面了。能看到画面，那不就是说我以后就可以像看电影一样了？应该说是短视频，是根据所查询到的资料临时拼凑出来的画面。
不过只限于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还未发生过的事不会出现画面，而且使用画面功能需要用空的点兑换。哎，不用多说，小布，你先给我放一段看看。主人想查什么呢？王大头现在应该已经到京城了吧？不如就先看看王大头和沈甜甜那边的情况吧。好的，主人。画面可以根据主人眼神所停留的位置随时移动，所以主人眼神可以随意移动，这样可以防止被其他人看出异常。哎，这个不错啊！王大头这人有些小聪明啊，竟然直接带着人在沈甜甜家门口叫嚣，这怼人的功夫也是一绝啊！沈月娇现在看到的正是王大头在尚书府门口大闹的一幕。无论门房说什么，王大头最终还是没进门。不过正巧碰到从外面回来的沈尚书。作为混迹官场多年的老狐狸，不管心里多生气，面上倒是也能忍得住。竟然还有这样的事，可否拿出契书给本官看看？这便是沈小姐当时签字画押的契书，大人请看。小的也是听吩咐办事儿。我们老大见沈小姐这么长时间不见人影，又一打听才知道她已经来京城认亲了，这才派小人们来京城找人啊。小女确实跟我提过此事，当初她也是为了给养母治病才欠下银子，本官前些日子已经差人去还银子了，却没想到府里下人办事不力，竟然还没把银子送过去。沈忠，快去取银子过来。哎呀，这王大头有点东西啊，被他这么一闹，看热闹的人还不知道会传出什么谣言呢。虽然沈尚书的解释是沈甜甜为了养母治病才借的印子钱，但是又有几个人能相信呢？主人，你想看的还在后面，这还只是个开始。孽障，为何要做出这等丢人现眼的事儿？被人追债都追到家里来了，上不得台面的东西。老爷，这是做什么？那么点银子，我沈家又不是还不起。甜甜明日还要去赴宴，您把她打成这样，怎么出得了门呢？蠢货，你以为这银子还上就能完事儿了？今日的事还不知道会被传成什么样？你还带她去赴宴，我沈家丢不起这个人，给我滚回房里思过，规矩学不好，不要出门。沈甜甜的娘真是丞相府的嫡女吗？怎么单纯成这样？哎呀，不过这沈甜甜都已经回去这么久了，怎么还没拿下尚书府的人呢？那为什么原著中她那么快就成为了团宠呢？是有什么契机吗？李玉婷给沈良带回一封信，里面有沈烨写的从端木林那里听到的消息，并且提到了自己的打算，建议早点搬去府城。信的内容非常详细，沈良和沈清看过之后都赞同他的想法。他们如今以保护家人为主，而沈月娇就是他们所有人里面最需要保护的人。巧巧那丫头早就想去府城，听到我们搬家的消息肯定会高兴的。爹说的是，不过要搬去府城，还是先找一处隐蔽的院子。院子不需要隐蔽，越隐藏越容易出事。而且娇娇不是想卖吃食吗？总要露面的，大隐隐于市。只是你找机会提醒一下娇娇，以后在外面注意一些，这段时间尽量不要再使用那些能力了。哎，没想到我这渣爹遭报应还挺快，这王大头还没出手，他自家族人就已经找过去了。哎，没想到我这渣爹遭报应还挺快，这王大头还没出手，他自家族人就已经找过去了。看看他那张大驴脸拉得这么长，是生怕毁了他那孤儿人设呀。周氏族人拿到钱就会替周玉庆保密身份问题，他们还指望着下次用这个理由跟周玉庆呲银子呢。哎，你看他都被气成什么样了，就他那心狠手辣的劲儿，连自己儿子都要杀。这周氏几个族人今日若是拿了银子，恐怕小命不保吧。主人说对了，周云清确实安排了人要杀那几个周氏族人，
显示面板上画面一转，就见一处树林中，周氏族人被几个黑衣人包围了。任凭几个人被吓得瑟瑟发抖，黑衣人也没有手下留情，一刀一个，全部被灭口。沈月娇看见这一幕，气得咬牙。哼，这周云庆真不做人，不愧是抛妻弃子的大越陈世美。哎，对了，这画面里没有一个我能叫得上来名字的，怎么也能显示画面呢？这是升级之后的功能？并不是，主人，你看画面里最粗壮的那棵树后面有没有一个熟悉的人影？那是周云庆。是的，主人。哎呦，我去，这周云庆是在干什么？他怎么说也是在京城做官的，怎么还做这种末世的勾当啊？可能是太穷了。周云庆这些年为了表示自己清正廉明，下面人求他办事送的银子他一概不收，他俸禄养活自家人都费劲，若不是有夫人带过来再嫁妆，恐怕府里下人的月例都给不起。哇，这渣爹过得这么惨吗？我都有点可怜我这渣爹了。哎，不过这都是他活该的，最多可怜3秒，不能再多了。沈琛和沈括回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而且身边还跟了个人。沈良看着身后跟着的人，感觉越看越熟悉。阿婶，这是……啊，他是周三，外公可还记得他？周家那个和我同一年参加科考的后辈。几人在屋内不知道聊了些什么。到了沈清喊人吃饭的时候，他们看上去已经没有了那股陌生劲儿。沈月娇揉着眼睛出来，就看见院子里多出来的人。啊，大哥、三哥，你们终于回来了！娇娇快来，三哥给你买了好吃的哦。娇娇，等，大哥给你带的礼物。谢谢哥哥们！哇，是云片糕。没错，尝尝城府的云片糕味道如何？跟镇上买的可有何不同啊？哎，突然有一种自己拿了团宠剧本的感觉，是怎么回事？大哥和三哥出门都不忘给我带礼物哎！哎，小布，这个满脸胡子拉碴的大叔是谁啊？不是大叔，这是周思安。啊，什么？他是周思安？就那个沈甜甜的舔狗啊！哦，危险危险危险，快跑啊！这个腹黑鬼怎么会在我家？难道沈甜甜派他来杀我们了？他这么早就和沈甜甜勾结了啊！此时的周思安面上也保持不住淡定了，对上沈家人投过来的事件，他满脸迷茫，不知道沈月娇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沈甜甜，什么舔狗？沈月娇好像对我有很大敌意，而且她说的这些事情我怎么都不知道，这我也没办法解释啊。主人，你冷静点，现在周思安还没有黑化，冷静点，主人。那他来干什么？主人别怕，你忘了原剧情里周思安最后差点杀死沈甜甜呢。我们可以提前让他知道后面的剧情，让他不被沈甜甜蒙骗。谁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和沈甜甜勾结啊？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啊？我大哥把他带回来的，这不就是引狼入室了吗？娇娇过来，你二哥还给你带了信，叮嘱我要亲手交给你的。啊，二哥给我的信？哎，原来端木大人昨天已经去剿匪了呀，还胜了，哈哈！哎，大嫂的弟弟已经被救了呀，那可太好了！哎，这端木林还不错，竟然直接把人给放了。哦，周思安原来是大哥救出来的呀！哎，那这个时间他还不认识沈甜甜吧？那他不是来杀我们的。太好了，主人，沈大哥对他有救命之恩，那他以后定不会做出伤害沈家人的事了。原著中周思安便是知恩图报的人。哼，那可太知恩图报了。原著中前期要不是沈甜甜看不上他，他都差点以身相许了。他不是才19岁吗？为什么看起来邋遢的像个中年大叔啊？看着胡子拉碴的。确实邋遢了些，不过周思安现在只有17岁，他在书中的剧情是2年后开始，那时候才是19岁。可惜了。
沈琛见妹妹的心声停止了，赶紧招呼众人去吃饭。小布，书里对周思安被沈甜甜救了的事儿写的不是很清楚啊，什么时候救的，怎么救的都没有说过。书中时间线模糊，在主人到来之后，这个空间已经重塑，所以原剧情已经解释不清了，小布也查不出来。就比如猛虎山的土匪，本应该是周思安逃出匪窝之后联合官府设计收缴的，现在却是你大哥抢了周思安的功劳，并且还救了他，所以事情已经发生了改变，原书中的剧情也就随之模糊掉了。还什么叫我大哥抢了他的功劳？难道不是我大哥救他出水火吗？靠他自己从土匪手里逃出来，还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呢。他还不知道得继续被摧残多久。而且谁规定必须得周思安剿匪了？我大哥剿匪也都变成抢功劳了。小布，你说话要严谨啊。好的，主人。小布只是想说，主人不用害怕，剧情已经改变了，周思安和沈甜甜的牵连可能也不会出现，或者主人可以尝试把周思安留在身边，杜绝他成为沈甜甜舔狗的事情发生。这个可以吗？端木大人念在我驻关剿匪有功，想举荐我去镇国将军手下当差，若无意外，3日后出发。你要去边关从军？端木大人说，镇国将军上个月已经回京了，准备在半年内培养一队不上战场的将士。小布，你帮我查一下这个镇国将军的信息，这人的人品怎么样？我大哥去他手下当差安不安全啊？主人，原书里没有提到过镇国将军这个人物，没有姓名，小布搜索不到。哎，大哥，那镇国将军叫什么名字啊？做将军不是要镇守边关的吗？大哥跟着镇国将军做事，是不是以后也要上战场啊？镇国将军名程锦鹏，这一次被皇上召回京城，恐怕短时间内不会离开。程锦鹏？怎么了，娇娇？你知道程大将军？在京城的时候听说过，那不就是袁书反派他爹吗？那个被男主千刀万剐的郑国侯，怎么变成镇国将军了？没错，是他。程锦鹏如今还是执掌兵权的镇国将军，不过这次回京，他就会上交兵权，然后被皇上封为镇国侯。哎，那小布，你帮我看看，我大哥去京城以后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呀？目前看来，沈琛2年内不会遇到什么危险，而且事业线顺风顺水。只是人的命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可能一个小小的选择就会改变以后会发生的事。而且在男女主身边生活，若是不小心卷入纷争，更会命运多舛。不过主人也不用太过担心，毕竟大多数剧情都是发生在2年后。那你多关注一下大哥那边，有什么不对劲儿，尽快告诉我。我如果从这里操纵空间去京城，需要多长时间啊？好的，主人，我会特别关注沈大哥。空间能量充足的话，需要4个时辰左右。饭后，沈良的书房里又是一番严肃的谈话，内容繁杂，不过最主要的还是围绕沈琛去京城和他们全家要搬去府城的事情。自沈琛离开之后，沈括便带着沈月娇画好的烧烤店设计图去了府城。10多天的时间，终于安排好了装修事宜，解决了自家人的住房问题。正巧沈烨也要去府学了，所以沈家人选了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准备搬家。怎么样，舅舅？三哥找的这院子还行吧？这房主在院里建了小花坛，女孩子不是都喜欢花吗？娇娇看看喜不喜欢？谢谢三哥，我很喜欢。那就好，一路累了吧？你和娘还有大嫂先去休息，我先去招呼人搬东西。沈月娇心情很好的跟自家娘亲和大嫂一起进屋里，收拾他们从马车上搬下来的东西。3辆马车装得满满的，零碎东西不少，所以即使他们在屋里收拾东西也并不轻松。终于等到开业这一天，沈月娇一身男装带着周思安来到魔考居，并没有惊动任何人。他直接找到沈括留给自家人的雅间，2楼最好的位置，正好能将1楼大厅的场景一览无余。
我三哥好厉害呀！这才几天的时间，竟然准备的这么充分，竟然还找到了武师。周思安笑看着他，无声的点头附和。主人，杨准来了。杨准？谁啊？来干嘛的？在1楼3号桌，他准备给自己妻子投毒，然后讹钱。沈月娇看过去，果然见3号桌坐着一男一女，想来那就是杨准和自己妻子了。只见杨准给妻子倒了杯茶，妻子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他知道这酒楼是我三哥开的，这是在帮周云庆做事。杨准看上了村里的寡妇，想除掉原配娶寡妇过门，所以想了这么个主意，既不会被查出自己是杀妻子的凶手，又可以拿到一笔赔偿。他并不知道这是沈三哥开的酒楼，之所以选择这里动手，也就是因为这里人多眼杂，还有什么动作不容易被注意到。妈的，真是倒霉催的，开业第一天就遇到这种事儿，我得赶紧告诉三哥才行。沈月娇说着就要起身下楼，可还没等她完全站起身子，就看到自家三哥到了杨准面前。两人不知道说了什么，就见杨准夫妻神色激动地跟着他三哥去了后院，还有小伙计端着桌上的茶水点心跟在后面。我三哥还不知道杨准的真面目，这是打算好好招待他们夫妻啊，这不正好给杨准机会了吗？不行，我得去阻止才行，绝对不能让杨准奸计得逞。烧烤店刚开业第一天，可不能出现这种负面影响，多不吉利啊！哎，什么情况？怎么绑起来了？难道他的阴谋被我三哥发现了？三哥，你这是……娇娇，刚才那石头说看见这个男人往我们的茶壶里下药，我正打算用银针验验。啊，那三哥你验吧。哎呀，这小哥眼力不错呀，这可是立了大功了。给他升职加薪。石头，去报官。不要，贤侄啊，杨叔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这酒楼是你开的，你放过杨叔这一次，看在你爹的面子上，放过杨叔这一次。我爹？哼，都死了多少年了，还有什么面子？贤侄别开玩笑，你们兄弟可是最孝顺了，叔以前也帮过你们不少，是不是？行了，别跟我演戏。周云京这些年和你们的交易，王大头都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些年你都对我们做了些什么？一件件的给我说清楚，或许还能饶了你。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难道真如村里传的一样，沈家新找回来的女儿能掐会算？或者沈家这个小丫头在京城见过周云京？但是她怎么会知道周云京就是她爹呢？嗨，大叔，算命吗？二哥来了。娇姐也在。这是怎么回事？他本来在书院上课，却听门童说门口有人找他。到门口看见是魔考居的伙计，就知道定是遇到了什么急事，否则不可能这个时候去书院找他。看着被绑在椅子上的杨准和旁边同样被绑着却目光呆滞的女子，沈烨心里更是疑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今日魔考居开业人比较多，石户在招呼客人的时候发现有人往茶壶里下毒，没想到还是我们的熟人，所以想找二哥来商议一下，要不要报官？既然杨叔说不出我们想听的，那便报官吧。沈月娇不明所以的看着哥哥和杨准较劲，只说报官却没有动作，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我也只是给你们传个消息，这些年我也没有做过伤害你们沈家的事，都是王大头和那边联络的比较多。我二哥这是想从杨准这里套出周云庆那边的消息，可是杨准早已经和那边断了联系了呀，在他这里浪费时间，倒还不如看看王大头那边的情况呢。快，小布，上画面。沈烨眼神一亮，他等的就是这一刻。自从知道杨准是周云京安排的眼线之后，他们一直在关注杨准那边。原来周云京已经放弃了杨准这条线，
怪不得他们没有发现杨准和京城有来往的信件。主人功德点不足，观看画面无法使用。啊，是吗？那不看了，你就把查到的情况说说吧。沈月娇有些心虚，最近她确实燥得厉害，在家没事就看画面。现在她接受的医术传承已经学习的差不多了，看来她得去找地方赚功德了。周云庆将找去京城的几个族人灭口第二天，王大头便将周云庆和沈天天为主角的2个画本交给了说书先生，并且用100两收买说书先生，10天之内只想这2个画本。安排好之后，他便离开了京城。如今才第7天，那2个人对沈家做的事已经被传得人尽皆知了。周云庆这几天正面对妻子的拷问和同僚的弹劾，每天忙得焦头烂额，但是对说书先生讲的故事，他矢口否认。王大头事情办得不错嘛，他倒是惜命，这是连夜逃命去了。周云庆知道是王大头买通了说书先生吗？还没查出来。王大头跟说书先生见面的时候戴着斗笠，2人只是短短几句话的时间，所以线索也就断开了。周云庆为了安抚高明雅，让他相信自己不是抛弃妻子的小人，决定下个月回老家祭祖。他竟然想出这么愚蠢的办法，就不怕回来的时候遇上我娘和哥哥们？他提前安排了杀手，自以为能将沈家人灭口，而且他还想买通村里人，高梦隐瞒他之前成过亲的事。主人，杀手已经在路上了。沈叶2兄弟对视一眼，都在对方眼里看到了杀意。看来他们的好父亲还不知道最近发生的事情，这样就最好不过了。他竟然还杀了周家族人，现在还想着让周家族人帮他瞒天过海，也不知道这人哪来的自信。周思安眼里闪过暗芒，自从知道周云京还活着之后，他便怀疑当年自己中毒的事情与周云京有关。是不是对方不想让他有机会留在京城，所以才会下毒害他？虽然周家族人都不是善类，但是他不介意从中做些什么，让他们狗咬狗。即使不能扳倒周云京，给他添下麻烦也是好的。他可没忘记当初那些人都对他们母子做过什么。杀手什么时候到？我要给渣爹送些回礼才好。既然来都来了，让他们空手回去，是不是显得我们太小气了？没有意外，5天后沈三哥会最先遇到杀手。主人想做什么，直接吩咐小布就好。沈月娇没有出声，只是被睫毛掩盖下的眸子里闪过冷意。他现在要考虑一下去哪里赚些功德点，他得快点修炼才行，争取能在5天内升到2级异能才好。这么想着，他也没心思继续待下去了，跟自家哥哥打了招呼，便离开了魔考居。周思安，你有没有想过，等你的毒解了之后要去哪里呢？周思安手里比划着，提醒沈月娇2人之前的约定，解毒之后他也会留在沈月娇身边。那不如我们换一个条件吧，我1个月内帮你解毒，还你自由，你只要答应永远不要与我沈家为敌就好，怎么样？周思安眼神复杂地看着他，片刻之后才点点头，同意了他说的话。他确实要参加科举，他有自己需要做的事，娘亲临终前交代的事还需要他去做。至于不与沈家为敌，沈家人对他有恩，他自然不会做出对沈家不利的事，更何况眼前这人还很大可能是自己的贵人。那就这么说定了，等回家我就去给你制作解毒丸，前面有家医馆，我们先去买些药材。沈月娇心情很好，一蹦一跳地走在前面，时不时回头看一眼走在后面的周思安。一进医馆就有小药童招呼他们：“2位抓药还是看病？”“抓药，黄芩10克，连翘10克，决明子15克。”沈月娇提前没有准备药方，所以只能报药名。她流利地报出10几种药名，惊呆了一旁的大夫。没想到这个看起来10几岁的小公子竟然能把药方背下来，
啊，小公子可否重新说一遍方子？后面几种药材小的没记清楚。无奈沈月娇只能放慢语速，重新又说了一遍。抓好药正要离开，转身之际差点撞上一位抱着孩子的老太太，还好周思安眼疾手快拉了他一下。哎呦，大夫呢？快来帮我孙子看看，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孙子啊！怎么了？快把孩子放下，我来看看。哎呦，怎么这么烫啊？这孩子发热多长时间了？已经2天了，一直没有退热。今天一大早直接晕了过去。怎么才来医馆？孩子发热岂能大意？这孩子烫成这样，恐怕……不，大夫，你得救救我孙子啊！他还这么小，我盼了10多年才盼来的孙子啊！这孩子咬着牙关，根本吃不进药啊，老夫也没办法呀。你想想办法，求求你，我孙子没了，我也活不下去呀！哎呀，给孩子准备后事吧。沈月娇皱眉看了半天，才发现这老大夫的医术不太行啊，这么简单的发烧怎么治不了呢？他走进那孩子，想要仔细看看。老大夫想起他刚才备的药方，便道：小公子家里可有长辈从医，能否帮忙救救这孩子？我有办法救他，您可否借5副银针？知道这位小公子好心，但这孩子已经陷入昏迷，银针恐怕也不能让他张嘴吃药了呀。公子可不要逞强，当心医治不好被人缠上。反正现在也没有其他办法，都已经到准备后事的地步了，不如就让我试试，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你能救我孙子？求公子救救我孙子，我老婆子给小公子当牛做马也愿意的。娘，这小公子才多大年纪，老大夫都治不好牛牛，他怎么可能有办法？可别害了牛牛。都是你这个破烂货害我孙子，现在还有脸说害了牛牛？牛牛现在这样，还不都是你害的？求小公子救救我孙子，只要小公子尽力，无论治不治得好，我老婆子都会感激小公子的。我先看看孩子，您借我1副银针，怎么说也是一条性命，能不能行总要试试。大夫见老太太这么说，沈月娇又坚定的要救人，便没继续劝说，吩咐药童去拿副银针过来，便给沈月娇让开了位置。沈月娇第一时间给孩子诊了脉，问老太太道：孩子发热前吃了什么？你给牛牛吃了什么？我就是平常吃的玉米饼子呀。药童很快取来1副银针，沈月娇也顾不得多问，直接将那个孩子翻了个身，将银针扎在位于第7颈椎棘突下凹陷处的大椎穴上，因为温度过高，还给放了些血。等一切结束，拔了针后，沈月娇才要来执笔开了药方。麻烦按照这个方子煎药，要快一点。老大夫首先接过药方看了一眼，而后把方子递给药童，自己又给孩子诊了一次脉。将手指放在脉搏上的那一刻开始，老大夫便眉头紧皱，让旁边看着的人也跟着提心吊胆起来。您怎么看？确实是中毒了。你们这几天给孩子吃了什么？啊，没吃什么呀，都是平常吃的一些东西。孩子这是中毒，可能是误食了什么。你们需要回想一下，孩子发热之前2个时辰内都吃过什么东西。什么中毒？不就是得了风寒才会发热呀？我们只是耽误时间有点长而已。你不懂，可别瞎说。你还知道自己耽误了时间啊？牛牛可是你亲儿子，你怎么就这么狠的心呢？我孙子要是有个好歹，我一定饶不了你。沈月娇眼神晦暗不明，看着两人之间的交流，她突然感觉这女人的表现很违和，所有的担忧都像是为了表演给别人看。
自己的孩子病成这样，他根本不着急，还有时间装可怜博同情。小布，你查一下这个妇人是什么情况。是，主人。周思安本来只是站在后面当个隐形人，但是听见这句话后，瞬间站直身子，打起精神，一副等着听八卦的样子，眼神炯炯有神地看着沈月娇。同时在医馆的里屋也有一人突然直起身子，专注听着外面的动静，眼里透着八卦。妇人名叫秦燕，是牛牛母亲的双胞胎妹妹。可是刚才这老太太说牛牛是她亲儿子啊！她竟然冒充姐姐睡了自己的姐夫啊，还虐待人家儿子啊！牛牛的娘亲是不是还被她害死了？这女人可真恶毒啊！小布，你倒是讲啊，我说的对不对？倒是也没有那么狗血。她确实嫁给了自己姐夫朱大壮，但是牛牛的娘亲是难产而死，朱大壮是知道她的身份的，只是他们一直瞒着朱氏而已。为什么要瞒着朱氏啊？朱氏一直想让儿子娶自己的表侄女，若是知道儿媳难产死了，一定会重新撮合两人。不过他的表侄女长得比较壮，朱大壮看不上，所以在妻子难产死了，小姨子向他示好的时候，朱大壮便想了这么个主意。秦燕的姐姐生孩子的时候，她没在家？是的，朱大壮将自己妻子的尸体埋在山里，然后带着自己小姨子回了家。其实秦燕最初嫁过来的时候还是很贤惠的，把朱大壮一家老小照顾得很好。只是天有不测风云，朱大壮前年在码头做工出意外死了，而这2年秦燕和他在隔壁的官夫有了首尾，所以想拿财产改嫁。她婆婆朱氏当然不能同意，儿子的财产那是要留给孙子的。直言，你人走可以，但是别想从这个家带走任何东西。所以秦燕恨极了牛牛，认为自己不能带银子改嫁去过好日子，都是因为这个拖油瓶。正巧前几天朱氏娘家侄子结婚，趁他回娘家的功夫，秦燕给牛牛下毒，想害死这个拖油瓶外甥。怪不得秦燕怎么看都觉得不对劲儿，果然她是装的。但是看起来她在这附近的名声很不错呀。只是可怜朱氏还不知道自己被儿子和秦燕骗了多年。刚才朱氏只是推了这秦燕一下，秦燕便倒在地上，做出一副委屈的样子，让周围人看着朱氏的眼神满是不赞同。若不是长年累月她都以弱势的姿态出现在人前，给外人留下被婆婆欺压的印象，今天这种情况，至少老大夫不会用厌恶的眼神看着朱氏。毕竟周围看热闹的人可能不知道情况，但是身为大夫不会不知道孩子这是怎么造成的。降下来了，小公子，不，小神医，你快来看看我孙子。是，退热了，等会儿把解毒的药喝了就好了。解毒的药？小大夫，你说我孙子是中毒？哎呀，你这个毒妇，你要害死我孙子，我老婆子跟你拼了！朱氏怒吼一声，向秦燕扑了过去。秦燕没来得及做出反应，直接被朱氏一把薅住了头发，按在地上打。朱婆子，你这可是糊涂了，她可是牛牛的亲娘，怎么可能要毒死自己的儿子啊？就是，哎呦，你快住手！可不能这么欺负你家儿媳妇儿。你这儿媳妇儿老实本分又孝顺，你可别不知足，还每天搓磨儿媳妇儿。几个妇人把朱氏拉开，还不忘开口劝解。不过显然这些人都认为是朱氏有错在先，是他在欺负自己儿媳妇儿。朱氏气愤地看着众人，我蹉跎儿媳，她孝顺，你们都被这毒妇给骗了。我前几天回娘家一趟，这才刚回来，就看见牛牛高热不退的被他扔在地上，而他自己却坐在船上嗑瓜子。哪有亲娘这么对待自己儿子的？不是，我只是想着孩子生命也正常，扛一扛也就过去了。扛一扛？孩子都昏迷不醒了。小神医说牛牛是中毒，你到底给他吃了什么？小神医和苏大夫都给我的牛牛诊了脉，
他们说中毒，这还有假吗？这位小公子刚才已经开了药方，你孙子可能是误食了夹竹桃才会中毒的。你们放心，这毒并不难解。夹竹桃？怎么会误食夹竹桃呢？你不是最知道那东西有毒了吗？你故意毒害我孙子，我要报官。不是，娘，你误会了，我怎么会害牛牛呢？他可是我的儿子呀！正巧这个时候，药童将煎好的药端了过来。这时候牛牛已经不是刚才深度昏迷的状态了，给他喂药也有了吞咽的动作。一碗药用完，沈月娇又在他几个穴位按压，不消片刻，牛牛便醒了过来。牛牛醒了，哎呦，可吓死奶奶了。牛牛不疼，奶奶不哭。好，奶奶不哭，不哭。谢谢小公子救我孙子，老婆子给你磕头了。哎，老人家，快起来，这是身为医者应该做的。您保重身体，还有孩子需要照顾呢。我老婆子没有什么可以答谢小公子的，这是我全家最值钱的东西了。你救了我孙子，就是我全家的恩人，请小公子一定要收下。老人家，快别客气，工具和药都是这位老大夫提供的，您付给他诊金就好。一番推让，费了不少口舌，才让朱氏把金镯子收回去。周围人对沈月娇也是一番夸赞。谁也没想到，苏大夫都说没救了的人，会被一个半大孩子给治好了。就在人们恢复秩序，看病的看病，离开的离开之后，朱氏拉住旁边一个准备离开的妇人，低声开口：徐家妹子，我这走不开身，你帮我跑趟官府报官行吗？有人给我孙子下毒，我要报官。老姐姐，你在这儿等着，我这就去。他早就知道朱家儿媳妇不是个善茬儿，这2年在外面怎么抹黑他的老姐妹，他可是都看在眼里的。也就是那些个眼皮子浅的，只能看到表面。那小媳妇挤2滴猫尿，就有人觉得人家可怜。是我眼拙了，小公子医术高超啊。苏大夫过奖了，只是以前恰巧遇到过类似的病症，这孩子耽误的有些久了，还得再观察观察。是要住在医馆吗？里间有病床，可以提供给他们。我想请小公子来我们德善堂坐诊，不知你可愿意呀？嘿呀，我正想着怎么才能赚到更多的功德呢，没想到这一打瞌睡就有人送来了枕头。试问哪里还能比医馆的病人更多呢？多救治病人，那功德不就来了吗？那到时候那画面还不是想怎么看就怎么看。苏大夫，您也别小公子小公子的叫我了，我叫沈月，超越的越，您叫我阿月就好。苏大夫乐呵呵的答应，就看见一队官兵进了德善堂的门。升堂。朱氏和秦燕被带上堂来，金堂木响起，端木林询问堂下所跪何人。跪着的2人分别说明自己的情况，虽然已经知道一切，但是该有的流程一样都没少。大人，这个女人半年前就和住在隔壁的官府好上了，曾经不止一次跟民妇提过她想要改嫁，民妇并未阻拦，只是她想要抛下孩子带走钱财，民妇自然不能同意的。我孙儿才这么小，这是需要赢钱的时候啊，所以这女人怀恨在心，才会想着要毒杀孩子。大人，民妇冤枉啊！婆母怎可毁人清白？儿媳从未有改嫁的心思，更何况妞妞是我的亲生儿子，也是我唯一的儿子。
我怎么可能要害他？是你亲生儿子吗？难道不应该是你外甥？婆母，你说的是什么话呀？牛牛，他怎么他当然是我儿子。牛牛只是得了风寒，并不是中毒。贾珠桃的毒我听夫君提起过，牢牢的记在心里，不会犯这样的错误。那大夫肯定是诊错了呀。你放屁！苏大夫就算错了，那小神医也不会错。你这个贱人，勾引自己姐夫，毒害外甥，竟然还想狡辩！不得喧哗，既然你们各执一词，那便先传德善堂的大夫上堂。这证人传的是不是有些随便啊？苏大夫见他呆愣着，便伸手拉着他走进大堂。草民苏正见过知府大人。草民沈月见过知府大人。靠！老娘自从来到这儿，这膝盖也跟着遭了罪，整天跪的，以后再也不想看见端木灵了。两位请起，不必多礼。多谢大人。多谢大人。两人行礼起身，苏大夫满脸惊讶，再次感叹沈公子的身份不一般，他不用跪着也是沾了沈公子的光啊。你们可认识堂下跪着的二人？认得，这二人今日带着自家孩子在德善堂看病。苏大夫将事情经过解释了一遍，沈月娇跟着点头。真麻烦，你不是一直在后边听着吗？还一直问，就不能简明扼要一点吗？哎呀，我好累啊，我想回家休息，明天还得上班。哎呀，第一天上班，也不知道医生这活好不好干啊，会不会遇上什么极品病人啊？端木林努力屏蔽掉沈月娇那些没用的心声，把心思放在审案上。正在这时，衙役带上来一个背着药箱的大夫，原来是端木林早有准备，担心秦燕狡辩，所以让人找了这城里最有话语权的大夫去给牛牛诊脉。这大夫行礼之后直奔主题。那个孩子确实中了贾珠桃之毒。端木林挥手让这大夫退下。你还有话可说？回大人，民妇不知道牛牛为什么会中毒，民妇没有下毒，民妇怎么可能毒害自己的孩子呀？大人，他说谎，这个毒妇根本就不是牛牛的亲娘。他当年在我儿媳妇死后，当年的事情被重新提了一遍，和端木林在沈月娇那里听到的所差无几。朱氏也表示自己后悔当时没拆穿自己儿子，不过这不是秦燕给牛牛下毒的理由啊。大人若不信，可以传秦燕的娘家人作证，这毒妇后背有胎记，我儿媳妇没有。哎，这朱氏是不是被气傻了？秦燕的父母肯定向着自己的女儿说话呀，怎么会给她作证呢？会的，秦燕的父母从小就恨极了她，而是独宠大女儿秦帆。若是知道秦燕不止勾引秦帆的丈夫，还要毒死她儿子，秦家父母肯定恨不得杀了秦燕，更别说作证了。为什么？因为秦母在生秦帆的时候很顺利，可是秦帆出生之后，秦母又用了3个时辰才把秦燕生出来，期间差点因为没力气难产死掉。这就很难评啊。秦燕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她绝不能让人把她父母叫过来作证，现在只能自己承认这条路。只是她只说自己和丈夫为了不让婆母操心，所以才会冒充姐姐嫁进朱家。虽然这个解释有些牵强，但是这件事既然双方都说朱大壮知情，那便不违法，所以也就没有多在此事上纠缠。只是秦燕并不承认自己给牛牛下毒，只说可能是孩子在外面误食，而她以为只是风寒发热，所以才耽误了时间，没有及时就医。端木林正想着要不要把人先关押起来，带去牢里审审，要不然事情这样僵着也不好，毕竟审案子还是得看证据的。正准备开口，
就听见沈月娇询问小布的声音：“小布，这秦燕做得很干净，没有留下证据吗？怎么这人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啊？”“倒也不是很干净，不过一般人不会想到他把证据藏到哪里。”“啊？那你说说。”“剩余的夹竹桃被他埋在院子里的枣树地下，他倒下等牛牛死后再找机会毒死朱氏，这样他就能得到所有财产和朱家的房子。”“我去，这不就是个黑寡妇吗？确实是个毒妇。我得想想怎么能提醒一下端木大人，可不能再让这黑寡妇出来继续祸害人了。”“来人，吴春，你带几个人去朱家搜一搜。”“是，大人。”端木林又对着林一摆手示意他过来，在他耳边低声吩咐了几句。林一离开之后，端木林宣布暂停审理此案，等待证据。哎，这端木大人心思挺活泛啊，不愧是当官的，有经验啊。也不知道那几个人能不能找到剩余的夹竹桃啊。”“主人，救治牛牛的功德点到账了，要不要换成空间能量？”“先不换，反正也没多少，换了也不能修炼。”沈月娇语气蔫蔫的，她有点累了，今天站的时间有点久了，又等了大概1刻钟的时间。刚才离开的官兵回来了，手中还拿着一个沾满泥土的木盒子。“启禀大人，在朱家院子里挖出了这个。”“秦燕，你可还有话要说？”“民妇无话可说。”秦燕垂眸，还说什么呢？夹竹桃都搜出来了，再解释还有什么用呢？证据确凿，秦燕当然要判刑的，只是孩子被救了回来，他也构不成死罪，最后也只得了7年牢狱之灾。案子终于结束，沈月娇一刻也不想多待，在敲响退堂鼓后，他和苏大夫打了招呼，转身离开。“哎，不是让你先回家吗？怎么你还在这儿啊？”“等你一起，不是要给我解毒吗？”“你别急，等我制作出解毒丸，就开始给你施针。解毒需要口服药和银针搭配着治疗，这事儿啊急不来。都等这么久了，也别差这几天。”周思安无奈点头，其实他真的不是着急，只是找个借口而已。“舅舅，这装扮看起来和白日里大有不同啊。”“是吧，三哥？我们俩站在一起，是不是跟兄弟没差？”“确实，你这喉结是怎么做的？”“嘿嘿，这可是我的独家绝学。我可是兼职过剧组化妆师的人，别说喉结了，任何器官他都难不倒我。”“怎的白日出门不见你这么用心，这大晚上的还特意画了喉结？”“我本来准备吃过饭回去之后再跟大家说的。既然三哥你问了，那我现在说也行。”他眼神有些飘忽，将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没有任何隐瞒，包括自己已经答应了要去德善堂坐诊的事。“娇娇想做的事情，只要保证自己的安全情况下，我们身为家人都会支持娇娇。”“谢谢外公、娘亲、大嫂还有哥哥们，娇娇一定会保护好自己，不让你们为我担心。”“哎，大家这是怎么了？这么支持我？哼，还真有点不习惯。哎，我准备的那些话都还没来得及说啊。是我这身装扮奏效了。我娘和外公一定是看到了我的能力，决定放我自己勇敢飞了。”沈月娇想着，便拿起一串烤肉咬了一口。话说这烧烤还是差点味道啊，火候不对，努力白费。我记得上次齐大厨烤串做的不是这个味道啊，这怎么才几天的功夫，这技术还退步了呢？烤的也太老了。哎呀，开业第一天真不长脸，磨烤具的生意让人堪忧啊。沈括在一旁听着他的吐槽，脸上表情逐渐变得尴尬。这肉是他烤的，他按照齐大厨的步骤一步也没落下，怎么就没烤好呢？他不信邪，随手拿起一串，张嘴就咬了一口。
阿阔看起来很喜欢吃这烤肉，不如二哥这里的也给你吃，我再等下一盘就好。不必。不就是烤个肉吗？这怎么还谦让上了？他们是不是忘了魔烤居是他们家的？这烤串儿还不是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哎，小布，你说我是不是也得谦让一下，才显得兄友弟恭啊？这肉是沈三哥烤的，主人你且吃且珍惜。啊，原来是三哥烤的呀！哎呀，我就说嘛，这根本就不是齐大厨的水准呢。我大嫂笑什么？这是想起我大哥了？哎呀，话说我大哥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哎，小布，你有关注那边吗？沈大哥如今已经开始训练了，一直在训练场，没有什么危险。因为沈大哥表现出色，陈景鹏直接让他做了小队长的位置。嘿，不愧是我大哥。等二哥考科举的时候，我要跟着一起去京城，带上大嫂，我们一起去看大哥。沈月娇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却没想到现实给她带来的是冲撞。沈月娇拥有了自己在古代的第一份工作，还挺激动，一大早就来到医馆报到。小药童正站在柜台前打哈欠，看见沈月娇进门，瞬间打起精神，喊了一声：啊，师傅，沈公子来了。阿月来得巧啊，过来看看赵先生的脉象，看看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这位是正德书院的赵先生，他身患心疾多年，最近越发严重，经常伴有胸闷甚至晕倒的现象。可否让我给赵先生诊脉看看？当然，那就劳烦小神医了。小神医不用多虑，诊出什么但说无妨。您可是会经常出现胸闷、胸痛的症状，有时还伴有冷汗、头晕、恶心。没错，小神医说的症状都能对得上。最近发病的次数这是越来越多了呀。唉，赵先生确实患有心疾，而心疾分为风湿性心脏病、高血压性心脏病、冠心病、心肌病等多种病症。而根据您这种症状，应该是属于冠心病。哦，老夫还是第一次听说心疾也有这么多说法。那依小神医看，老夫这病可还能治啊？无法根治，但是可以调理。只要您遵医嘱，保持心情舒畅，让您长命百岁没问题。我就说阿月一定可以，你还不相信？现在总算放心了吧？哈哈哈哈！是，那老夫这病就拜托小神医了。我会尽力，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得您配合才行。我先给您开个方子，您拿回去煎服，7天后再来复诊看看。就这样，沈月娇送走了今天的第一位病人。不过当时没有看到效果，所以并没有收到功德。那倒也没关系，只要他在医馆总能够得到功德的。7天后，赵先生来复诊，身边还跟着沈烨。小神医果然能力非凡，这7天按时服用小神医开的药方，竟然一次都没有犯过病啊！沈月娇对自家二哥挑眉笑笑，只是点头打招呼，便开始了了解赵先生的病情，给他诊脉。最近胸闷的感觉一次都没有吗？只是第1天有点头晕胸闷，之后便没有了。阿离，把我准备的那瓶药丸拿过来。您回家再用3天我之前的方子便可以停药了。以后每日睡前吃1粒药丸就好，注意饮食清淡，不要过度劳累。好，老夫晓得了。赵先生牢牢记住他说的话，告辞离开。庸医，你们德善堂都是庸医，赶紧叫那小子出来，给我妹妹偿命，快点儿救人。若是我妹妹的孩子保不住，我让你们赔葬。先把人放下，让老夫看看这是怎么了。昨日是你给我妹子看的，为何我妹子回去就小产了？昨日可是吃了什么寒凉的东西啊？
什么寒凉的东西？明明就是你们德善堂给开的药有问题。铁柱哥，不是的，那位小大夫没有给我开药，是我在德善堂买了安神香。那也是他们的香有问题。知道我妹子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吗？那可是知府大人家未来的小公子。抱歉，苏大夫，我哥他太着急了，他没有别的意思。小莲，你怕什么？这就是他们的香有问题，这件事必须得他们医馆负责才行。小布，看看这几个人什么来头？刚才听这男人说什么知府家的公子，那这个小莲是端木灵的相好？故事有点长，已发送到空间屏幕，主人可以自行查看。啊，原来是这样啊！端木大人的表妹薛柔跟过来之后，就一直在计划着一个阴谋。她准备找机会睡了端木灵，然后怀上她的孩子。但是薛柔自己因为以前玩的花已经不能生育了，所以便找了几个有身孕的女子，让他们将孩子生下来。到时候谁若生下男孩，让他抱走，可赏1000两。其中就是这小莲最合他心意。因为小莲没有成婚，是遭遇意外才怀孕的，比较方便她以后操作。小莲昨日也不是第一次诊出怀孕，她只是来检查一下自己肚子里的孩子是否健康。在得到她和孩子都很健康的这个结论之后，这人一开心便吃了不少的蟹酱和蟹黄，而这就是导致小产的主要原因。是的，主人，这两人傻的一瞥，还真就信了薛柔的鬼话。事实上，薛柔现在并没拿下端木灵。若是薛柔拿下端木灵的时间再晚几个月，小莲肚子里的孩子根本就不能用。所以，端木灵就算是知道薛柔冒领了救命恩人的功劳，却依然还是把她当作白月光留在身边。要查一下端木灵吗，主人？不查。哎呀，这种又老又烂的臭黄瓜，查一下都感觉是在浪费时间。唉，真是可怜了端木夫人啊！突然感觉这端木大人挺惨的，大家族真危险。不过还是得抽空见一下端木大人，提醒他一下，最近得防着点他那位表妹。你们医馆得赔钱，我妹子怀的可是儿子，不能就这么没了。你不是说这是知府大人家的公子吗？不如让知府大人家的府医给你们看看。有你什么事？滚一边去！哼，你们再继续纠缠，我会去官府报官，到时候我们就对簿公堂。哼，我倒要看看到底谁心虚。小莲咬了咬下唇，低声跟张铁柱说了几句什么，两人犹豫了一下便离开了。他们还想着逃命要紧，却没想到还没出城门便直接被人灭了口。大越国皇宫养心殿内，康元帝端坐在龙椅上，眼神带着一股强烈的气场。神女可找到了？回皇上，臣等无能，至今也只是找到一点神女的线索。哦，什么线索？青州府下面一个叫李家村的小村庄有一个少女，可知晓过去，能算出未来，还能引来天雷惩罚恶人。只是我们找过去的时候，那一家人全家去投奔亲戚了。哦，那你没派人去找找？臣在那边留了继续查的人。据李家村人说，此女名叫沈月娇，是从京城被送回去的假千金。什么？京城送回去的？站在一旁的永安王突然提起精神。皇上，户部尚书沈旭东家前段时间似乎查出了当初抱错孩子的事儿。沈旭东，沈月娇，国安，让沈旭东来见朕。若这个沈月娇真是沈旭东曾经的养女，那还真得好好问问，这等有能力之人，他怎么就心这么大，竟然把人送走了？康元帝现在心里已经确定了，李家村那边打听的消息若是属实，那此女一定是他梦里的小神女，是保他大越国昌盛之人。下手的几个大臣见他们皇上心情正好，他们事情也都汇报的差不多了，
刚想告退，就见郭安急匆匆地走进来。他在皇上耳边低语几句，就见康元帝脸色突变，甚至惊得从龙椅上站起来。什么叫太子不见了？太子不是去护国寺礼佛了吗？根据来人汇报，太子本是今日回宫，却在途中惊了马车。等护卫追上马车时，车内已没有了太子的身影。一群废物，这么多人，居然连太子都护不住。太子每年去护国寺礼佛，都要在里面住1个月时间，为何这次只是短短3天时间便要回宫？为何不见回来报信的护卫？太子这次为何这么早便离开了护国寺？回禀皇上，那护卫硬撑着一口气回来报信，只交代了寥寥几句便去了。皇上，太子现在应当还是安全的，对方能放一个护卫回来，那一定还有其他消息。那护卫可带回了什么东西？没有，并未带回其他。儿臣认为如今还是找到太子皇兄最重要。儿臣愿沿途寻找太子皇兄，请父王应允。准。郑国侯协助三皇子沿途寻找太子下落，一有消息第一时间传回来。是，臣遵旨。儿臣领命。站在一旁装鹌鹑的二皇子不屑地瞥了他一眼，暗道一声蠢货。谁都知道太子这次恐怕凶多吉少，别人都躲得远远的，他竟然为了讨好父皇还凑了上去。沈月娇结束了一天的看诊工作，直接去了魔考居找自家三哥，准备用美食来安慰一下自己。还是一身男装，有迎上来的小伙计没认出是他，所以只当成普通客人来招呼。客官里面请问需要大厅还是雅间？大厅就行，找个安静点的位置。娇娇，怎地不去楼上啊？啊，三哥，我在大厅坐一会儿，这里人多热闹。哎呀，主要是享受一下现代烧烤店的感觉嘛。哎，就是差了几瓶啤酒，等有时间了研究一下，酿些啤酒出来。吃烧烤没有啤酒，那是少了一半灵魂呢。啊，那三哥给你拿烤串去。娇娇今天想吃什么呀？吃什么都好，不过我有个小小的要求。哦，说来听听，让三哥考虑考虑。若是太难办，三哥可就无能为力了啊。三哥，你什么都不用干，我的烤串让大厨烤就好。沈月娇笑得讨好，做了个拜托的表情。他可不想再吃三哥烤的肉了。自从开业当天，三哥为一家人烤肉被二哥调侃之后，他每次来魔烤居总是能得到几串三哥做的烤肉，实在是这么多次一次都没有进步，让他难以下咽得很呢。所以今天他才主动提起，省得等会儿看到三哥那可怜兮兮被打击到的表情。行吧，三哥就听娇娇的，今天不动手。我主要是怕三哥管理魔考局太辛苦了。行，那今天三哥就休息休息。沈括转身离开，不一会儿，各种烤串陆续端了上来。沈月娇大快朵颐，心里再次感叹还差了点啤酒，而且气氛不太够。眼神四处打量的时候，突然注意到门口进来几个人。这不是端木大人吗？这旁边跟着的是谁啊？这俩人都快贴在一起了吧？咦，端木大人快活得很呢。沈小公子，好巧，不介意我们一起吧？啊，原来是端木大人，当然不介意。几位请坐。哎呀，干什么干什么？我就想好好吃个饭，怎么就这么难呢？你一个当官的不去2楼雅间，跟我挤个小角落干什么？表哥，这位小公子是谁呀？表哥也不介绍一下。这就是白月光表妹啊！原来端木大人喜欢这款啊，这简直是震碎三观。还有这女人恶心的眼神令人作呕，真想把那双轻佻贪婪的眼睛给挖掉。
表哥。端木林反应过来，给两人介绍：这位是德善堂的沈小大夫，这位是我的表妹薛柔。德善堂是苏太医家旁支开的那家医馆吗？沈小公子这么小的年纪就已经能在医馆坐诊了，还真是年轻有为呀。那我以后身体不舒服，可以去找沈小公子看看吗？当然，能为薛小姐这样倾城的女子效劳，是沈某的荣幸。这女人是在勾引小爷吧？哎呀，果然小爷我魅力无限，但是这么恶心的东西，还是别来沾边了。话说，这端木大人有没有听说有人要陷害他的事儿啊？这位薛柔表妹可是主谋呢，嘿，这差点儿就喜当爹了。端木大人可怜得很呢。今日沈公子在医馆，可是遇上了损坏本官名声的人啊。确实，今日医馆里来了2个闹事儿的人。那男人说了一句他妹妹肚子里的孩子是知府大人家的小公子。沈月娇眼神扫向薛柔，见对方惊讶地看向端木林，还带着些受伤的表情，似乎端木林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那眼神简直要直接说端木林是个负心汉了。哼，这演的还挺像，这不知道的还以为薛柔是端木林的正牌夫人呢。哎呀，真替永安王府的世子妃感到委屈啊。以后有机会遇到，一定劝劝那位可怜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了个负心汉、狗男人耽误半辈子，可真不值得。端木林自以为就算是认错救命恩人的那些年，也没怠慢过自家夫人，只是算不上夫妻恩爱。相敬如宾也是有的，而且他夫人为府里操劳，对他的态度也没有热络到哪里去吧？怎么他就成负心汉、狗男人了？这意思还要去劝他们夫妻和离？如果沈月娇听到他的心声，一定会告诉他，和离都是便宜你了，若是可以，直接休夫。本官听到消息的时候再去查，那2人已经被暗害了。沈公子觉得这2人是不是有人指使？当然有人指使，要不然哪有这么巧合就被人灭口了？这大人都没查出来，草民怎么会知道呢？咋的？这是又想让我给你算一卦？话说我若是给你算了，今晚等来的一定是薛柔的暗杀。呵呵，虽说我也能解决吧，但是我还是懒得招惹麻烦呢。反正就算是说出来，你也查不到证据。虽然好色了一点，但是其他方面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做事儿吧很少给人留下把柄。哎呀，不过这都是小事儿，最重要的是你即将面临死劫呀。薛柔3天后就会接到任务毒杀你，毒杀不行改暗杀，按照剧情你就是死在这次暗杀中。话说我要怎么提醒一下端木林呢？哎呀，虽然是个渣男，但是也不能白白让这么个玩意儿弄死吧。表妹吃好了便先回去吧，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表哥，你送表小姐回去。他现在没时间和这个女人虚与委蛇，他得问问沈月娇自己死劫的事情。比起刚才提起的剧情，他更相信沈月娇脑海中的那个小布。那好吧，柔儿先回去。薛柔咬咬唇，有些可惜地瞟了沈月娇一眼，暗道只能下次再和这位沈小公子联络感情了。至于端木林要查小莲的事情，根本没让他放在眼里。他自己做的事情自己知道，从来没有让别人查到把柄的时候。叫上沈三公子去2楼雅间坐坐。走吧，不用叫我三哥。沈小姐再帮我算算。那请问您又想算什么呢？不如就算算本宫未来3年半的安危吧。他自己说的都不好意思，本来想说3天，但是那就太刻意了，所以就随口来了句半年。
随后想起小丫头的贪财属性，又拿出1000两银票递给她。沈月娇看见银票，脸上的笑变得真诚了些。端木大人太客气了。哎呀，其实呢，我已经不缺钱了，但是有钱不要那是傻子。哎，小布，快给他查查半年内的事儿。主人，3天后是端木灵的生死劫，只能度过生死劫之后才能看到他的命运。哎，那你仔细给我说说这个生死劫，我提醒他一下，人家1000两银子不能白掏了，是不是？端木大人近期可是要回京城？并未要求回京城，若是没有什么特殊情况，本官3年内不会回京。他可是被外放过来的，虽然是被他爹外放的，但也毕竟是经过皇上同意，所以没有立功或者特殊原因，应该不会轻易调动的。主人，端木灵死劫前的事情已同步到空间屏幕上了。那我来看看。哦，原来是永安王病危，皇上召他回京的消息是假的。男主给薛柔下达的任务会在明天传来，并且还带着一包无色无味的奇毒，于是明天晚上端木灵就会面临第一次毒杀。然而端木灵因为当天并没有喝那杯被放了奇毒的茶水，薛柔就想到了第2个办法，伪造一封来自京城的信件，让端木灵误以为自己老爹病危那他肯定坐不住了，直接快马加鞭带着灵医一人回京。结果还没出青州府，就遇到了薛柔安排的杀手。这薛柔很得男主信任啊，这次来青州府竟然带了足足20个高手啊，那怪不得能暗杀成功呢。沈月娇明显感觉自己周围的气温降了2度，神色疑惑地看着旁边阴沉着脸色的人。端木大人，您怎么了？我这还没说话呢，怎么就这么激动啊？没有，沈小姐可是算出什么来了？确实算出一些。端木大人3天后有一生死劫，若是度过了，我们再来说未来半年的命运。端木大人近日要小心身边的人，注意自己的饮食方面。既然端木大人近期没有回京的打算，那若是突然得到什么消息需要回京的，还是要慎重考虑。端木大人的双亲近期都不会有生命危险，端木大人还是要保护好自己，才能让关心你的人安心。我已经提醒的够明显的吧？我记得永安王一家直到剧情过半才被流放的，所以近期若不发生大的变故，一定不会有事的。到时候只要薛柔的假消息传到，端木灵定会怀疑。哎呀，我可真是太聪明了。多谢沈小姐，本官会防着身边的人。端木灵惦记着回去给京城送信，便没有多留，便离开了。再见到端木灵已经是7天后的事情了。他带着银票上门拜访，直接说是沈月娇救了自己的命。端木大人真的不必客气，你已经给过报酬了。应该的，沈小姐，你不知道我遇到了什么，也不知道薛柔背后的人是谁。这次安排暗杀我的，竟然是东越国的杀手。他自然知道薛柔背后的人是六皇子，而六皇子的生母便是来自东越国的公主。只是他没想到，六皇子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和东越国的人联系上了。毕竟一个不声不响的小透明，若是没有听见沈月娇新生这件事发生的话，他们还不知道会被蒙在鼓里多久呢。这就需要问薛小姐了。既然已经将人抓了，那端木大人让人审一下，自然就知道了。薛柔背后的人当然就是男主了，他可是最终成为男主左膀右臂的人。哎，没想到这次被抓得这么早。沈小姐有所不知，这薛柔嘴硬得很，我这几天什么办法都用了，就没让她开口过。端木林这么说，其实也就是随口抱怨一下，毕竟他不会指望沈月娇一个小姑娘帮自己审问薛柔。不过也就是他随口的抱怨，没想到沈月娇还真的帮他解决了难题。端木大人请稍等一下，我去拿些东西。
这是沈琛托人带回来的书信，沈老先生看看。有劳端木大人了。沈良眼中闪过喜色，自从阿琛离开后，家里人对他多有挂念，他们也就只能在娇娇的心声里听到他还平安的消息。如今终于收到书信了，这是可以让人自制力变薄弱的药，用来审讯应该有些用处。端木大人试一试，熬一碗灌下去就可以了。这次沈小姐可是帮了我一个大忙，等以后本官必有重谢。本官先告辞了，下次再来讨扰。外公，快看看我大哥信里都说了些什么，他在京城过得好不好啊？哎呀，虽然一直让小布关注着大哥那边，但是总感觉没看到来信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你大哥信中都说了些什么。沈良缓缓地展开信纸，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信中内容，眼里的笑就没淡下去过。看罢，便将信递给正拔着脖子看过来的沈月娇。嘿，你这丫头啊，就这一会儿也等不及了。娇娇也是担心大哥嘛，大哥真厉害，竟然帮助朝廷抓住了江洋大盗呢。大哥还说等拿到1000两赏银，给我们买礼物。最重要的是，大哥抓到的江洋大盗那可是刘一两，那可是原著中害得大哥入狱的那个盗贼。哎呀，本以为大哥去了京城也能躲开这一劫，不会遇上刘一两，却没想到还是遇上了，而且还直接将人给抓住了。哈哈，大哥威武！两人都看过了，便将信收了起来，想着等会儿沈清婆媳俩回来，给他们也看看。沈月娇趁机跟自家外公打了个招呼，回房休息。反正今天不用去医馆，那他就去空间修炼吧。空间能量充足，他的异能也该升级了。今天晚饭时间，大家都在，魔考局已经可以正常运营了。大哥果然厉害，这才去了京城多久，就已经当上教头了，还抓了盗贼。大哥确实厉害，不如等到8月份，我们全家一起搬去京城找大哥。还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他就要参加乡试了。乡试放榜之后，只要不落榜，就需要去京城继续考试。沈烨看了眼沈月娇，和自家外公对视一眼，两人都理解对方眼神里的意思。那我怎么办？二哥，你不会狠心把我自己留在这儿吧？但是我若离开了，那考模局没人管理啊。二哥，你好好的培养萧掌柜呗，到时候让他管理青州府的魔考局，你自己再去京城开一家分店。沈月娇给他出主意，甚至还将现代的连锁店形式讲了一遍。沈括越听眼睛越亮，让整个大越国都吃上魔考居的烤肉啊，将魔考居开遍整个大越国呀。他现在只是想想就激动。众人又聊了几句，敲定了举家迁往京城的时间。留在沈烨乡试放榜以后，他们谁也没考虑过沈烨会落榜这件事儿。沈月娇对于未来多了些期盼，只是她没想到自己去京城的时间比计划的要快了许多。沈月娇正在睡梦中，被小布一阵刺耳的狼嚎给唤醒了。怎么了？怎么了？是有狼来了啊！小布，你这是怎么了？主人，不好了，沈大哥出事了！啊？什么？我大哥怎么了？沈大哥跟着郑国侯去救太子，已经找了许多天也没见太子踪影。今天……哎呀，小布别啰嗦，说重点。谁想知道找什么太子啊？我现在只想知道大哥有没有生命危险。主人得想办法快点去救沈大哥，他现在身受重伤，再不接受治疗会没命的。那我运行空间过去，小布，你把位置发到空间的屏幕上。他说着便找出纸笔，写了封信，说明了自己的去向。他将信放在房间的桌子上，大半夜的也不能吵醒其他人，便直接留了封信，运行空间离开了。他知道自己对京城人生地不熟，所以临走前去了趟端木林家，也顾不得许多，他直接来到端木林的房间里。端木大人，快醒醒，快醒醒！沈小姐，你这是？端木
木大人，时间紧急，我长话短说。我刚刚算出我大哥重伤有危险，所以我得赶去京城救他。但是我怕我在京城遇到麻烦找不到帮手，所以请你借我一些现如今能在京城的人。你现在过去，你大哥也没命了，还不如想想其他办法。我有办法过去，你只要修书一封给你信任的人。若我在京城遇到危险，需要找他们帮忙，拜托了，端木大人，等救出我大哥，必有重谢。最终，端木林还是给了沈月娇2封信，一封是给他属下林武的，信中表明，当看到这封信的时候，要任沈月娇差遣；而另一封信是给永安王的，里面说沈月娇是自己的救命恩人，若他找上门，能帮则帮。沈月娇拿着2封信直接离开，找到没人的地方进了空间。为了防止有人怀疑，他还跟端木林要了一匹好马，零食也带进了空间。小布，空间能量够不够运行到我大哥所在的地址？可以的，主人。我大哥那边现在什么情况？沈大哥那边还能抵挡一阵子，我们能在1个时辰内赶到，就来得及救人。沈月娇集中精力操控空间移动，眼里满是担忧和焦急。终于在沈琛快倒下的时候出现在他面前。这小娘们哪来的？二哥，她好像是凭空出现的。哎，这小丫头轻功不错嘛，不过进了这里只凭轻功可就出不去了呀。给我捉住她，晚上给我们老大玩玩。娇娇，你怎么来了？你可能因为情绪太过激动，沈琛急火攻心，直接喷出一口鲜血，晕了过去。大哥！探了探脉搏，确定自家大哥的身体状况，迅速从空间里拿出云针，封住了几个大穴。确定情况稳定住，这才将人轻轻放在地上。狗东西，不该死！小布，给我看看这附近2公里内还有没有其他人。主人，后面马棚里还关着人，狩猎场外面还有这些人的老大。马棚里的是什么人？程景鹏和他的3个手下，还有三皇子。为什么我大哥被伤成这样，马棚里的人没受伤？天知道，刚才看到大哥的一瞬间，他都被气炸了。那群狗东西竟然将大哥折磨成这样，不止身受重伤，还中了剧毒。若不是情况紧急要给大哥治疗，他绝对不会让这些人死得这么容易。不过等会儿他腾出手来，有的时间找狩猎场外的人算账。马棚里的人也身受重伤，只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被下毒。这些人将来救太子的人全部打成了重伤，而后准备将人一个一个带出来试毒。在沈大哥之前被带出来的几个人都已经中毒身亡了。都说到这里了，沈月娇还有什么不明白？若是他再晚来一步，大哥就没命了。我空间里不能进外人。刚才在他出现在这里的一瞬间已经尝试过了，没办法把大哥带进空间救治。是的，主人。小布，你能从空间里出来是不是？是的，主人。那我放你出来，你帮我保护一下大哥，我要进空间制药给大哥解毒。呀呼！小布，跟上。来了，主人。小布兴奋地跟在沈月娇的身边转圈，他这还是第一次出空间呢。沈月娇一进马棚，就发现一道锐利冷冽的目光盯着自己，把大哥放在干草上，才转头看去，马棚的另一边躺着5个人。他知道这就是小布说的三皇子和程景鹏，还有他的手下了。不用这么看我，我来救我大哥。当然，只要你们听话，我也可以顺便救一救你们。不过现在我还有事做，你帮我照看一下我大哥。那止血药，算是报酬。多谢。你是沈琛的妹妹？是，我去找解药，麻烦您帮我照顾一下大哥。我大哥若是等下醒了，麻烦给他拿一颗药丸吃下去。好。小布，
帮我看好大哥。喂，小丫头，你先把我们带出去，再给你大哥找解药。那命令的语气惹人厌恶，沈月娇也只是冷冷扫了一眼。小布，看好大哥，真有那不听话的，直接咬死。你！沈月娇不屑一笑，不理会他们，直接离开。笑话，他本就心情不好。程锦鹏身为曾经的镇国将军，保家卫国的英雄，他才好声好气地跟对方说几句。那个软蛋算什么东西，也配和他大呼小叫。熬药大概需要2刻钟时间，他也没在空间等着，直接出了空间，将银针扎在昏睡的二哥身上。看到人悠悠转醒，才轻飘飘地开口：不要大喊大叫，想活命就配合我。先说说你叫什么名字？严平。为什么要用人试毒啊？你不说也没关系，我能有其他办法直接找到结果。之所以问你，也只是想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沈月娇也不遮掩，直接从空间里拿出一包自己研制的毒药。严平看着凭空出现的药包，眼里闪过错愕和惊恐。你是人是鬼啊？我是小仙女，你也不必说了，我懒得听。你想做什么啊？把这个吃了，你就可以多活些日子。不，我没时间陪你耗着，你自己吃还是怎么喂你啊？我不吃。那行吧，既然你不想吃这个，那就换一个。这是我研制的毒，名叫求死不能。等一下你就会感觉到肚子有一点点疼，然后慢慢的就会越来越疼，而你的舌头、四肢会变得麻木、僵硬，一动都不能动，连喊叫都不能。你的内脏会慢慢腐烂，一直到全身都发烂发臭，而这种疼痛会持续3天，所以你慢慢享受吧。沈月娇站起身，怜悯地看着他，也不再搭理他，直接进了空间，小心翼翼地将熬制好的汤药倒入了一只粗糙的瓷碗之中，然后轻轻吹去表面的热气，待温度适宜后，这才出了空间，向沈琛所在的牛棚走去。牛棚里气氛有些古怪，他离开前还不可一世、趾高气扬说话的三皇子蜷缩在角落里，眼神充满恐惧地看着小布所在的方向。沈月娇疑惑，用意念和小布交流。小布，那个软蛋是怎么了？你吓唬他了？是他想要抢主人给沈大哥留下的药，程景鹏不给，还用身份施压，还说沈大哥死了就死了，还不如把药留给有需要的人。小布只是给他一点小小的教训，咬了他一下，并没有阻止程景鹏给他止血，他不会丧命。很好，三皇子是吧？哼，给我等着！我大哥一直都没有醒过来吗？是的，主人，沈大哥一直昏睡着。沈月娇顾不上其他，端着药碗走到沈琛身边给他换药，却没发现程锦鹏震惊的神情。程锦鹏在沈月娇和小布交流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就开始控制不住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没有看见眼前的小姑娘张嘴，却能听见对方的声音，而且他确定自己不是幻听，那个小布就是小狼吧？他真的能听到小姑娘和身边的小狼交流，为什么会这样？在程锦鹏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沈月娇已经把自家大哥扎醒了。娇娇，真的是你？你怎么来了？这里危险啊！大哥，先把药喝了，外面的人已经被我解决掉了，我会救大哥出去的。解决了？你没受伤吧？对，狩猎场里面的已经解决了，外面还有他们老大，等大哥把毒解了，我们一起去解决外面的人。沈琛点头，突然想起自家妹妹的厉害，暗道自己真是关心则乱了。沈琛指了指自家妹妹手里端着的药碗，这药
这药是我刚才去他们这里的厨房熬的，没有惊动人，大哥放心。我是说，这药给我吧，我先把药喝了。好，给大哥喝药。哎呀，大哥也真是的，说话怎么还带大喘气儿的，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是要问这药的来历呢。是我大喘气吗？难道不是你打断我说话吗？虽然心中腹诽，但他也没揭穿自家妹妹，免得把小姑娘惹急眼了。这狼是……这是小布，我无意间遇到的，他很有灵性，刚才还保护了大哥呢。哦，这样吗？小布，那不就是跟着娇娇的小神仙？难怪总喊娇娇主人，原来是只小狼。阿琛现在感觉可好些了。沈琛听见声音才反应过来，镇国侯和三皇子也在这里，正想起身就被程锦鹏阻止。程锦鹏笑得随和，不必多礼，这还亏了你妹妹救了我们。小姑娘叫什么名字呀？回侯爷，小女名叫沈月娇。你也不必如此拘谨，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就无需讲究些什么了。你刚刚说的这里的主事人在外面，你见过他们？我是刚才听那些人说的，不过消息应该没问题。现在最重要的还是给你们解了身上的软筋散。对，小丫头，你先把我们的毒解了，等我们恢复体力，也好一起把你哥救出去。这是解药，侯爷只要吃下1刻钟便可恢复。他只留下一句话，也没管李红颜阴沉的脸色，便开始用意念跟小布交流。小布，将我大哥他们抓到这里的背后之人是谁呀？幕后之人便是当朝贵妃齐蕊。贵妃？二皇子的生母？她竟然有这么厉害的手下，能将程锦鹏活捉？原著中不是说程锦鹏武功盖世无双吗？刚才那些人是青阳寨的土匪，不过他们现在听命于齐蕊。那些人在青阳寨布了阵，程锦鹏的人进入阵中会反应迟钝，所以拿下他们并不难。而在被带离青阳寨之后，程锦鹏和沈大哥等人又被喂了软筋散。小布，你将狩猎场外面的情况发到空间屏幕上，让我看一下。好的，主人。程锦鹏和沈琛眼里闪过诧异，阵法？他们只知道迷阵，原来还有让人浑身无力的阵法吗？程锦鹏见沈月娇已经开始自顾自的闭目养神，也不再打扰他，拿了1颗解药吃下去，又把剩下的发给三皇子和自己的下属，而后才问沈琛道：阿琛，你被带出去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些人在拿我们试毒，属下根据他们的谈话大概能参出，对方要根据我们的反应对毒药进行改良。试毒？那是一种具有腐蚀性的毒，服毒者会感受到自己身体从内而外慢慢腐烂的痛苦，这毒只要侵入肺腑，就再也没有得救的可能。哎呀，幸好我来的还算及时，否则大哥服毒时间过长，神仙来了都救不了。等我抓到这些人的老大，一定要让他们尝尝我新研制的求死不能，那可比这些人的毒有意思的多了。听到沈月娇的话，所有人顿时倒吸一口凉气，从内而外腐烂的痛啊，想想都心凉。程锦鹏见自己人服下解药之后，精神都好了不少，顿时松了口气。他们得赶紧恢复一下体力，留给他们休息的时间恐怕也不多了。外面的人长时间听不见动静，一定会进来查看情况。哎呀，这会儿也不用紧张了。这狩猎场外面满打满算也就只有7个人而已，而且武功都不怎么样，我自己都能对付，更何况还有镇国侯这个绝顶高手呢。哎，对了，小布，你不是说他们之所以会在这里，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太子？是的，主人。不过太子没在这里，他已经被带回京城了，就关在清风楼的柴房里。酒楼柴房？那是这酒楼的主人抓了太子？清风楼是齐蕊娘家给的陪嫁，他进宫之后一直暗中安排人打理。啊，那抓太子的人就是齐蕊了吧？
他为什么要抓太子啊？难道是为了给自己的儿子争那个位置？齐蕊只是想报复皇后而已，因为他当初身怀6甲的时候，皇后养的波斯猫将他撞流产了。他一直以为这是皇后故意设计的，所以他对皇后怀恨在心，要害死太子，让皇后痛苦余生。这女人狠起来还真是狠啊！她一点都不顾及二皇子啊，那不也是他儿子吗？那当然不一样，二皇子是皇帝的孩子，齐蕊当初被猫撞流产那一胎，可是他和青梅竹马的孩子。沈月娇沉默了，这贵妃牛逼啊，这是送给皇上一顶大绿帽子。程景鹏瞳孔一震，他这是听到了什么？这是真的假的？这种皇室秘闻是他能知道的吗？而且沈琛也将程景鹏的表现看在眼里，这是又一个能听到娇娇心声的人出现了。侯爷这是怎么了？没什么，本侯只是有些饿了。呀，他们多长时间没有吃饭了？我大哥也饿了吧？哎呦，我得赶紧出去搞点吃的。哎，还好空间里有不少食物啊。啊，对了，我看到那些人的锅里好像有包子，我去拿过来。大哥，你等我啊。沈月娇飞奔出去，沈琛无奈地摇摇头，嘴角挂着宠溺的笑。阿琛，你是青州府人吧？是的，侯爷。你们也姓沈？我记得户部尚书沈旭东前些日子找回来的亲女儿也是从青州府带回来的，也姓沈。我家就是那跟沈尚书抱错孩子的人家。程景鹏心中豁然开朗，这位可能就是皇上要找的小神女呢，怪不得来得这么及时，而且还是不远万里赶过来的。他此刻已经忘记了沈月娇的到来是为了救自家大哥，而救他们只是顺便。终于吃过饭之后，众人才出了牛棚。这些尸体为什么像是被烧了一样？小丫头，这些尸体是你烧的？不是，确实不是他烧的，而是他劈的。你这……三皇子，我们还是来商议一下怎么解决外面的人吧。沈琛顺势将自家妹妹挡在身后，维护的意味十足。他才不管什么皇子，谁也不能欺负他妹妹。哼，还用商议什么？直接去端了就是。是，就听三皇子的。姚罗，你去探探。程锦鹏吩咐自己身边的少年，他虽听见了沈月娇的心声，也相信了大半，但也还是决定让自己人去探探，这样比较放心。姚鲁没多久便回来了，带回来的消息跟沈月娇说的差不多。好，那我们趁着天还没亮直接攻过去，尽量留下活口，小心这些人手里有毒或者暗器。是。那本皇子在外面等着你们，就这点人也用不到本皇子出手了吧？把立功的机会留给你们就好。李红颜说的大义凛然，实际上眼里的胆怯极为明显。程锦鹏当然不会同意，不是想让他帮什么忙，主要是怕他在外面被人杀了，再怎么蠢也是个皇子，回头他不好跟皇上交代。三皇子还是一起吧，外面不安全，一起进去本侯还能保护你一二。沈月娇翻了个白眼，心中暗骂一声怂蛋。他还在考虑等会儿要给那几个人下什么毒，看样子郑国侯想留活口，可是生不如死用了之后3天内必死啊。不如就用锥心痛吧，不过锥心痛也只能让他半个时辰经历一次全身骨头被敲碎一般的痛。哎呀，还真是便宜了这帮狗东西。你哪来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毒？沈月娇看着四仰八叉躺在床上的大胡子男人，在心里问小布：小布，就是这里了吧？是的，主人，他就是青阳斋的土匪头子。行，那就从他先开始。沈月娇一根银针扎下去，先把人扎晕过去，否则喂药的时候将人吵醒就不好了。主人，程锦鹏和沈大哥往这边来了。啊，怎么这么
么快？程景峰好像发现你离开了，所以吩咐手下去其他屋子抓人，而他和沈大哥则是跟着主人后面过来了。沈月娇用最快的速度把药丸给大胡子男人喂下去，刚准备转身出门，就发现程锦鹏和大哥开门进来。见沈月娇呆愣在原地，本侯想问问小丫头，你手里有没有迷药？给他们喂了，省得待会儿有人大喊大叫带来麻烦。啊，有的。大人，您先使用这药粉，只需将其轻轻撒向敌人面部，然后再给他们每人喂食一粒药丸，如此保证能让他们陷入深度沉睡之中。哼，就算醒过来，也得是半个时辰之后被痛醒的，大不了到时候再打晕过去。行，你这袖子里的东西还挺齐全。我一个弱女子出门在外，总得多防着些。这些只是一些防备歹人的药，您看，这不正巧就用上了。你说谁是弱女子啊？真是越说越离谱，这小丫头脸皮还挺厚。确实，娇娇以后这种防身的药都得随身带着点。行，那走吧，弱女子。程锦鹏被这兄妹俩一唱一和的劲儿给气笑了，横了眼沈琛，去将这药给那些人服下。是。他现在已经确定了，镇国侯也可以听见娇娇的心声，而且对他们没有恶意，甚至他明显感觉到在听到心声之后，态度还有了些变化，连最开始的防备都没有了。见自家大哥离开，沈月娇也对程锦鹏微微一笑，转身出了门。这两个没大没小的，竟然把这种力气活留给我一个上了年纪的。程锦鹏认命地拎起床上的大胡子离开，三人朝着同一个方向走。给青阳寨的其他几个人也都喂了药，这才发现三皇子李红颜不见了。三皇子呢？刚刚三皇子说去小姐让属家在这里等着他。哎呀，那软蛋又怂事儿又多，真烦人。哎，小布啊，现在外面也没什么事儿了，要不然我把你送回去吧。好的，主人。那你往刚才那个茅草屋后边跑，我等下去追你。好。小布应了一声，便听话地往茅草屋后面跑。沈琛和程锦鹏两人知道怎么回事，便没有在意小布的去向。娇娇妹妹，你那小狼跑了，要不要去看看啊？沈月娇见自己还没说话，旁边就有人给自己找借口离开了，便也顺着台阶下了。我去看看，大哥，你等我一下。娇娇妹妹，我陪你去啊。坐下吧你，叫谁娇娇妹妹呢？娇娇妹妹也是你能叫呢？啊，我们是兄弟，你妹妹不就是我妹妹？虽然我比你小几岁，但肯定能比娇娇大上几岁，叫声妹妹不也正常？琛哥，怎么说娇娇妹妹也救了我，我得知道感恩，你说是不？这滚一边去！告诉你小子，别打我妹妹主意，她还小呢。小布就在茅草屋后面等着他，确定周围没有别人，沈月娇将小布放进空间，便溜溜达达往回走，却没想到转了个弯就看见李红颜跟一人正打得不可开交。我去，这什么情况？小布，这附近不是没有人了吗？这从哪儿冒出来的？抱歉主人，这人是刚刚才到的，小布没有关注附近情况，所以没能第一时间发现。哎，没关系，现在也不晚。哎，你看看周围还有其他人不？还有，这人谁啊？这是贵妃身边的大宫女秋儿，一大早赶叫来，就是想看看这边的施毒情况。妈的，你不说我还忘了，这试毒是祁蕊指使的，他还会制毒？不是的，祁蕊只是在替秦郎办事，那可是个制毒高手。他秦郎是谁啊？敢给皇帝戴绿帽子，这人还真是不容小觑啊。是清风楼的掌柜朱兴，两人从小青梅竹马，只是后来朱家落魄了，所以便去帮祁蕊打理酒楼生意。我去，一个制毒的居然打理酒楼啊！
眼看着李红颜已经落了下风，沈月娇瞅准机会，从空间拿出一把匕首，对着秋儿就扔了过去。谁？咦，竟然是你这小丫头片子救了本皇子！看在你帮了本皇子的份上，本皇子就大人不计小人过，暂且宽恕你的无礼冒犯之罪吧。我可谢谢您了，拎上他，该去找郑国侯了。你让本皇子拎上他？不然你觉得我一个柔弱的小女子能拎得动他？沈月娇翻了个白眼，不再理会李红颜，转身就走。反正就算这人不带上秋儿，到时候让郑国侯安排人回来一趟也行。至于让他沈月娇干这种体力活，想都不要想。两人一前一后来到众人所在的地方，沈月娇将刚才发生的事情简单说了一下。最重要的是让他安排人去把人带过来，因为李红颜那个软蛋真的就把人留在那里，自己一个人回来了。行，那边一起过去吧，正好我们也要过去找马。众人纷纷上马，浩浩荡荡地向京城方向赶去。不过太子还没救回，程锦鹏担心打草惊蛇，所以他们只能先在京城附近程家的一个庄子上住下。大家先在这里休整，再想办法寻找太子的下落。阿琛，你跟我来一下。沈琛似乎猜到了什么，安抚地拍了拍疑惑看着自己的妹妹。悄悄先去休息，等会儿大哥去找你。阿琛，你知道我叫你来是为什么吗？属下不知。你小子别装啊，本侯问你，你也能听到那个声音，对吧？侯爷若是说娇娇的心声的话，那是能听见的。沈琛心里叹气，偷听小姑娘心声，怎么还非得大张旗鼓说出来？哎，能听见娇娇心声的人越来越多了，也不知道这是好是坏啊。不过目前来看，这些人都对娇娇没有恶意，而且大多都命不太好。沈琛这么想着，不由得露出一言难尽的表情。哎，你小子这是什么表情啊？程锦鹏被他这表情看得牙疼。另一边还在青州府那边的沈家人一大早便发现了沈月娇留下的信，沈清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哎呀，娇娇怎么就一个人不声不响的去京城了呢？沈括从外面跑进来，额头上挂满了豆大的汗珠。我刚才查过了，咱家的马和马车都还在家，也不知道娇娇她怎么去的京城。既然没有骑马，那她应该不会走远。我现在就去追她。阿阔，等一下，娇娇不会做没有那么分寸的事情，不可能一个人去京城。那这信怎么回事？难道娇娇……娘，您先别急，娇娇一定不会有事的。娘先别急，昨日端木大人说过，他的人要去京城一趟，可能娇娇想念大哥，又担心我们不同意他去京城，所以他才私自决定跟着端木大人安排的人一起离开。啊，真的？娇娇是跟别人一起去的京城？无论如何，儿子先去问问，娘和外公不必着急。娇娇不是没有分寸的人，她一定会护住自己的安全。沈烨说着便出门去找端木林。他知道娇娇不是没有分寸的人，昨晚这么着急离开，都没来得及给家里人交代一声，肯定是有什么不能耽搁的事情。他说自己去京城找大哥，那恐怕是大哥那边有危险了。二哥，我跟你一起去。那小丫头说你一定会找过来，我还不相信，没想到还是你们小兄妹懂彼此啊。今日一早，家母便从娇娇房里发现一封信，信上只说她自己去京城找大哥，她去京城若想找人帮忙，也只认识端木大人，所以我和三弟便想着来碰碰运气。那小丫头可是半夜就过来了，她只说你们大哥有危险，让我给她写封信，若是在那边有需要，就去找我的人帮忙。不过他很好奇，他怎么能快速到达京城？听沈月娇昨日说话的语气，显然他大哥已经遇到了危险。那他就算骑马，最快也要10天到达京城，就算快马加鞭赶过去，也根本来不及。我大哥有危险，那娇娇一个人过去岂不是更危险啊？
那小丫头是真的将你们的反应都猜到了，看来她很了解你们。娇娇可是留了什么话？小丫头说她留下的信里之所以没有写明白，也是怕沈夫人过于担心身体，还说让你们不必担心，她最多半个月便能回来。管事伯伯可知道我大哥住在哪里？侯爷和昨日一起来的几位公子去了地牢，应该是在审问昨天带回来的几个犯人。那地牢在哪里？我能否过去看看？侯爷交代了沈小姐醒来，让奴才直接带您过去。沈小姐可需要准备一下，地牢那边常年不见阳光，比较阴潮。啊，不必了，我找我哥有些事儿，您给我指一下就行，我自己过去就好了。老奴带您过去。小丫头来了，一起过来看看。程景鹏第一时间发现了沈月娇的到来，他们在这里审半天了，都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这会儿见沈月娇来了，程景鹏眼前一亮，就想着是不是能从沈月娇的心声找到些线索。沈月娇四周看了看，都没发现秋儿的身影。侯爷可问出什么有用的信息吗？啊？怎么秋儿不在？难道他们刚才已经审问过了？也不知道那秋儿有没有供出贵妃齐蕊啊。不过秋儿身为齐蕊的大丫鬟，就算其他人不认识，三皇子应该也能认出她来。这样的话，就算秋儿不供出齐蕊，那到时候也会把她牵扯出来。再加上清芬楼的主人也是齐蕊，所以根本不用担心查不到齐贵妃身上嘛。没什么有用的信息，这些人嘴硬得很。这是让人吃了之后就能让意志力下降的药粉，应该正适合给这些人用用。侯爷，我们好像忘了一个人，最后抓到的那个女人还在马车上，没有带下来。沈月娇见两人这么上道，自己便坐在一旁当个隐形人。那你去带下来，那女人蒙着面，我们还没有见过她的真面目。啊，原来秋儿还没审啊，怪不得这些人都不开口。哎呀，马上就要暴露了，还有点小激动呢。其实我更想看看敢给皇上戴绿帽子的是什么样的奇女子。哎，不过现在只能看看奇女子的丫鬟了。没过多久，沈琛就提溜着一个人回来，将人扔在地上，故意将脸偏向李红颜方向。距离还不是太远，正巧能看清楚人脸的位置。在外面的时候，沈琛已经将秋儿的面巾摘了下来，所以现在往地上一扔，所有人都能看清楚他那张脸。李红颜看得尤为清晰。哎，这软蛋怎么不说话呀？睁着一双死鱼眼，这是干嘛呢？看他那震惊的样子，也不是没认出来人吧？这是……哼，就很无语。你不是都认出来了吗？怎么还一副不敢置信的样子？咋的？他是你什么很重要的人吗？这被自己媳妇儿绿了的样子是闹哪样啊？为什么妹妹脑袋跳跃得这么快啊？三皇子怎么了？李红颜茫然地抬起头，眼里竟是迷茫，半天没说几句话。沈月娇皱眉，感觉事情有些不对，这表情属实有点太过了。哎，小布，这个李红颜和这个秋儿是什么关系啊？秋儿曾经在李红颜遇到危险的时候救过她一次，虽然因为两人身份原因不得不刻意疏远秋儿，但是每次秋儿遇到什么事，李红颜都会帮忙。这个秋儿是个 PUA 高手，将李红颜玩弄于股掌之间。秋儿有不少自己不方便做的事，都是李红颜帮的忙。哈哈，小布你是会用词的啊，玩弄于股掌之间可还行。就是这次太子失踪，其实也有李红颜的手笔，只不过他自己也被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那你来说说，他都做了些什么？太子在护国寺得到了皇后生命的消息，是三皇子的人送去的。只不过嘛，他并不知道自己的手下已经被秋儿迷得死去活来，现在只听秋儿差遣。
程锦鹏眼睛微眯，打量着目光呆滞的三皇子，暗暗思索自己回去要怎么将这件事禀报给皇上。哎呀，真是蠢的可以。我记得原书中李红颜是男主的左膀右臂，就这智商，男主真的不嫌弃他吗？可能他只是情商低。可是我看他智商也不咋地。不过这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哎，话说我回青州府恐怕得骑马回去了吧？他思想跳跃，程锦鹏见听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了，便踢了踢地上昏迷的人。三皇子可是认识此人？李红颜犹豫再三，还是咬牙否认。不认识。不认识？三皇子这个表情可不像不认识的样子。程锦鹏听见他的答案，脸色当即沉了下来。他没想到这三皇子如此拎不清，心里不由得又给他添了一笔。不是吧？李红颜还对秋儿抱有希望呢，他难道忘记了秋儿在狩猎场那边要杀他的事了？三皇子可要考虑清楚，本侯既然抓到了这个人，那就一定会审出点什么，才会罢手。此人明显跟青阳寨那些人有关，还有极大可能会跟掳走太子的人有关。若是等他醒来，本侯审问，很难保证他不会将责任推给其他人。他口中其他人指的是谁，李红颜自然听得懂。见三皇子眼里闪过挣扎，沈月娇趁机道：你以为你是在保护他吗？其实你在保护他身后的人。无论你说不说出他的身份，他现在已经被抓了，那他便不会有活着的可能。你说出他的身份，或许还能有其他的转折。但是你如果坚持说不认识这个女人，那她一定会被定义成青阳寨里的土匪。那到时候你觉得她还有活着的可能吗？他只是想杀本皇子，本皇子不治他的罪就是了。这死脑子不会是被驴踢了吧？他不会以为都到现在了，给秋儿定罪只牵扯到他自身吧？真是蠢死了。是啊，就连沈月一个小姑娘都能想得明白，三皇子还真是被这个秋儿迷得昏了头。三皇子有没有想过，你就算不说出这个女子的身份，本侯也会有人去查。毕竟这牵扯到掳走太子的青阳寨土匪，不可能轻易的接过。小布，这镇国侯和这怂蛋是什么关系啊？为什么看起来像是在努力感化三皇子？两人没什么特殊关系，程锦鹏之所以如此，可能是想让李红颜迷途知返吧。主人，你看过这个信息，或许就能理解了。啊，原来是这样。在得到太子失踪的消息之后，三皇子是唯一一个站出来请缨，亲自去寻找太子的人。要知道这个差事可落不到什么好处，有极大可能救不回太子，到时候可能会被其他派系的大臣弹劾，被误会故意拖延时间谋害太子。就算救回来，那也只会得到不轻不重的夸奖，但同时也会被其他皇子当成眼中钉。毕竟有多少人想看着太子死呢，却被他费尽心思救回来，难保不会觉得他在太子那里得到了什么好处。这明显就是弊大于利的选择。程锦鹏觉得三皇子不担心自己受到牵连，将自己兄长的安危放在第一位，是皇室中人里难得的赤诚之人。不得不说，这镇国侯还是高看了他。李红颜的蠢货根本就没想那么多，他以为自己救回太子便会得到皇上的赞赏，却没想过有找不到太子的可能，更没有想到会被其他皇子排斥忌惮。哎呀，话说这镇国侯是因为多年来在战场打仗，才会变得这么实诚。既然三皇子这么说了，那本侯也不为难你，这件事本侯会查清楚，去皇上面前禀明真相。主人，程锦鹏像是对李红颜真的失望了。挺好，不愧是曾经驰骋沙场威震天下的镇国将军，大越的英雄。这不拖泥带水的性格我喜欢。李红颜看起来也被吓得不轻呢。
你别看他又怂又蠢，但是这人也阴得很。也就今天说这些话的是深得皇上信任，而且武力值比他高不少的郑国侯。你信不信？但凡是今天换一个人说同样的话，这怂蛋就能直接将人灭口。这种人典型的欺软怕硬，根本就不值得同情。程锦鹏凌厉的眸子扫向李红颜，果然见这人虽然低垂着头，但是双拳紧握，从侧面可以看出他腮帮子微微鼓起，显然一副咬紧着牙关隐忍什么的样子。程锦鹏微微叹口气，闭了闭眼睛又睁开，眼底一片漠然。几个犯人审问的差不多了，程锦鹏将这些毒匪签字画押的内容都让人一一收好。出了地牢才发现天色不早了，既然已经决定今晚要动身营救太子，那自然要提前准备。让我们的人集合在一处休整，今晚子时便动身回京。你提前去进城安排一下，不要打草惊蛇，只跟管着城门的人交代一声，让他们夜间听着点动静。是，属下这就去。姚鲁领命离开，程锦鹏又交代了沈琛几句，确定没什么遗漏之后才回去休息。沈琛见大家都离开，这才转身看向自家妹妹。娇娇，你回去休息，等大哥做完手头上的差事便来接你。我跟你们一起去。大哥，你知道的，我很厉害，到时候遇到危险，我也可以保护大哥。娇娇听话，等大哥结束了便来接你，到时候带你在京城玩几天。我先给大哥诊个脉，看看还有没有余毒残留。沈琛将胳膊递给他，突然问道：家里怎么让你一个人来京城？怎么没让你三哥送你？你一个小姑娘太危险了。家里怎么让你一个人来京城？怎么没让你三哥送你？你一个小姑娘太危险了。哎呀，大哥，你别这么担心，我一个人这不是也安全找到你了吗？沈月娇给他诊脉之后，确定那毒已经被清除了，这才松了口气。哎呀，当然不能告诉家里了，我可是半夜离开的，那时候家里人都在休息呢。而且情况紧急，带上三哥不就拖后腿了，起码得10多天才能到，我肯定得用些特殊办法咯，这样才有机会救大哥呀。大哥，毒已经完全解了，你好好休息，晚饭时候我来叫你啊。沈月娇知道自家大哥不愿让他去冒险，所以直接去找了程锦鹏，表示自己要跟着一起去。侯爷放心，我不会拖后腿的，并且若是有人受伤，我还能帮忙医治呢。小丫头，我这是为你的安全着想，我的人提前过去查看过，那酒楼里全部都是武功极高之人，你进去一定会第一时间被发现的，到时候谁也没有把握能护得住你。你们的人不会医术，若是太子受伤或者病情加重，没有个懂医的人跟着，恐怕到时候会让太子殿下伤上加伤。哎呀，真心累，让我去就好了呀。我若今天不去，恐怕你们一个一个的都没办法活着回来。那朱星在酒楼后院布了阵，到时候你们进去又会反应迟缓，任人为所欲为。而且现在太子被他们折磨得危在旦夕，可受不得再次折腾了。哎，我要怎么解释你们才能不拦着我呀？又是阵法，这天下真有如此厉害的阵法吗？这种阵法若用在战场上……程锦鹏微微摇头，暂时将这个想法抛在脑后。战场上的事现在说还不是时候，如今最重要的是将太子救回来才行。你不会武功，怎么保证自己的安全？沈月娇期待的表情一瞬间僵在脸上，她要怎么跟这人解释自己能用雷劈死人呢？可是她已经答应了娘亲，异能不轻易使用哎。我只是没有内力，但是我能保护自己。您忘了，秋儿就是我给抓住的，要不然就看那软三皇子自己肯定是抓不住他的。而且我还会毒，只要我愿意，保证1丈之内无活人。可别觉得我是一个弱女子，我一阵雷噼里啪啦能劈死一大片猛男。行，那便让你跟着，
不过本侯会安排沈晨专门保护你，你不能私自行动，一定要跟紧我们。您放心，我最知道服从安排了。行了，你先回去，我让人安排。他现在也有其他事要做，想到这儿，沈月娇便也告辞离开。空间里等待已久的小布终于等到能说话的机会。主人，沈二哥昨日遇到了周云庆安排的杀手。什么？我二哥怎么样了？哎呀，我怎么忘了渣爹还安排了杀手？上次三哥躲过去了，没想到这才过几天的功夫啊，竟然又对我二哥下手。主人放心，沈二哥没事，只是左胳膊受了点小伤。他不仅将杀手反杀了，更是留了一个活口送去给端木林审问。唉，没事就好。若是二哥真的自己解决不了，那我回去都来不及。等我将大哥这边解决完，一定会给周云庆送上一份大礼，让这个为了权势抛妻弃子的渣男付出代价。主人，周云庆安排的杀手见沈二哥和沈三哥不好对付，已经把主意打到你娘亲和外公身上了。沈月娇往前走的步伐瞬间停住了，脸色突然变得难看起来。他外公会武，就算年纪大了，恐怕也有和那杀手一战的机会，但是他娘可是一点武功都不会的。小布，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千里传音的工具啊？没有的，主人。不过小布可以让狼帮忙传信。狼恐怕不行啊，太慢了。你只能跟狼沟通吗？不是的，小布只是觉得狼的速度是最快的。不，经过训练的信鸽要跑得更快一些。他得去问问郑国侯能不能借他信鸽一用。这么想着，沈月娇便转身往回走。小布，我记得你那里有一份阵法传承，我等下要接受考核，接受那份传承。好的，主人。大哥，你也在这里啊？我到了这里之后忘了给家里报平安，想问问侯爷有没有信鸽可以借我用用，往家里传个消息。侯爷这里可没有去青州的信鸽，等事情结束，我看看有没有到青州府的标队，让人帮我传个消息。大哥，我有办法让信鸽帮我们传信，你帮我跟郑国侯借支信鸽好不好？前段时间三哥遇到了杀手，我怀疑是周云庆做的，他害三哥那里没能成功，他肯定还会对家里其他人下手。我这次出来的时候忘了提醒他们，若是娘和外公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着了他的道，那可就麻烦了。今日周云庆派的人已经对二哥动手，没能成功，距离周云庆回家祭祖的时间越来越近，那些人要对娘和外公动手肯定就在这几天。哎呀，所以信送出去的越早越好。哎呀，怎么办呀？我说是我自己的猜测，也不知道大哥能不能放在心上。这里的信鸽好像还挺稀有的，也不知道那个郑国侯能不能把信鸽借给我。小布，那些杀手决定什么时候对我娘他们动手了吗？不确定，那些人已经在找机会了，但是沈二哥一直在家，所以他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动手时机。沈月娇见他哥一直沉着脸不说话，以为他是认为自己小题大做生气了，心里有些着急。大哥，我说真的，娘他们真的非常有可能成为那些杀手的目标，毕竟娘不会武，真遇到了杀手根本就没有逃跑的可能。我找侯爷帮忙派个人去传信，至于信鸽，侯爷的信鸽都是往返战场和京城传信的，没有去青州府的。不是，大哥，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我真的有办法让信鸽帮我们给家里传信。要不然我们就做两手准备，我试着让信鸽送信，你再找人马快马加鞭送一封信。信使传信真的来不及了，哎呀，小布能让信鸽听话这件事儿也不能跟大哥说呀，我可真是太难了。行，交给我，我去接信鸽。小布，阵法传承的考核我现在能考吗？会不会原地消失啊？虽然不会原地消失，但是主人会失去意识，
小布建议主人还是找个安全的地方接受考核。行吧，那就再等等，反正时间还很充足，大不了我不休息就是了。沈月娇叹了口气，坐在旁边的石凳上等着自家大哥，还将意识沉进空间里写了封信，先是跟家人报了平安，又写了周云京找的杀手要害娘亲的事情。沈月娇怕自己说猜测周云京要害她娘亲，家里人会不当回事儿，所以编了个神神叨叨的借口，说她做梦梦到周云京派了杀手去杀她娘，甚至怕家里人不相信自己，还说了自己梦到二哥被杀手伤了左胳膊，这样一来家里人肯定会相信的。沈琛并没有让他等太久，不一会儿便和程锦鹏一起从书房里出来。小丫头，你能训练信鸽？不会训练信鸽，只是知道一些和信鸽交流的方法。郑国侯不会问我是什么方法吧？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娇娇，侯爷已经同意将信鸽借给我们用了。多谢侯爷，您放心，我保证一定会助您安全救出太子殿下。侯爷别见怪，娇娇就是听说你将信鸽借给我们，太高兴了，所以才会口无遮拦。悄悄瞪了自家妹妹一眼，让她别乱说话，都不知道太子现在什么情况，救出来能不能活着还两说，他这么托大的直接说能安全救出太子。悄悄瞪了自家妹妹一眼，让她别乱说话，都不知道太子现在什么情况，救出来能不能活着还两说，他这么托大的直接说能安全救出太子，若是之后没办到，小心再被郑国侯治个欺瞒之罪啊。程锦鹏自然看出了沈琛的想法，笑骂了句：你这混小子也不用防着本侯，这丫头尽力就好，我不是那种不明就里之人。那当然，侯爷您深明大义。沈琛笑嘻嘻地说着，还对着程锦鹏比了个大拇指，惹来对方一记冷眼。程锦鹏一根手指放在唇边，吹了个口哨，不一会儿就见远处飞来一只信鸽，落在他肩膀上。小丫头，你自己抓着，用完记得给本侯送回来。多谢侯爷，那我就先回去给家里传信了，等亥时末再来集合。娇娇，大哥和你一起。大哥，你不要跟着，我怕人多惊到信鸽，我自己来就好。沈月娇只留下一句话，也不管后面的人，直接跑回自己的住处，将信鸽交给小布。只听小布跟这只小鸽子一阵交流，都是人类听不懂的语言。一刻钟后，一狼一鸽终于停了下来。主人，小辉已经将路线记住了，他会把信件送到青州府的魔考居。这就好了？这要是中途忘了路怎么办？你确定在空间里你能把路线讲清楚吗？主人放心，没问题的。即使中途忘了，他也可以问其他动物。啊，行吧，那我把小辉放出去。沈月娇点头，将提前写好的字条放进小猪馆里，而后将信鸽带出空间放飞，心中的大石终于落地。小布，你帮我关注一下那边的情况，信送到之后就告诉我。现在我需要接受阵法传承的考核。小布答应一声，便将考核面板发送到了空间屏幕上。沈月娇默念确定，就见自己眼前白光闪过，再看清周围环境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另一个地方。这一次他清醒地知道自己是在参加考核。大概有一盏茶的时间，沈月娇才清醒过来。这次怎么这么痛啊？恭喜主人。小布，现在什么时辰了？亥时3刻。那还好，差点就赶不上了。沈月娇匆忙起身换衣服，还不忘消化脑海中新出现的记忆。小布，你确定青阳寨还有清芬楼是被设置了阵法吗？确实是阵法，朱星对阵法颇有研究，但是因为没什么天赋，所以研究了10多年也只学会了3个阵法。
没什么天赋。那你可知道那些阵法都叫什么名字吗？那阵法叫微风阵。微风阵？难道这阵法之前拥有空间的前辈也不知道？主人，那位前辈可是阵法天才，不可能比不过朱星一个天生钝根的人。我知道了，我再想想。深吸一口气，将自己的东西收拾好，一打开门便发现自家大哥正往自己住处走来。沈琛也看见他的门打开，快走几步来到他的身边，递上一包糕点。娇娇，还以为你会注意，没想到你这丫头还挺准时。大哥放心，我休息好了。大哥，你吃过了吗？吃过了。都准备好了吗？那我们走吧。两人来到说好的集合地点时，人都已经到齐了。上次在青阳寨损失惨重，所以镇国侯便让姚鲁这次回京城的时候又调了些人过来，又从沈月娇那里听说清分楼里有阵法，所以决定两人分成两队，一队人跟他一起进入清分楼，一队人则是将清分楼包围，不能放走任何一个可疑的人，最重要的还是防止朱星逃跑。三皇子就在庄子上，天亮后将他们抓获的犯人带回京城。为了防止他中途脑抽将秋儿放走，程锦鹏还留了几个自己的心腹在这里，并且交代他们将人都看好，定要一个不少的带回京城。镇国侯见沈月娇兄妹两人到了，便直接吩咐众人出发。小丫头，可要跟紧你大哥，可不能像上次一样乱跑了啊。我知道了，我一定不离开大哥半步。小布，上次的医学传承还有前辈传下来的工具，这次没有吗？有的主人，2本关于高级阵法的孤本。快给我看看，投放到空间屏幕上。想要从中找到微风阵的记载，只是一直到众人来到城门口再悄悄进城，他也没找到一丝线索。而程锦鹏并不知道他在想办法破阵，所以到清分楼附近给自己手下做了一个手势，便将一队人带进了清分楼，留下2个人在前面放风，其他人都进了后院。沈月娇也被自家大哥带着飞跃进了9楼后院。一进到阵法内，沈月娇才明白为什么自己在传承记忆和孤本里都没有找到这个微风阵。我去，朱星这狗东西害我！怪不得我找不到什么微风阵呢，原来是这样。这哪儿是什么微风阵呢？怕不是这阵的名字都是朱星自己取的吧？这明显就是飓风龙阳阵的简陋版，或者说残缺版。这阵法的作用就只是能让风向一个方向吹，鸡肋得很。之所以能让进了阵中的人行动迟缓，完全是因为这狗东西在阵中撒了让大脑变昏沉的药，大脑反应慢，动作自然迟缓了。娇娇，怎么了？没什么事儿，大哥。沈月娇听见这声音才回过神来，从自己随身挂着的荷包里拿出一包药粉撒在空中，又假装从袖子里掏了掏，拿出一个瓷瓶，自己从里面取出2颗药丸，剩下的递给程锦鹏。每人1颗，侯爷让人分了吧。小布，太子李洪战在哪里呢？主人，李洪战被关在柴房里，你往右前方看。侯爷，我们先去那边看看，太子殿下被他们抓来，肯定是关在最破旧的地方。哟，还有人看着呢，还好我带的药比较充足。话说这朱星防范意识也太弱了吧，还是他对他自己太自信了。沈琛在他的动作之后抬步上前打开了柴房的门，只见乱糟糟的草垛子里躺着一个看起来只有17、18岁模样的少年，他双眼紧闭，显然已经不太清醒，那原本应该红润有光泽的嘴唇现在却变得异常苍白，毫无血色可言。
虽然脸上身上都是灰，但是也掩盖不住这人的一身风华呀。不愧是一国太子殿下，洗干净了，一定是个美人儿。快来几个人将太子殿下抬出来。哎，等一下，先别挪动，我先来看看。还好，这些人还不算太丧良心，没有什么内伤。看来这些人想让太子自生自灭，也没打算下死手呢。也幸好没下死手，否则就这副残破的身子，恐怕活不过一天。哎，不过好奇怪啊，这太子好像一直在被人用人参吊着一口气，难道这些日子还有人在保护太子吗？人参是诛心吩咐的，他想留着太子一口气，等齐贵妃出宫的时候可以折磨一番，为他们的孩子报仇，这算是母债子偿。屁的母债子偿，你不是说都是齐贵妃自认为的吗？实际上她流产不是皇后害的。太子双腿骨折，需要找东西固定一下，去找几根木棍或者木板来。太子情况怎么样？可还能撑得住？放心，没问题。从自己身上拿出一颗自己做好的人参补气丹，给太子喂下去。太子殿下身体太过虚弱，需要静养，最好1个月内不要让人打扰。主人，诛心快回来了，已经进城了。什么？不是说城门关了，要等日出才能开门吗？城门口有到提前买通的人，已经到酒楼附近了。程锦鹏站起身来，给了沈琛一个眼神，让他出去将人拦下来。没事儿，我们人多，也不怕他。沈月娇手里给太子包扎，没注意到自家大哥已经离开了。李洪战的问题全部解决之后，沈月娇才站起身，叮嘱道：他现如今身体太虚弱了，全靠人参吊着一口气活着，切记一定要多休息，不要让人打扰。行，我会向皇上禀明太子的病情。我看小丫头你医术颇高，能否治疗太子的体弱之症？体弱之症？侯爷说太子殿下这是体弱之症，这太子是中毒啊？难道他们一直都被蒙在鼓里？是只有郑国侯不知道，还是所有人都不知道？不是吧，这宫里的太医都是吃干饭的嘛。虽然这毒比较稀有，但是也不能这么多年都没检查出来吧？还是说太医院的人都被买通了？我去，细思极恐啊！难道不是体弱之症？沈丫头，你刚才是诊出什么了吗？我刚才给太子殿下诊脉，发现太子殿下中毒已久，这是常年累月服用慢性毒药才会造成的结果。常年累月？这郑国侯好像不知道的样子啊！我记得上次暗示过段木林了。难道他没查到太子身边被人安排了探子吗？但是这毒若是用心查的话，一定是可以查到的吧？太医院的太医都这么水吗？不能解毒，难道还查不出来有毒吗？根据我检查出来的结果是这样的，不过侯爷可以再找其他的大夫或者太医检查一下。行，这件事本侯知道了。那这毒沈丫头可能解？这毒倒是不难解，但是需要一味药材，比较难寻。什么药材？雪莲花，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天山雪莲，主要是它生长的环境恶劣，不容易采摘。天山雪莲，我们有啊。那就可以解毒，等太子调养一段时间，便可以开始了。好了，太子现在可以挪动了，不过还需要小心些，不要造成2次伤害了。呀，我大哥呢？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刚才收到消息，诛心回来了，
你大哥出去拦人了，我们先等一会儿，他们抓了人大概就会回来了。诛心，我大哥去拦诛心了。沈月娇都没来得及说什么，匆忙往外跑。哎呀，这诛心可是用毒高手，绝对不能让他对大哥下手。可能因为距离太远，程锦鹏听不清楚了，他赶紧安排好了人照顾太子，而后自己也跟着追了出去。只是沈月娇跑得太快了，他一路追赶都没将人追上。终于到门口的时候，看到了沈烨带着人将一个身着黑衣的男人围在中间。愣着做什么？赶紧将人抓住！程锦鹏喊完之后也发现了不对劲儿，他的人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一点都没有要攻击的意思。想抓我，也得看看你们有没有那个能耐。今天你们都得死在这里，不要为我而报仇。哼，死到临头还在嚣张，你把他们怎么了？此时沈月娇正往后院跑，她刚才出去一眼就发现了门口又被诛心布了那什么威风阵，只是她这次用的是迷幻药物，然后让大哥他们这几个中了招的给他做木头，这才能布下阵。所以他现在是去找解药的。跑到后院，他直接走向姚鲁，开门见山道：姚大哥，能不能借我个人？酒楼门口被布了阵法，我们出不去了，我大哥他们已经被困住了。又有阵法？娇娇妹妹别急，我跟你去。那快走吧，姚大哥，来这边。娇娇妹妹，你又走错方向了，门口是往那边走。没有错，我们先去那边取东西。姚大哥快些，不然就来不及了。姚大哥你放心，你今天的洗澡水我大哥全包了。姚大哥快把这些粪全都泼到地上。你们两个这是做什么？娇娇妹妹她说要用这些粪破阵。那就按照沈丫头说的做，快点破了这阵法。还能知道我在这里布了阵，小丫头有点眼力劲儿，不过用2桶粪就想破了我的阵法，不自量力。哼，老东西长得又老又丑，还妄想害我大哥，怪不得你娶不上媳妇儿，一辈子都得不到自己所爱，都是你活该的。我怎么了？老东西不自量力，还想用这破阵法困住人，学了点皮毛就想出来害人啊！恶毒，无耻，活该你媳妇儿跟别人睡。沈月娇脑海里搜索着所有骂人的词汇，只是奈何她2辈子都没怎么骂过人，一时激动想不起来什么更脏的话。不过即使这样，还是将诛心气得快炸了，几乎想要跳出来打他。但是这人似乎还残存着一些理智，自己站在阵眼处一步也没有挪出来。沈月娇只能继续激怒他。活该你生孩子没屁眼儿，活该你没儿子，这都是你应得的，谁让你觊觎别人的媳妇儿？不要脸，老畜生，你！小贱人，拿命来！贾大哥，快，全部泼到我大哥他们脚下！随着臭味散开，沈琛他们那些中了迷幻药的人也渐渐清醒过来。你懂阵法？怎么只能你懂，我不能懂啊？我懂得可多了。你后院的阵法在我眼里只是个残次品。哼，那又怎样？他们只是暂时清醒，用不了多久就会重新恢复刚才的样子。切，不是吧？你对自己的毒这么自信吗？一个致幻药而已，你还当是什么稀有毒物呢？垃圾！你，主人，七月出宫了，正往这边赶过来。他怎么来了？他怎么出来的？宫门口也有他的人。从冷宫旁边的狗洞钻出来的。初儿没回去，他担心，所以来找诛心拿主意。
他还买了杀手保护自己。侯爷，快离开这里！齐贵妃的人赶过来了，齐贵妃准备今天出宫虐待太子殿下，准备将人折磨个3天3夜，慢慢玩死。哎呀，那女人身边可是带了不少高手呢，虽然都是外面雇佣的杀手，那也难对付得很。走，把人都带上，妖路回去带着太子殿下离开，一定要将太子殿下安全带回。我来善后。沈琛几人中了毒，行动上有些阻碍，所以走得很慢。半个时辰之后，沈月娇和沈琛等人到镇国侯府的时候，其他人早已经回来了。镇国侯府上灯火通明，侯夫人和几个小妾听见动静也都起来了，此刻都围着程锦鹏嘘寒问暖。哎呦呵，这侯爷艳福不浅呐，瞧瞧这一个个的美人儿，一个比一个美。哎呦，真想跟美女姐姐们贴贴。这么多美少妇，都便宜了镇国侯这个老糙汉。你羡慕什么？你一个小姑娘，怎么就不知道矜持点呢？沈丫头，快进来，让府医给你大哥看看。好。程锦鹏一下让人请来了4位大夫，分别给中毒的人诊脉。沈月娇烫过自家大哥的脉，已经了解了大概情况，所以也就没上前凑热闹，找了个位置站好，就听见小布焦急的声音：主人，那几个杀手动手了。什么？怎么这么快？大晚上动手？吴二哥和三哥没在家吗？沈三哥在家，沈二哥今天被先生留在书院里了，晚上整理课业太晚，便直接住在了书院。三哥保护娘他们应该没有问题，而且外公和大嫂也都能帮忙。哎，小布，现在能看看画面吗？不能看画面的，主人，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画面保存。那你帮我关注那边，有情况告诉我。几位大人，这是中了毒，只是这毒老夫没有接触过，还请侯爷另请高明吧。其他几位大夫也都是差不多类似的话，反正总的来说就是他们能诊出这是中毒，但是这毒他们解不了。各位可能帮我提供些药材？当然可以，小姐派人跟我去取便可。沈月娇点头，见桌上有刚才给几位大夫准备的笔墨，便抬步走过去，写下自己需要用来解毒的药方。他空间里基本的一些药材都有，只是还差2味药需要去老大夫那里取，但他还是将整个药方都写了下来，递给老大夫。我需要这些药材，麻烦大夫了。本侯让人跟你去取药。程锦鹏自然是知道沈月娇用这些药是为了给他们解毒的，而他喊这些大夫来也是为了让他们给太子诊脉。只是这几位京城里有名的大夫，医术也没能比得过沈月娇，甚至他们中间还有一位是曾经在太医院当值的太医。几位大夫离开，程锦鹏让大家都回去休息。沈月娇的房间被安排到太子隔壁，以防太子有需要的时候方便喊人。沈月娇回房间之后便联系了小布。怎么样，我娘他们没事吧？主人的娘亲被黑衣人带走了，沈三哥和沈大嫂受了些轻伤。什么？我娘他们被带走了？那三哥和大嫂伤到哪里了？我现在可以看画面了吧？可以的，主人。随着小布的声音落下，沈月娇的眼前就出现了杀手半夜闯进他家的画面。正是夜深人静的时候，7、8个杀手突然闯进沈家，动静闹得可不小。沈良和沈阔听见动静冲了出来，而李玉婷出了自己房门之后，没有管被2人绊住的杀手，而是直接进了自家婆婆的房间。婷婷，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娘，外面进了几个黑衣人，外公和天帝都在外面。啊，黑衣人！
沈月娇双手紧握，紧张地看着。这次恐怕是周云京买通的所有杀手都一起出动了，只是沈良和沈阔2个人有些拦不住，沈良更是有些体力不支。一个黑衣杀手趁机将自己的长剑对准了沈良，刺了过去。外公小心！沈阔看见这一幕，顿时目眦欲裂，来不及多想，直接转身向自家外公扑了过去。黑衣杀手的剑直接刺到了沈阔身上，而后将自家外公推到一边，转身一刀将杀手砍死，顺手拿过杀手的剑，这也给其他杀手机会，有几个杀手直接冲进了屋里。李玉婷手持匕首将沈清挡在身后，但是对上杀手还是没有太多反抗的余地。外面沈阔2人也被其他杀手缠住了，无法估计里面的情况，所以在李玉婷被一剑刺穿肩膀之后，他和沈清2人被黑衣人架着就要离开。先撤！沈阔只来得及将落在后面的黑衣人一剑刺死，把李玉婷救了下来。只见自家娘亲被带走，沈阔顾不上其他，直接施展轻功追了出去。画面停止。我娘和三哥怎么样了？沈三哥没追上，此时已经去书院找沈二哥了。主人的娘亲被带到了城南的破庙里关着。那些杀手想利用主人的娘亲引出沈家其他人。这些杀手近期有没有联系过周云庆？并没有，春燕阁的杀手不会主动联系雇主。周云庆买了12个杀手，现在还有5个人活着。只要这5个人不死，他们会一直想尽办法杀了沈家人，否则到了定好的日期，杀手完不成任务就会被春燕阁掌事处死。小布，我需要狼去保护我娘，或许能联系上其他动物就更好了。好的，主人，但是你得将我放到附近的山上，这附近可没有狼。我还需要给大哥解毒，小布，你自己去找狼群，然后让他们找到我娘，等我娘遇到危险，再让他们出手。主人，沈二哥刚才已经收到了信哥带过去的信。知道了。小布，你最远能离开我多长的距离？只要在同一空间，多远都可以。小布随时可以回到空间。那我现在还有10多个空间能量，你可以离开我10多天。是的，主人需要小布去哪里？小布，你回家保护我娘吧。好的，主人。送小布离开，沈月娇便进了空间，给自家渣爹准备礼物。程景鹏安排的人取药回来的时候，已经天光微亮。沈月娇亲自煎药给众人服下，这才放心。沈月娇情绪已经平静下来。好了，大哥，你喝过药，需要休息，我也要回屋睡觉了。我今天想在京城里逛逛，就不陪大哥了。大哥好好休息啊。我要去给渣爹送礼物了，哼，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喜欢。估计这个礼物一送出去，他就不会再想回家祭祖了。哼，可让我好找。眼看着人群快要散去，沈月娇也顾不上其他，直接催动雷泄异能，向周云京的马车踢了过去。这街上众人惊愕地望着原本晴空万里的天空，眨眼间风起云涌，电闪雷鸣，阴沉沉的乌云翻滚着，仿佛要吞噬整个世界。突然间，一道耀眼的闪电划破天际，如银蛇般扭曲舞动，径直朝着一辆行驶中的马车劈去。紧接着，无数道粗壮的雷电接踵而至，如同雨点般密集地砸落在马车上。刹那间，马车被强大的电流击中，变得焦黑不堪，瞬间解体，散落一地。然而，这恐怖的雷暴并未就此停歇，反而愈发猛烈起来。剩余的雷电似乎有灵性一般，纷纷集中火力劈向周云京。每一道雷电都巧妙地避开了他身体的要害部位，但那剧烈的疼痛还是让他数次晕厥过去。
可每当他失去意识时，又会被新一轮的雷击唤醒，如此反复折磨，令人不忍直视。这诡异的一幕将周围的路人们吓得瞠目结舌，他们呆呆地站在原地，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就连马车上的官员们也坐不住了，纷纷跳下马车，挤成一团看热闹。天哪，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位马车是哪位大人的？马车上的人是哪位大人？这人都这样了，也看不出是谁呀。我刚才记得在我家马车前面的好像是周大人。周大人？哪个周大人啊？就是这李禄侍郎周云京，周大人啊！哎呀，老天降罚了！老天降罚了！这马车上的人竟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惹怒了老天。这定是个贪官，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降下天罚来惩罚这狗官。老天开眼呐，狗官就应该下地狱。前段时间不是有传言吗？哎，你们听没听说呀？哎，什么传言？说来听听啊。这个我知道，说书的可是讲的绘声绘色。听说周大人曾经在老家娶过妻的，还生了3儿1女呢。这我也听说过，只是这传言没几天就消失了。这为什么消失？还不是显而易见吗？这难道传闻是真的，所以才会遭雷劈啊？还不快将你家大人带回去！官爷，能不能帮奴才将我家大人送回去？您看这马车。官兵看了眼马车，满脸嫌弃。只是他们再不想管也得管了，毕竟这位可是正三品，他们可惹不起。无奈分出2个官兵，将晕倒的周云京送回府去，剩下的则是在这里继续疏散人群。沈月娇嘴角的弧度始终没有落下去过，见有官差要将周云京送回家，他抬脚跟在后面。侍郎府可是还有热闹看呢，他要看看自己送渣爹的礼物效果怎么样。距离老远就发现侍郎府门口有不少百姓在指指点点，因为他们还没有走近，听不见百姓说了些什么，但是不用抬头就能发现侍郎府上方有什么东西，黑压压的一片，看着就让人头皮发麻。送周云京回来的2个官差对视一眼，眼里闪过震惊。他们心里同时闪过一个想法，这位周侍郎是怎么招惹了老天爷呀？你叫府上的人将周大人带回去吧。哎呦，这周府上要倒大霉了。就是，谁见过这么多乌鸦，还是成片出现的。哎，你们看，这周大人怎么是被官差抬回来的？哎呦，这狼狈的样子，嘿，怎么衣服都破了，这头发都被烧了。哎，你们不知道，这周大人刚才被雷劈了，哎，你看现在还晕着呢。啊，被雷劈了？真的假的呀？哎呀，当然是真的了，你看他那样，肯定是做了遭天谴的事儿了。就是，要不然怎么这雷就不劈别人，偏偏劈他呢？待侍郎府的人踏出府门，小心翼翼地将周云京抬起并带入府内后，沈月娇便对四周的人们窃窃私语充耳不闻，跟在官兵后面转身离开。他并未返回镇国侯府，而是迈步走向了京城最为声名远扬的那家茶馆。刚踏进茶馆，寻得一处座位坐下，说书先生那抑扬顿挫的声音恰好响起。这话说，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今儿啊，我给各位客官说一段。沈月娇听得津津有味，可能是因为心情好，感觉这说书先生讲的倒是精彩，让人听了忍不住入迷呀。客官，您喝点什么？啊，王大头。王大头吓得面色苍白，他都躲到茶馆来了，没想到还是被沈月娇找到了。
想着沈月娇让他办的事情，他似乎还没办成，王大头更是害怕的紧。他之前是买通了一个说书先生，但是那先生话本没讲几天，便被周云金的人找上门威胁了。之后他便想着，反正沈月娇也不知道京城里的事情，自己还是省点钱，以后在京城隐姓埋名的生活吧。他觉得自己只要多防着点周云金，过2年也就能正常生活了。他甚至还找了个茶馆后厨打杂的活儿。今天前面接待的店小二媳妇生孩子，他只是替那人1天，却没想到店儿这么背，遇到这位祖宗喽。沈姑奶奶，怎么，王大头，你见到我很惊讶？别紧张，这次来找你呢，主要是想让你帮个忙。您说，姑奶奶交代的事儿，我一定竭尽全力。倒也不必如此，事情很简单，可都是你的老本行。今天早上太平街发生的事情，你有没有听说呀？小的一大早就在这茶馆上工了，并没有听说外面发生的事儿啊，还请姑奶奶明示啊。周云庆在太平街清分楼门前遭雷劈了。啊？什么？小的尚未听闻此事啊。跟我出来说话。